别睡了，迎亲队伍快到了，赶紧上喜轿吧。颜如玉睡得正香，突然有人粗鲁地摇她，她眼未睁就拽住晃她的手。非法入侵住宅。野种，放开我，杀人了，救命啊！野种啊，这是哪儿？我怎么突然到这里了？你这不要脸的野种，别以为你嫁给镇南王就成了王妃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去了镇南王府也得死。镇南王，好熟悉的名字啊！这时一串不属于他的记忆涌入脑海中。令他震惊的是，他在现代的严家祖训中看到说，1000多年前有位镇南王曾救了严家的祖先，而救了严家祖先的人正是历朝的镇南王。难道他穿越到家族恩人的年代了？放开我，你这个杂种！颜如玉瞥了众人一眼，咔吧一声将丫鬟的手腕掰碎。刚刚谁喊杂种来着？过来排队，让本小姐看看你们有什么能耐。小姐息怒，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，别和这帮狗奴才较劲儿。大概1炷香的时间，便到了镇南王府，果然出事了。还没等到落轿，颜如玉就听见外面的嘈杂声、女子的尖叫声、男子大声的辩论的声音。颜如玉在慌乱成一团的人群里，犹如一尾灵巧的鱼，跑向账房的方向。当颜如玉到达账房时，开始疯狂的装银两，无论是白银、黄金，还是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，只要看见就疯狂的往空间里装。而颜如玉刚离开，隐约就能听见官兵赶到地库准备搜刮。去吧去吧，去扑个空吧。颜如玉的心思沉了，凭什么王府被抄，严家却能置身事外？干脆趁乱回府搜刮一趟。打定主意后，颜如玉找到马厩，纵身上马，直奔严府而去。严府库房里存放的财物可真不少，但他被替嫁进王府，却一点嫁妆都没给。现在颜如玉毫不客气，什么金银绸缎、药材古董的，看到什么就装什么。老爷，这次可是个难得的机会，正好借机和镇南王府划清界限，让皇上知道我们的忠心，就是可惜了如玉那孩子。谁叫他姓严的，就当为家里做些贡献吧。那稍后我去给他送点东西吧，这千里迢迢的，她一个女孩子怎么受得了？不必，刚说了要划清界限，从今日起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。哼，好吧，你不仁，那也别怪我不义。你说王府的财物都到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哼！圣上旨意，你儿子霍长鹤居功自傲，意图谋反，战后失踪，下落不明，还是老天有眼要罚他呀？如今还敢私藏财物，真是罪不容诛。我不知道什么财物，更没有私藏。你们来抄家，那就只管抄便是。这扣子也是珍珠的，不能带走。到底说不说？不说的话，你敢对我娘亲无礼，我大哥回来饶不了你。你大哥回不来了。严嵩的刀往下沉，砍向小男孩。众人抬眼，见严嵩手中的刀被颜如玉抢在手里。颜如玉，你疯了，竟然敢打我！严嵩，皇上让你抄家，又仁慈的放过我们女眷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羞辱我婆母！你……颜如玉的刀尖抵住严嵩的咽喉，说道：“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要是敢动坏心思，我先杀了你。”报，主院什么都没有，书房也没有，厨房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那我抄家抄的是什么？简直岂有此理！奈何脖子上还横着刀，他忍下一口气。好，我去搜查。你们换衣裳，只要按规矩，我不为难你。多谢你了，母亲，客气的话就不必说了。我既然嫁给了王爷，就必定待他护你们周全。您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们的。换上粗布麻衣的几十人，浩浩荡荡被军兵吆喝着赶去城外。呸！什么镇南王，不过就是卖国求荣之徒啊！就是他该死。很快，百姓的情绪被煽动，骂声越来越多，还有人开始扔烂菜垃圾。娘亲，大哥明明保护了他们，他们为什么要骂我们？恒儿，不要怕，听着死气，就让他们骂，总有他们向我们道歉的时候。突然，半块砖头夹杂在烂菜叶子里，砸向了霍大夫人。颜如玉眼疾手快，一掌迎上，直接击碎。是谁？站出来！算了，母亲，绝不能算了。皇帝的旨意是流放，可没说允许别人动私刑。话音刚落，人群中有人退后转身想走，颜如玉一个箭步跟上，说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放开我！谁也没有派我来，我是看不惯镇南王这种卖国贼。我叫你妈！当的一声，
一枚腰牌从他的袖子里掉了出来。易王府，哼，原来是个狗奴才。你在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怎么问也不问就让我放人？难不成你也是个狗奴才？颜如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还没弄清楚你现在的处境是吧？哼，什么处境？流放而已，本姑奶奶就当是游山玩水了。放肆！回去告诉你们那狗主子，我们后会有期。颜如玉，大人说了，颜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你此次离京，断无再回来的可能。以后颜家和你再无瓜葛，各不相干。颜如玉打量着这个丫鬟，记得是颜大小姐身边的大丫鬟。哼，我们大小姐心好，赏你几个铜板，够你买几个野菜窝窝吃了。颜如玉瞬间冷了目光，看到她腕上的一只玉镯，颜如玉握住丫鬟的手腕，用力把玉镯推了下来。现在物归原主，我的东西我说了算。颜如玉一脚踩上去，玉镯顿时碎成了2截。丫鬟震惊：“你拿好了，这点玉渣渣也够你在路边喝野菜粥喝他娘的1个月了。还有，回去告诉颜侍郎，不是他不认我这个女儿，是我不认他这个爹，不认颜家，我与颜家清断一绝。”霍家其他的人都盯着颜如玉，目光各异。哎呦，有的人呐，一心想攀高枝儿，这下不但高枝儿没攀上，连退路也没了，真是倒霉哟。他自己倒霉不要紧，可别连累别人呐。咱们过得好好的，他一来又是招家又是流放，我看呐，他根本就是个煞星投胎。行了，都胡说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是一家人，应该同心协力闯过难关才对。大嫂，话可不是这么说啊。虽然说都姓霍，但咱们是平时安分守己，本分过日子。你们那房干的事儿，我们可不知道。我们这房干的事儿你们不知道，可我家王爷挣来的荣耀，你们可没少跟着争光。怎么着？现在王爷被冤枉了，你们倒想着一推625把自己摘出去？我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什么时候把沾我们家王爷的好处给我扒下来，吃进去的给我吐出来了，你们再舔着脸来跟我说别的。哈，你真是粗俗！粗俗有什么要紧？总比斯文败类强。镯子，账房那边的私库里什么都没有了，连角落里拉银子的小推车都没了，包括之前换下来的车轱辘。什么？属下肚子有点饿了，方才路过厨房，竟然连一口汤都没有，这帮天杀的，哪有这么抄家的？听了手下的回答，霍长鹤眉头微蹙，总觉得这事透着古怪。母亲，是二哥，还有仙枣姐姐。母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哥怎么会叛国？他人呢？还没找到呢。此时不是说话的时候。仙枣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方才听说王爷出事，小姐着急，脚扭了一下。一木，我没事的，放心吧。连累你了，我这就去和官差说说，你不是霍家的人，或许能让他们放你走。我早说过了，可他们不同意。京城谁人不知，仙枣是我们的表妹，养在王府几年，与王府小姐无异。啊，这位是？我是你长鹤哥哥的妻子。她就是新嫂嫂，新嫂嫂很厉害，还会打人呢。什么？此事稍后再说吧。怎可稍后？母亲，此事事关大哥婚姻，本来严家人就是抢了仙枣的位置，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来，你让我如何接受？我再问你，你是何人？应该是严家大小姐，为何是你？我刚才说过了，我是霍长鹤的妻子。我不接受。哼，他本人都没说什么，你算老几？我用得着你接受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这种人怎么配嫁给我大哥？配不配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流放，你大哥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，你还有闲工夫说什么儿女情长的事？简直不知所。等你能活着到西北，再来找我理论不实。此时严嵩一鞭子甩了过来，他本来想抽颜如玉，可二公子正好挡住这一鞭。都快点走，少惹事儿！谁不听令就冲着我的鞭子说话。严嵩，你敢！严嵩见状，甩手又是一鞭。二公子，看清楚了，现在我是官，你是犯，我有什么不敢？颜如玉面无表情地继续往前走，心里想的却是这个弟弟一点都不可爱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他慢慢地受着吧。嫂嫂，给你吃，没人注意我悄悄从点心匣子里拿的，塞在身上好几块呢。你吃了吗？霍长衡先是摇了一下头，然后又点点头。撒谎鼻子会变长。霍长衡乌溜溜的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小手赶紧摸一下鼻子，
给你吃吧，我不饿。我肚子小，吃的少。连小孩子的东西你都要抢，还要不要脸？二哥，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你可真行啊！我就知道没安好心。我安没安好心另说，最起码我眼睛不瞎，知道好歹。你说谁不知好歹？二表哥，别生气了，田小姐大概是饿急了，这个时候就互相担待一些吧。表妹，你就是心地太好，谁不饿？难道恒儿就不饿吗？饿就该抢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看看现在的你们是个什么德行，还有没有点脸？一个眼下心狭，一个装好人假好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是一对呢。田小姐，你请叫我王妃，皇上下旨抄家，可没说削我家王爷的爵。还有，别叫我嫂嫂，你不配。颜如玉，你说谁不配？不配的人是你，你处心积虑嫁进我家，连恒儿的吃食你都抢，你不是呀，不是嫂嫂抢我的，是我给嫂嫂吃的。故能狂怒。好了，闹什么？此事就是你不对，是我让恒儿过来的。母亲，不关您的事。您那长痕先去歇着吧，一会儿我去弄你吃的。哼，说得好听，你去哪弄？那你去，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母亲，先走，你们别急，我去换点吃的。二表哥，你快去快回，我有点怕。好，别怕。姨母，我扶您过去休息吧。站住，我让你走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刚才你上来就说我抢了恒儿的东西，道歉。我家小姐也是为小公子着想。颜如玉反手一个耳光，我也是为你家小姐着急，教训你这不知尊卑的奴婢。你敢打我？哼！颜如玉反手又是一巴掌，这下体会到了吗？真是个贱骨头，一下体会不到，还得再来一下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打得对称，我刚好有点强迫症。阮仙藻的眼中闪过惊愕，还要让他道歉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他假意脚下一滑，捂着扭伤的脚，痛呼一声，假装晕了过去。小姐，别担心，我会点奇幻之术，正好试试。丫鬟不肯，但颜如玉不吃他这一套，一把把他推开，伸手就掐住阮仙藻的人中。刚一狠掐，阮仙藻又痛叫一声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？醒了不是？”霍长鹤站在远处，扫了一眼身边的侍卫，这就是你说的胆小怕事又懦弱。根据账房先生的讲述，颜如玉曾经去过账房，还一刀手打晕了他。难道银子是颜如玉拿走的？改变计划，随着队伍走。金定，你去办。是。霍二公子带回来的一碗寡淡的肉汤，他招呼大夫人霍长衡和阮仙藻，唯独没有提颜如玉。颜如玉嗤笑一声，转身往林子里走去，意识进入空间，不能耽误得太久。他简单的吃了几口，顺便拿出2个肉包子，又拿上1只活鸡，正准备往回走，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动静。你是谁？我是账房的侄子。霍长鹤的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震惊和害怕。侄子？你不是霍家的人，看到流放不赶紧跑，还凑上来。我父母早亡，叔父就和父亲一样，叔父年纪大了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我想起来，我记得母亲说过，账房好像有个侄子叫八戒，是你吗？不是，我是他兄长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颜如玉没有声张，拿着鸡回到休息的地方。嫂嫂，你去哪里了？母亲给你留了汤。可不是，碗里还有一点汤和一片肥肉。颜如玉刚要把碗端过来，阮仙藻的手扶着头一歪，小丫鬟忙去扶他，不小心踢翻了汤碗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是好？一口汤而已，反正喝了也不顶什么用，我看他也不想喝。再说我换的时候也没想换他的份儿，若不是母亲要求，我是不会给他留的。这样也好，我的东西也没你的份儿。荷儿，快过来，我烤鸡给你吃。嫂嫂还会烤鸡吗？那当然了，只有空有其表的公子哥才会拿东西换吃的。颜如玉赶在熄火前把鸡烤熟，又把肉包子掏出来烤一烤。给母亲、荷儿，你们1人1个。嫂嫂，你好厉害，不过还是留给你吃吧，刚才你没有喝上汤。吃吧，有我在，饿不着你。说吧，开始分鸡。阮仙藻的丫鬟说道：“这种活儿交给我来干吧，我也会。”迎面飞来一样东西，正中他的嘴，砸中他的是刚才被他不小心踢翻的汤碗。丫鬟这下可忍不了了，扬手就扑向了颜如玉。可颜如玉岂能让他打？轻而易举的便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毫不犹豫的按进了熄灭的火里。颜如玉，你疯了，快松开！知道错了吗？还敢不敢动手？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不过1只鸡而已，你竟然如此残害别人，
哼，一只鸡而已，一只鸡你抓得到吗？尊贵的二公子，别说是一只鸡了，一根鸡毛都是我的，我没说让动，谁也别动。再说了，你瞎了吗？他故意踢翻汤碗，干活的时候不帮忙，输了却想分鸡吃，就他也配？素儿不是故意的。颜如玉偏头看着丫鬟，眉梢微挑，是我是故意的。看好你自己的人，管好嘴，否则奴婢犯错，主子一样要跟着挨揍。都怪你们，要不是你们大方惹事儿，我现在还好好在府里呢。明年春年我就能参加科举，光宗耀祖，现在全毁了。大哥是被冤枉的，带他回来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回来？他还会回来吗？我看他不是死了就是躲起来了。三公子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可惜你的手以后不能摸到青楼的女子了。你说什么你？简直不可理喻，有辱斯文。霍二公子也是蹙眉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闭嘴吧你，吵架都吵不到点上，也不嫌丢人。我夫君若是不建功立业，你在什么府里待着？你不得跟着你爹你娘你爷爷在乡下的土地里刨食吗？就你还三公子，别人叫你狗三上还差不多，就你这德行，自宫了给皇帝当太监人家都不要。你说什么？简直是！我烦了，都闭上嘴，谁再敢说我夫君半句不是，我割了他的舌头。二房的人一见颜如玉手里的匕首，都是敢怒不敢言。嫂嫂，坐这里软。我不累，你睡会吧。母亲，我去找点草药给你敷一下，这样伤口好得快一点。不用了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我这点伤不要紧，明天就好了。母亲，他愿意去就让他去，正好让他帮仙嫂带些药。不用了，二表哥，我不要紧的。你要不要紧和我也没有关系。霍二公子，我照顾母亲是为我夫君你大哥尽孝的，不是你的下人。话落，颜如玉便大步的离去。颜如玉到隐蔽之处，左右看看没有人，意识便进入了空间，找到药出来。母亲，我回来了。嫂嫂，你也累了吧？怎么了，恒儿？你能教我杀鸡吗？为什么要学杀鸡？我想照顾母亲，也不想让你太辛苦。要想杀鸡，得先有鸡。那我学抓鸡。行，明天学抓鸡。一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天一亮，军兵们就挥着鞭子叫起。都利索点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恒儿，我来抱你。不用，母亲，我能走。我来。谢谢你啊，如玉。不妨事的母亲，给母亲，你喝口水。给我儿子喝，我儿子都要渴死痛死了。你儿子渴死痛死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是你们害我们这样的，怎么不关你们的事？我不管，你们就要为我儿子负责。严嵩闻声赶了过来，人未到，鞭子先到了，挥着鞭子冲着颜如玉说道：又是你，就你惹事儿，教你不安分。颜如玉侧身躲开，严嵩的眼睛冒火，鞭子如同毒蛇，方向一转，奔着霍长恒而去。颜如玉脸色陡然沉下，身形一转，牢牢地把霍长恒护在怀中。啪！鞭子抽中颜如玉的后肩，立即就渗出血来。扭身抓住严嵩又抽过来的鞭子，还没明白过来就摔了下来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愣着干什么？拿住他，给我狠狠地打！大人，事情因我而起，要打就打我吧。找死是吗？好，我成全你们。还有谁？你还是你？我们听话，才不和他们一伙。他看向老太爷，是吧，祖父？是吗？不吭声的，就是一伙，就绑了一块打，划清界限，那就免了。我们不是一伙的，我们早就恨死他们，是他们害了我们。祖父，您再不说，我们都要被人打死了。官爷，我们不是一伙，他们与我们无关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写文书来，立字为证。父亲，给他们写文书，把他们赶出霍家。严嵩乐得看颜如玉被排挤被踩，拍拍手，命人拿来纸笔。主子要阻止吗？这样也好啊，断绝关系。片刻之后，老太爷已经写好了，签字画押按手印，一样都不能少。颜如玉拿上文书，看向二房和三房的人，说道：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过来按手印。颜如玉偏头看看躲在树边的阮仙枣，你呢？仙枣本来就不是霍家的人，无需按什么手印。手印他自然是不配，我问的是要不要划清界限。阮仙枣其实很想划清界限，他可不要挨鞭子。仙枣不会的，他当初没有抛下我们离开，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划清界限？好，那就是你们一家。来人，给我捆到树上，每人100鞭。别碰我，别碰我，我不是，我也不是，我姓阮，我真的不是。好，就饶你这一次，其他人，尤其是颜如玉，给我狠狠地打。
颜如玉的动作敏捷而迅猛，手中冷光闪烁，眨眼就抵住严嵩的咽喉。别动，放开他们！颜如玉，你疯了！你们是流放犯，若是杀了差官，就是死罪。那又如何？反正你会死在我们的前面，横竖都是死。与其被你打死，还不如先杀了你痛快。好，这样我不打你们，你放开我，公平点，一人退一步。母亲，先早他刚才也是个机会，让官差们知道他和我们断了关系，对他也有好处。姨母，我……阮仙早又要哭了。我也没有怪你，本来也没有想把你卷进来。那母亲给他点吃的吧。这是如玉拼命拿回来的，得由他说了算。霍长旭看向颜如玉，沙哑的嗓音难掩不悦。你给先早点吃的吧，他很可怜。他可怜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里的人谁不可怜？二公子想要英雄救美，只管去救，可别扯上我。我把我的那份给他，行了吧？哼，你的那份你哪有份？你的那份杂面馒头官差没发，你去问他们要，能要来是你的本事，要来爱给谁给谁。算了，二表哥，我不饿，他对我有气也是应该的，别为难了。好，不吃就不吃，谁稀罕？大嫂，父亲叫你。别叫我大嫂，我也不会过去。可真是见利知人心呐，刚得了吃的这就抖起来了。二婶，你不是说你不和我们一伙吗？你知道什么？哪有小孩子插嘴的份儿？缺家教。猴儿不缺家教，猴儿很乖的，先生都说我做。行了，你究竟去不去？大嫂，这可是个机会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当初若不是父亲给你夫君一口饭，还能有你们大房吗？好，叫我什么事？大嫂，方才也是不得已，是权宜之计，父亲的手伤得不轻，方才也是为让官差相信，这才让如玉割了一刀。现在误会说开了，你把药拿出来，给父亲包扎上。老太爷手上的伤最好留疤，也好记着这是怎么留下的。老大家的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吼起来中气十足，我看血是放得太少了。母亲不必理会他们。真是世风日下，越来越没有规矩，长辈讲话也有你。颜如玉抽出匕首，你是想让我说话，还是想让我的匕首和你说？世风的确是日下，否则怎么会让我见到一群活的白眼狼？你怎么能如此想话？我说话不好听，还不是因为你们做事难看在先。以后有事冲着我说，我母亲经不得气，不想和你们讲话。霍长鹤的嘴角微翘，这姑娘是真厉害，二夫人那般的破嘴都被她堵得没话说，这以后要是吵架，怕是吵不过她吧。如玉说得真好，把我心里压了多少年的气都散了不少了。我说的是事实而已，母亲不怪我就好。怎么会？你教教我，下回啊我也骂。还有我，嫂嫂，我也要骂。你是男子汉，不用学嘴上功夫，练好本事，那些人自然就会闭嘴。是这样吗？当然，你大哥平时也不骂他们，可他们敢在你大哥面前造次吗？那不敢。所以说，还是要自己强大，练好本事，做英雄。也不见得非要做英雄，英雄也好，普通人也罢，只要行得正，做得端，不欺人，也不被人欺就好。好，我听嫂嫂的。二表哥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无妨。要不我去求求他，让他给点药，无论他打我也好，骂我都好，我都受着，只要他给我药就行。不用，那是他得来的东西，我不用，你也不用求他。二表哥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他有本事制住严嵩，那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那么做，非要等到我们受尽羞辱呢？叔爷他们也与姨母断绝了关系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有些奇怪。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等我们受过羞辱，和叔爷他们断绝关系，就不得不依靠他。看我母亲现在不就是对他百依百顺吗？都听着，你们的房间在西厢房，给1个时辰吃饭，1个时辰后熄火。另外睡屋里1人2文钱，这点钱对你们来说也不算事儿吧？这破地方还要钱？你快点交钱，嘀咕什么？难不成要住院子？二夫人的身上钱也不多，正要往外掏，老太爷说道：连我的和老三家的都拿上。
父亲，我银子也不多，3弟妹娘家也给了，不如各出各的。二嫂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娘家怕我不好带，只给了几张银票，等到速成，我儿做副将的地方，让他再还给你。什么还不还的，都是自己人。二夫人无奈，只好忍痛把钱交了。你哪来的被子啊？你怎么有钱住房间还换被子啊？我就是有，你管不着。你怎么被赶出来了？以前有我们大房在，你老公公就利用我们，现在和我们断了关系，自然就利用你们了。等你手里的钱用完了，没了价值，自然也会被抛弃。颜如玉说完，抱着被子进了屋子。哪儿来的被子？我们啊也是真的好运气。我发现驿站里有一个老兵，是我以前认识的，他借了我们被子。真是好人有好报，多亏有你啊，如玉。没事，母亲，你和恒儿好好休息，我去准备吃的。母亲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霍大夫人也正好想和儿子好好的聊聊，于是便点头同意了。先走，你先带恒儿出去。霍长鹤他进来的时候，大夫人正在训斥霍长旭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如玉为什么受的伤？你没看见吗？要不是他护着恒儿，恒儿眼睛就瞎了。如玉他图我们什么？我现在没钱没势，一口吃的都是他挣来的，他哪里得罪你了？你怎么进来了？旭儿，大夫人叹了口气，对霍长鹤歉意的笑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才扫了扫床铺，你叔父呢？叔父认识这边的一个义兵，去找找看能不能行点方便。夫人有被子了？一路辛苦，赶紧收拾，吃点东西休息吧。大夫人没有接话茬。账房先生认识这里的义兵？据叔父讲是的，曾经还施过一点恩情。那能借双被子吗？我表妹。旭儿，知恩图报是为人的根本，叔父若是借，定能借来。表妹体弱，而母亲这里已经有被子了。二公子知道知恩图报的反义词是什么吗？忘恩负义。不是的，先早他也是一时为自保，权宜之计。这话我好像听过。哎，夫人，今日三夫人也这么说过吧？是，三夫人说过，说他们与我们断绝关系也是权宜之计，等我们都被打伤了，好照顾我们。哼，真是好心啊！母亲，旭儿，我们现在今非昔比，别人不离不弃，肯给我们帮助，已经是天大的恩情。大夫人不想再继续说下去，起身说道：“我去找恒儿。”刚要走，颜如玉就走了进来。母亲，恒儿呢？先早带他在外面玩。颜如玉掉头往外走，就听到一阵哭声，见霍长恒正在和一个男人撕扯，小家伙紧紧地扯着衣襟，拼力护着怀里。那男人背对着颜如玉，颜如玉也没有看到是谁，上去就揪住那人的后脖领子，往旁边一抡：“嫂嫂，有没有受伤？”“没有，他要抢我的肉干。”“你什么你？你这么大人，抢孩子的东西，你要不要脸？你想干什么？欺负人没够是不是？欺负他要不找事儿，我都懒得看他。他敢欺负恒儿，揍他都是轻的。”“什么欺负？我就是想问他借点东西吃，至于吗？谁稀罕似的？不稀罕还抢？我把话放着，谁要再敢打不该打的主意，我打断他的手。”“嫂嫂，这是什么？”“这是野菜，好吃吗？”“和你之前吃的那些菜不一样，但别有味道。不过人呢，酸甜苦辣都要尝一尝。”“哦，大哥也曾经说过，这叫人生百味。”“对，没错。你再说说，你大哥还说过什么？”“大哥说过的可多了。大哥在外面话很少，好多人说他话少心狠，其实才不是。大哥心可软了。嫂嫂，我想大哥了，你说大哥会回来吗？”“会。”“好啊，你们是宁可把吃的给一个下人，也不给我父亲是吧？”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“你真是胳膊肘往外拐，一个下人也配？”“现在都被流放，共患难的都是肝胆相照讲忠义的人，是人自然就要互相帮助了。兔子是人家给，人家怎么就不能吃了？都是你和你的父亲、你的儿子、你的丈夫，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狗东西。”“颜如玉，你敢骂人？你才知道，我不但敢骂，我还敢打。”颜如玉刚一扬手，二夫人嗖的一下就跑到外面。“你给我等着！”“对不住夫人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“哪儿的话，如玉说的对，这兔子呀，本就是你们的。”“我去洗锅碗。”“不让你的侄儿去，一把年纪，歇歇吧。”“好，是该我去。”霍长鹤端着锅到外面去洗，金定银定凑了过来说道：“主子，您要干什么？”“洗锅碗。”“天爷的，主子，您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儿？您只用碗来吃饭，怎么能刷碗呢？您知道锅是怎么刷的吗？”
霍长鹤把锅塞到他的手里，说道：“那行，你去烧。”咦，怎么这锅又找你了？不是，主子，我怎么觉得这锅这么眼熟呢？眼熟？你认识他呀？在王府的时候，每次半夜回来，我都会煮点东西吃。平常的锅太大，有一口正好，这口锅就很像那口锅。你的意思是，抄家的时候，颜如玉背上这口锅了？主子，您看，这下面有个小补丁，还是我去找打暗器的暗卫给补的。他还说我大材小用。霍长鹤手扶小补丁，目光慢慢的凝滞，还真是，这锅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啊！打亮了火折子，点着了灯，屋子里其他的人也都醒了过来。颜如玉握着匕首一动不动，刀尖穿过二老爷的手掌，已经扎进通铺下面的席子里。颜如玉，你疯了！他是你的长辈。谁疯了？他算哪门子的长辈？大半夜不睡觉，跑过来摸我们房间的铺，他想干什么？他是担心你们，怕你们睡不好，盖得不好，着凉。疼！再说一次，来干什么？若是说谎，那就继续扎。官爷，您看看，颜如玉无法无天了，竟然敢持凶器伤人，快教训他！官爷，他3更半夜过来偷东西，还撒谎。我回到自保，点了灯才发现是他。霍老二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就是担心他们，来看看。啊！二老爷又是一声的惨叫，怒气都窜了出来。闭嘴！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，都是你惹事情，非让我过来偷东西。二位官爷，听清楚了吧？偷东西，他可是亲口承认的。意图偷东西，到20大板，一经逍遥。母亲，如玉，恒儿好像不太对劲啊。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恒儿，母亲，把他放平，快！不行，我得去找官差，让他们去请大夫，不能让他这么胡闹。颜如玉说到一半，又拿起匕首。喂，你要干什么？恒儿中毒，要放血保密。你会医术吗？学过几年，抓过几年药？别以为认识几种野菜就真能当大夫了。恒儿好好的，为什么会中毒？我看8成就是你找的野菜有毒。霍长旭，你要是没有脑子，你就出去放你脑壳里的水，别在这胡说八道。那不是野菜，是药材。要是有毒，我和母亲也该有事，而不是只有他中毒。反正你不能动恒儿，我不信你，我要去找大夫。哼，你去找大夫，官差能听你的吗？就算是听，找来也得天亮了。恒儿等不起。母亲，你信我吗？信。霍长旭还想阻拦，霍长鹤过来扣住他的肩膀，往旁边一拖。二公子还是稍安勿躁。你放开我！放开你可以，别上去捣乱。颜如玉观察霍长恒的其他部位，发现他的右腿膝盖上有一处擦伤，这块破皮的地方已经不是最初的红肿，而是呈现黑紫色，这就是中毒的原因。这是擦伤了，怎么会中毒？的确，擦伤只会红肿，应该是有人利用他的伤口，让毒药从伤口渗入，伤口破损，毒药只要进去一点点，就能很快的与血液融合发作。哼，解毒要将对症下药，若是不知是什么毒，如何解？你不懂装懂，别想让我们因此就感激你。我不需要谁感激，更不需要你的感激。二公子别自以为是了。如玉，那有什么办法吗？母亲，去搬碗水。母亲放心，我幼时就爱得病，我母亲带我入京，路上差点死了，得遇到一个老道长赐了我一粒药，说是吃了以后可以解百毒。自那之后，我的血也就有了这种功效。碗刚送到霍长恒的嘴边，门口就有人冲了进来。慢着，不可以！姨母，听说恒儿病了，这是我找来的人参，给他煎水服下吧。母亲，这是先早用他母亲留下的遗物换的，是为了恒儿好啊。严姑娘，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但恒儿是无辜的呀，你不能为了不理我，不用我找来的参呢，胡乱给恒儿治病呢。还有，恒儿那么小，身子弱，经不起折腾呢。阮小姐知道小公子是什么病吗？叫用人参。且不说你的人参好不好，即便是上等人参，也不是什么病都治。小公子是中毒，若是用了你的人参，那才是真正要了命。你这是何意？人参大补不假，但小公子毒尚未解就大补，还能有命吗？你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二公子好大的架子，只可惜这不是王府，你也不是主子了。旭儿，别说了，此时什么能比你弟弟重要？姨母，我记得
那次我生病，您就是用了百年人参，此番恒儿。过去的事别再提了，我姓如玉。扎了那么多针，恒儿该多疼啊！你的嘴疼不疼？你再多嘴，我就用针缝上你的嘴。仙枣也是关心恒儿，谁知道你行不行？中毒非同小可，恒儿是我的亲弟弟，绝不是你用来练手的。二公子忙是帮不上，这质问起人来倒是一把好手啊。二表哥，别说了，是我不好，我要是不拿出人参来，自然也就没有这番争论了。话音未落，霍长恒的身子突然一抖。好了，一会儿应该就会醒了，换换衣裳，好好休息，过2天就没事了。我该怎么谢你啊，如玉？你救我们好几次，这要是没你，唉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等赫儿回来，我定要他好好待你。他若敢说半个不字，我就不认他。如玉啊，我只认你一个儿媳妇儿。母亲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看着恒儿，早点歇着吧，我去坐个小车。恒儿中毒，身体虚弱，得养2天，他的腿又受伤了，像今天这样走肯定不行。坐小车？你哪会那个呀？明天我抱他吧，再过2天就到城镇了。这耳环呐，以后也戴不着，到城镇就拿它换点钱吧。那是我父亲送给我母亲的定情之物，你怎么能要？我是长媳，母亲给我，我自然要收好。怎么，母亲要给我什么东西，还需要你同意？哼，你大哥都没说什么，你算老几？你还好意思提我大哥？我为什么不好意思？我照顾母亲和幼弟尽心尽力，就算你大哥回来了，我也可以坦然地面对他，没有半点的愧疚。倒是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眼里除了阮仙枣，还有别人吗？你别胡说，母亲，你怎么能把耳环给他？你又来质问我，旭儿，你太不懂事了。如玉说的对，不管她是怎么嫁到我们家，至少她帮了我们，数次救我和恒儿，就冲这一点，你有什么资格冲她吼叫？更别说她已经是你的大嫂了。怎么是你？身手不错。哈，见笑了，我来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哪学的身手？我之前一直闯荡，什么活也干，码头、走镖都干过，也跟过几个师傅瞎练的。那你挺有天赋的，悟性不错，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去休息吧。恒儿他怎么还不醒啊？要不然我去求求官差，晚1天再上路吧。那你说个行的，哼，去求官差？官差是你爹吗？还晚1天上路，你可真敢说。哎，别对着我哭，烦。你别太过分，是不是你说的恒儿没事了，现在还不醒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跟你说不着，走开。恒儿若是有什么不测，我定叫你偿命。旭儿，休要胡言。姨母，二表哥也是忧心，恒儿可是他的亲弟弟，他自然是心疼的。昨天晚上他天都快亮了才睡着的，有这功夫就准备早膳，别杵在这里碍眼。哼，就会嘴说，能不能干点实事？恒儿如此，谁能吃得下？若是恒儿能醒，我宁可3日不吃饭。嫂嫂，怎么样？头还晕不晕？恒儿，母亲在这里。母亲，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你说的3天不吃饭？你别总欺负仙枣，他那是……你们高雅之人不是最讲究什么仁义礼智信吗？难道连最基本的信用都没有？那为什么要说出来呢？如果只是说说而已，谁不会啊？母亲，你再给恒儿喂点水，别着急让他起来，我去煮点粥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你哪来的米？你管得着吗？反正你肯定是要陪阮仙枣3天不吃饭的。闲的没事。主子，属下又发现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那个小推车，属下看着有点眼熟。又眼熟？是的，那辆小车以前是咱们小厨房用来运菜的，属下经常用。右边把手还有2道裂痕。霍长鹤目光转向小车，哪有裂痕？还有那个轱辘。主子，您还记得属下说原来放在账房地下银库的角落里的，
换下来那个车轱辘吗？属下瞧着，这个轱辘有点像。这辆小车虽然被改变了容貌，七拼八凑的，但属下还是一眼就看得出，它就是咱们王府的小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在流放路上，颜如玉不仅背着小锅，还带着王府的小车以及银库里的车轱辘，对吧？你觉得呢？金定紧闭着嘴巴，摇了摇头。前面30里就到双峰山了，有消息了吗？按照约定好的，消息得下午才能来。主子，您为何着急？我总觉得颜如玉似乎在怀疑我，昨天晚上她似乎在试探我。我就知道这个女的一定有问题。主子，要不要杀掉？先不要急着下定论，暂时看来她并无恶意，与严嵩也不是一路。这次航儿中毒也是他割血相救，单凭这几次的救命之恩，也不能随意杀了。主子重义。不过他既然怀疑我，我们就不能再跟着，等消息来，然后我们就想办法离开。可是主子，我们要是走了，账房怎么办呢？会不会连累他？我们又不是逃走，到时候我自有办法。这粥好香啊，是和义兵换的米吗？你想吃？是的，不过我们不白吃，拿猎物换，行吗？哦，什么猎物？我兄弟昨天晚上在林子里打的，2只山鸡，1只兔子，我们留下1只山鸡，其余的都给你，行吗？你手艺不错，还会坐小车，不过那小车看着不像新的。那当然啦，新的半宿也做不好。我在驿馆后面的角落里找了一辆破旧的，修了修，反正他们也没用。有我夫君的威名在，他们也愿意做这个人情。你夫君的威名，你又没见过他，就那么信他？不然呢？我不信他，信谁？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要不我把猎物处理干净？不用，直接给我就好，我自己收拾。也行。二公子的确是被惯坏了。他不是被惯坏，他是被骗傻了，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。不过没关系的，他早晚会明白的，不着急。你没有放弃他？不会，就凭他是我夫君的弟弟，只不过我没什么耐心，就让他自己撞撞南墙，什么时候撞明白了，什么时候算。那严嵩呢？我看他总是针对你。昨天晚上我兄弟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想告诉你，但又怕你们还有情分，所以我和严嵩只有仇，没有情分。你说什么事儿？霍长鹤上前一步，在颜如玉的耳边低声耳语几句。二公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不过就是一个小车，瞧瞧你们一个个，怎么还想动手吗？不过就是一个小车，二公子说的轻巧，不知道你是能砍得动树枝，还是能装得好车轱辘。这小车是我给恒儿做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弄坏？你若敢弄坏一点，我就对你动手，不信你试试。二表哥，你别激动，还是没小车我背他，用不着你。二哥，你放下，这是嫂嫂给我做的，你别弄坏。旭儿，我跟你说的那么多，都白费了不成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母亲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是你们都被颜如玉蒙蔽，你们都被他骗得团团转。二哥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，我只知道是嫂嫂救我，照顾我，她没骗过我。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境地了，他能骗我们什么？能骗什么呀？姨母，您当心身子，二表哥也是关心恒儿心切，没有恶意的。我大哥下落不明，你就迫不及待地和这个人。大夫人一巴掌抽在霍长旭的脸上。你满脑子在想什么呢？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谁教你的这些脏东西啊？母亲，不要叫我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若是想不清楚，你以后就没有母亲了。我真想打开你的头，看看是不是装满了水。嫂嫂，推着我你会很累吧？不累，你很轻。你若是心疼我，就乖乖听话，好好养伤，而不是逞强。好，我听嫂嫂的。如玉，我来推吧，太辛苦你了。恒儿这么小，没什么辛苦的。是呀，母亲，要听嫂嫂的话，照顾好自己才是帮嫂嫂分担。恒儿说的对。好好，我听你嫂嫂的，听你们俩的。母亲，我也想要小车。呸，就他那小车，还不定是怎么来的。
八成是用了什么狐妹子手段。管他什么手段，母亲，反正我也要。哎呀，真是没用，药弄不到手，吃的也不行。怎么老大家就能找到那样的儿媳妇，我就不行？你们别说了，想点有用的行吗？二老爷看着颜如玉的背影，眼珠转转，于是把霍长兴叫到跟前，耳语一阵。这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？颜如玉说是霍长鹤的媳妇儿，但他们连面都没见着，你怕什么？生米做成熟饭，还愁他不听你的？可他那么厉害，我真是怂！哎呀，我教你，你看到路边那种开着紫色小花的草了吗？那种草，牛马吃了都要发情。一会儿你去采一些，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加水熬汁，找机会让颜如玉喝下去。父亲，他对我印象不好，我贸然靠近，他有戒备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真是笨，就不会找个帮手吗？哼，他可是大房的表亲，王府的小表姐，平时都看不起我。他有什么可高贵的？别说现在大家都一样，就算以前，你总归是王府正经的三公子。他呢，别说是表小姐，哪门子的表？他生母和老大家的连表亲都不是，就是个同乡。所谓的什么手帕交前来投奔，仅此而已，真当是什么大家闺秀。嫂嫂，你要错挂的是什么？这是丈房先生的侄子，用来交换粥的猎物，一只鸡，一只兔子换的，鸡还是活的呢。嫂嫂，我怎么觉得这鸡和平时的鸡不一样？这是山鸡，平时的那些都是家禽，再是不同的。你不是说想学杀鸡吗？这只留给你杀。金定，前面是不是要到河边了？做好准备。金定，你和我一起，一定留下。我不在时，你要多照看夫人他们，尤其二公子，他若再犯浑就打。可以打吗？可以。主子，东西在双峰山吗？属下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您身边？目前还不知道，一王庄园没有，双峰山的嫌疑就最大，到时候一看便知。你这边保持飞鸽传书，盯着严嵩和阮仙走，暗中帮助颜如玉，记住是暗中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主子，属下会想您的。嫂嫂，你快休息，我给你扇扇风。没事儿，我不累。你们休息，我去河边看看河里有没有鱼。还是别了吧，这河水挺急，我看着有点危险呢。咱还有吃的，别冒这个险。无妨，我先看看，不下水。想抓鱼吗？你要下水？抓几条鱼给我舒服。你想要吗？可以和你换。换什么？换点米或者野菜都行。哎呀，真是，咱仨谁都不会水，要不咱也下水去抓。等长兴把颜如玉拿下来，还用得着自己下水？也对，到时候我得让他伺候我，变着花样吃。儿子，草药采到了吗？放心吧，都在。不好了，有人被冲走了！救命啊！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哥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我兄弟也被冲走了。会游泳吗？会。怎么了？一起下水救人。不是啊，我你不想救你兄弟，我去追那个，你去找你兄弟。天爷呀，这是哪一出啊？主子啊，你可没教我，遇见这事儿怎么办啊？颜如玉刚爬上岸，大夫人就赶紧的走过来。如玉，怎么样呀？没伤着吧？没有，可惜人没有救上来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尽力了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是，我也担心嫂嫂，我去生火，嫂嫂烤一烤。你兄弟也没回来。母亲，把鱼收起来吧，我们去做饭吃，叫你叔父一起。他不是我叔父，是我丈爹。先吃饭吧，真是对不住，要不是为了抓鱼，这也不会。哎，夫人说的哪里话？不怪任何人，都是命。夫人千万不要自责呀。是啊，夫人，您要保重身子。等王爷回来，
看到您平平安安，那才是真的好。如玉，下午我来推小车吧，你歇歇。母亲会推吗？我推慢点儿，可以学会的。现在严嵩正盯着我们，巴不得我们出事，好找个由头对付我们。母亲若是想学的话，等过2日，过2日到了城镇那边，我们也买些东西，到时候您来推。好，我听你的，到时候你教我。张房先生和他女婿也不容易，他年纪也不小了，跟着长河好些年，说起来呀，也是咱家连累了人家，现在这又出了这样的意外，要不就互相照应些。应该的，我听母亲的安排。他那女婿别看胖，还挺灵活的。是呀，长河身边有个侍卫，白润润的，还有个讨喜的名字，叫银锭。真像你说的，这身手可真不错。还别说，之前没注意，现在打冷眼一瞧呀，他和银锭的身形还挺像的。银锭洗完锅回来，见大夫人和颜如玉都盯着他，他心头有点发毛。夫人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母亲说你长得像夫君身边的侍卫。那夫人可就抬举小人了，小人哪能与银锭侍卫相比？我可没说那个侍卫叫银锭。我结实啊，听长爹说，王爷身边就有个结实的侍卫，就叫银锭。夫人，小人愿意出一份力，这小锅就让小人来背着吧，小公子也由我来推吧。傍晚时行至一间破庙的附近，严嵩下令休息，晚上就宿在庙里。交了吧你，知道规矩吗？就往里面闯。规矩不是你家大人定的吗？你去问问他，跟我要不要讲规矩。我说王妃啊，这会儿就别摆架子了，上次大人是被你胁迫，逼不得已，这回你还是尽快的去问问，以免耽误你家大人的大事，你担当不起。母亲，带恒儿进来吧。如玉，我来收拾，你去歇着。那我去找一些干净的草来，晚上铺一铺，被子留着盖。好，你要小心些，我总觉得二房的人有些怪。我知道了，母亲您放心，我去了。二表哥，张房先生好像也藏了钱。那也与我无关。仙草，你等着，我去找母亲，让她带你进去。二表哥，我的意思是，张房先生在王府时管的就是王府的钱。你是说？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替你不平。我算什么呢？本来就不是王府的人，但二表哥你不一样呀，你是王府的公子，长鹤哥哥不在，就应该由你来顶替门户才是。二表哥，张房先生再如何也是个下人，还有他身边的子侄似乎也都和颜如玉关系不错，二夫人也带人进去了，总觉得他们之间怪怪的。大人，奴婢见过大人。何事？大人，这是给您的。严嵩哼笑一声，取下一块鸡肉，手一扬，便像喂狗一样扔给了他。谢大人。好吃吗？我把东西给他了。颜如玉又把一个小碗递给他，喏，汤我还你。你不会好好说话吗？仙草是把自己的人参煮了汤给你。三公子霍长兴正好从里面出来，与他擦肩而过，深吸了一口气。这么香？你走不走？别在这堵着门口，快点，腿短你就倒腾快点。你胡说什么，胖子？你才胡说，我这是结实懂吗？不会说话就别说。王你自己还说自己是读书人，读了半天还是不会说话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不知所谓。我能麻烦你一下吗？我的后背好像不知道被什么划伤了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我给你看看吧。姨母还是照顾恒儿吧，我正好也想道个歉。去哪儿？就那边树后吧，这边人太多了。脱衣服。什么？听不懂，这里没有别人，别装了。我装不装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颜如玉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
一个小小侍郎家的私生女罢了。别说你，就是你那个嫡姐又如何？我照样不把她放在眼里。哼，她呀，她的下场你不是看到了？你，没错，是我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颜如玉，你别装神弄鬼了。实话告诉你，就算你嫁进王府又如何？就算你讨得夫人欢心又如何？哼，你猜，你要是变成了一个荡妇，给霍长鹤脸上抹了黑，他还会喜欢你吗？哼，还不出来！阮仙藻还沉浸在马上就要置颜如玉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的激动中，直到霍长兴一把抓住他的手臂。你干什么？颜如玉在那儿！霍长兴，你放开！老大家的，今天晚上吃什么？有父亲的份儿吗？好了，坐着休息，争取快点好。母亲，嫂嫂怎么还不回来？应该快了，你乖乖听话，你嫂嫂呀就高兴。老大家的，你还真心大。这颜如玉和你家长鹤别说洞房了，连面都没有见到，你就让这小子一口一个嫂嫂的叫，也不怕这中间出什么岔子？母亲，会出什么岔子？嫂嫂会离开我们吗？不会。哼，这天下的事儿可难说得很呐。以前谁能想到这镇南王也有靠不住的时候，荣华富贵都能一朝散了，何况一个女子的心？人心善变，还指不定。哦呦呦，镇南王是边关战山，边关百姓和数十万将士都不说他靠不住，轮得你一个老娘们来说吗？不过呀，边关百姓知恩图报，将士忠义，数百数千他们那样的也比不过你一个这样的白眼狼，毒蛇毒蝎子，咬一口那不得了。别说镇南王，换我也不愿意让你靠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才好。想要荣华富贵，叫你儿子去挣，一天天不干正事儿。我们大房给你儿子收拾了多少烂摊子啊！我儿子至少风光过，曾经被封王。你儿子干过什么？青楼里的王八吗？行了，闭嘴吧。可他们，哼，我不和你们一般见识。夫人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小伙子，我求你件事。夫人，你有什么吩咐只管说，可别说求啊。如玉出去好一会儿了，你去瞧瞧。我这心里头呀，总有点不踏实。就听到树林子那边传来一声尖叫，是女子的声音。星儿，我的星儿呢？哎呀，我好好的儿子呀！我儿知书达理，还未娶妻，怎的就被这狐妹子不要脸的勾了去？颜如玉，你给我出来！老大家的，你过来瞅瞅！我叫你胡说八道，我叫你给如玉泼脏水！颜如玉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！我叫你勾引我儿子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！你还护着他，你是魔怔了吗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他和你儿子没有洞房，现下引诱了我儿，那他就得给我儿做妾，不，做奴婢。闭嘴吧你，也不嫌丢人。我丢什么人？丢脸的是你们。星儿，你过！你敢阴我，贱婢！凭你也敢阴老子？素儿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在林子里？怎么不能是他？怎么的？是他，你挺失望啊？还说严大人是你儿？你儿有这么威猛吗？说，是谁让你们这么干？素儿，我儿子呢？你不要怕，好好和大人说，是不是严？哼，是不是什么？是不是你那无耻的儿子都被流放了，还耐不住下流的本性？你怎么会？我怎么？我不过是去捡几根柴，就听到你在这大呼小叫的，还时不时喊我的名字，叫我做什么？叫我看你在这发疯。严大人，哼，您这是唱到哪一处啊？严嵩一把抽出手下的腰刀，抵住他的喉咙。说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忽然林子里又传来一声的尖叫。有没有伤到啊？我没事儿，母亲不必担心。仙藻，
怎么是你？仙枣，你我的心儿啊！很快，二夫人和一个人被一起拖了出来。那人浑身是血，喉咙上插着一把匕首，已经断了气。大人，是你杀了我儿子！阮小姐这是怎么了？吓到了？是你杀了我儿！滚开！你儿子下流与人苟且，本官还没有治他私自离开队伍之罪。你叫嚣什么？本该你们家一家都受罚。如今他死了，本官宽容，也就免了你们的责罚。本官的匕首被人偷了，敢偷本官的东西，让我知道是谁，我定叫他好看。我儿子都是听话，从来没有与人结怨，谁会杀他？分明就是你们！你要是想陪你儿子一起去，本官就成全你。哭着哭着，忽然在尸身上嗅到了香气。贱人，是你害死我儿子，还我儿子命来！我打死你，替我儿子陪葬！不要，好痛啊！二表哥，救我！他死和仙枣无关，仙枣那么柔弱，怎么会杀了他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仙枣他身上也有伤。我长旭，你就是一个混账笨蛋，脑子有病！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吗？他的心肝肠子都是黑的。要不是他让我儿子去找颜如玉用枪，我儿子……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你问问他，今天晚上熬的是什么汤？霍长旭，你就是个白痴，比你大哥差远了。你知道原来你院子里的那个二等丫鬟柳儿是怎么死的吗？她不是什么溺亡，而是被阮仙枣推到水里，用杆子压着她的头，活活淹死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没有，你胡说。因为柳儿给王爷打帘子的时候笑了，她一心想嫁给王爷，绝不允许别人动心思，尤其是那些长得有几分姿色的丫鬟。其实死的不止柳儿一个吧，今天也是一样。小姐让我给严大人送香囊，香囊里掺了迷药，能把人迷晕。她和二房的人合谋，想把颜如玉糟蹋了，让我骗颜如玉。我害怕，不想冒险，更不想干这种缺德事，就把给严大人的香囊换了。不知道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，我也不敢去骗颜如玉。素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知道这2天我疏忽了你，可我自己也……小姐，您别再说了，奴婢对不起您，奴婢的命是您的，要杀要剐您拿去，可那种事奴婢真的做不出来。奴婢只是躲在林子里，其他的没有听到，也没有看到。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他不同意你害人，你色诱不成，你就把他杀了。大夫人重重地吐了口气，不想再看，拉着颜如玉和霍长恒进了庙里。大嫂，如玉，你们也别怪父亲，他年纪大了，这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谁也受不住。大嫂，都是一家人，为何不能好好商量？二嫂和长兴平时确实不太对，但也罪不至死啊。三夫人，你的意思是霍长兴死怪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商量。商量什么？我们跟你们什么都商量不着，倒是你们已经和我们一家断绝了关系，也已实施了，为什么总是不长记性？他们一家设计害如玉，跟我们商量了吧？现在他自己作死，反倒怪我们了。哼，刚才二夫人还没看清是如玉呢，就大呼小叫，又喊又骂的，你看不懂吗？我今天就把这话放在这里，如玉是我的儿媳，除了她，我谁也不认。方才那位小哥做好了饭，我们快吃。这么好吃啊，就得吃光了，一口都不剩。如玉啊，真是对不住你，刚才的事啊，我想想都后怕。万一你……不会有万一的，母亲，您放心，我时刻紧依着呢，他们害不了我。再说了，我知道他们的心思，他们的手段也拙劣，只要您和恒儿好好的，
我就什么也不怕。如玉啊，那是出城时严家与你断绝关系，这严嵩佑，你之前在严家定然过得艰难，以后啊，我定会好好疼你。母亲，您能来一下吗？有事就说。母亲，先早受伤不轻，能不能给他点药？哼，他好不好意思用药我不知道，你是怎么好意思张开嘴来要的？二哥，刚才听说是仙枣姐姐要害嫂嫂的，对吗？不是的，仙枣说是霍长兴骗他的，他也不知情。可是他死了。够了，旭儿，仙枣在哪里？如玉，我去和他说清楚。怎么着，他也叫我一声姨母，在我家也住过许久了。这次，母亲，我明白的，您拿去给他吧，给了他这点药，也算仁至义尽。嫂嫂，你别生气，我站在你这边。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哦，什么秘密？我也不喜欢仙枣姐姐，她平时笑眯眯，其实不笑的时候可凶了。哼，荷儿眼明心亮，聪明。仙枣，这是外伤药，给你。谢谢姨母。你不用谢我，这是如玉给的。仙枣，其实你本可以避开这场灾劫，可天意弄人，你也没能走得了。仙枣，说起来我也有责任。当初你拿着你母亲的帕子来，我见你是一个孤女，可怜无依，同意你入府。姨母，今天的事，不管是你找的霍长兴，还是霍长兴找的你，要害如玉，这是事实。既然动了这个心思，那我也就容不得你了。姨母，我不是。是与不是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大家还是走同一条路，但我们不再是一路人。姨母，我满身伤痕，你也来逼我吗？好，连您都容不下我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这就去死！二表哥，你别管我了，以后也别再和我说话了。母亲，仙枣今日已经受了大罪，她一个女孩家遭此大辱已经够可怜了，何苦还要逼她呀？母亲，我逼她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逼她了？旭儿啊，他和霍长兴一起要害如玉，难道是我逼的吗？旭儿，你糊涂，我不能糊涂。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，我只告诉你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大夫人转身就走，你对这条路熟悉吗？那当然，我们之前经常走这条路。你想问什么？那前面是哪？前走6、7、10，有一个小山坳，过了小山坳就是双峰山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今天晚上会住在小山坳。这山可了不得，一会儿到了山坳，我去找吃的吧。这里您不熟，万一走错路遇上山匪，那可就糟了。山匪？正是，这山头闹匪患有一阵子了，但折腾的并不大，朝廷也还没有派兵剿匪。本来王爷打算回来的时候捎带着平定山寨，谁知有山匪，那就一定有查报了事呀。母亲，你们休息，我去找点吃的。如玉，别去了，咱们还有些干粮，够吃的。能放的干粮先留着，要是哪天找不到了再吃。我刚才过来的时候，看到路边还有不少的野菜和野谷呢，没准我们能吃顿不错的粥呢。银钉刚从草丛里站起来，一回身看到了颜如玉。您怎么没休息啊？你在干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刚才看见一只兔子钻进去，我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兔子洞。您去休息，我来找吃的。这是什么？一种野菜，鲜嫩清香，用来煮粥最好。我帮您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。孩儿还小，不能只吃这些。这是什么蛋啊？哪儿来的？草丛里发现的野鸭蛋，正好给你和荷儿补补身子。我好着呢，不用补，你和恒儿吃。嫂嫂，你看我的腿马上就好了。恢复的挺快的。嫂嫂，
我想大哥了。恒儿，你看天上的星星，找最亮的那颗。你大哥此刻也在看着那颗星星，他会知道你在想他的，他也在想你。大哥，我好想你啊，你也在想我吗？我和母亲都很好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吃过晚饭，收拾完毕，颜如玉闭目养神。今天晚上定是无眠之夜。突然，从山凹外面的树林中响起一声尖笑，一支信号箭带着火光冲上云霄。刚才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觉得头晕晕的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暂时还不知道，母亲别担心，你和恒儿在一处，别分开。好好。哎呦，糟了，好像是山匪。我能相信你吗？能啊，这是什么？能，吃了它。你若是可靠的，就吃了。这是毒药，放心吧，不会立刻发作的。你好好的照顾恒儿和母亲，势必我自会给你解药。那您呢？我去看看，你若还信货，就守着母亲。各位，在下严嵩，敢问你们可是双峰山的？什么双峰山？严嵩，我们就是来取你这条贱命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最近干了什么事，心里没数吗？原本的好前程让你毁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你们是严家派来的？哼，算你聪明。既然说开了，那就受死吧。没得商量？200两金子，怎么商量？哼，200两金子，老子的命就值200两。不然呢？严夫人说了，你一个庶子，贱妾所生，能开到这个价儿，已经算是抬举你了。各位，200两金子我身上是没有，但我保证，只要今天各位高抬贵手，我以后自当有厚报。你把我们当傻子吗？以后我们不看以后，就看眼前。弟兄们，拿下他！严嵩闷哼了一声，一回头看到了不远处的颜如玉。颜如玉还不帮忙？我帮你？凭什么？他们是严夫人派来的，你以为他会放过你？现在你我联手，我必不会亏待你。等来日回到京城，一并找他报仇。快呀！正打算出手，忽然林子的深处又传来一声呼哨，响彻夜空。来人了，撤！大当家，敢问可是双峰山的大当家？你是何人？在下严嵩，此番押送流放人犯去西北，路过这里，大当家。流放犯是霍家的人吗？哼，大当家身上怎么会有追香丸的味道？哈哈，这位是？我是霍长鹤的妻子。原来如此啊！在下虽然占山为王，但以前也曾参过军，镇南王的威名如雷贯耳。今日得见夫人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两人呢？严大人受伤，行动不便，请他去寨中歇歇。相请不如偶遇，夫人若是不嫌弃，不知能否到寨中住一晚呢？下面山凹中都是我们的人，不知大当家能否容得下？当然，不仅容得下，还能好好招待。好好招待就不必了，借宿一晚即可。明日我们还要继续上路。如玉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母亲。谁也不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母亲，收拾东西吧。这行吗？他们可是山匪，我们要是去了，会不会……没事的，母亲，我们留宿一晚就走。再者，他们人多，连严嵩都带走了，我们若是不走，恐怕也不行。母亲，是枣泥酥，你最喜欢的枣泥酥，还有我喜欢的桂花蜜糕。嫂嫂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都行。如玉，你住里屋，好好休息。我和长恒住外屋，这几天实在辛苦你了。我没事，你们住里面，里面安静，我在外面。母亲，就听我的吧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您没休息？颜如玉又拿出一颗糖豆，交给银锭。您是缺什么东西吗？我去和他们协商。我刚发现，原来一个同村的兄弟，现在在这里当个小头目。不缺，就是睡不着，想在周围看看。你在这里守着，寸步不离。哦，对了，刚才的也是毒药。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当颜如玉抵达议事厅时，严嵩已经在厅里。严大人，伤好些了吗？多谢大当家的关怀，这点小伤不碍事。
既然如此，那本寨就长话短说。严大人和双峰山想怎么合作呀？大当家，莫先生没有和您说过吗？本寨要听严大人说。莫先生只说让我带着队伍在山坳中停留，然后来到山寨中拜见。他说大当家为人豪爽，不拘小节，把事务交给刘军师，到时候刘军师见到我，验明正身，自会带我拜见大当家。刘军师，除了他，还有别人知道吗？莫先生没说，只叮嘱我要听刘军师的。严大人可知莫先生是什么来路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莫先生每次来都是穿着黑色斗篷，头脸遮住。哈，这样啊，那你与刘军师对一对，看能否对出什么有用的消息来。严嵩回头，被拖进来的人浑身是血，脸上的血迹交错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面貌。严大人是不想说还是不知道啊？帮帮严大人！一旁的山匪一拳头砸在严嵩的伤口上。怎么样，想起来了吗？弄醒刘军师，劳烦严大人再说一次。是你？刘军师，人见着了，把该说的都说了吧？我知道的都说了，真的。莫先生只说让我验明严嵩的正身，然后带他见大当家，其他的都由大当家和严嵩谈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，这刘军师被打糊涂了？在说什么？忘了说明一下，我不是原来的大当家，原来那个让我杀了。原来的大当家不肯合作，说话还不好听，寻死觅活，还叫嚣让我杀了他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成全他，不愿意活的就成全，愿意配合的都活着。刘军师这不是就活得好好的？我这人就是这么好脾气。大当家，我出身不好，只想出人头地。莫先生找到我说提拔我进士部或者兵部，接触过程中就一点没发现什么？他身材不高，很瘦，右腿似乎有点跛，声音应该是刻意改过，听不出什么。他右手手腕上似乎有什么印记。距离天明还有段时间，严大人慢慢想，不着急。来人，把他扔到前面村子去，那里有几户人家被他糟蹋了女儿，把他交给他们处置，如何？有个山洞，里面有什么？没有。这里之前不是搜过，什么也没发现吗？这是新被砍断的，费这么大劲把山洞掏空，就为了空着。脚下似乎踢到了什么东西，一把锁，被斩断的锁。有人来过，比我们早了一步，去审，看有没有人知道这里原来有什么。主子，好几天都没见了，属下可想你了。哟，您瘦了些，这眼罩真英武，主子就是强，当独眼龙都比别人好看。主子，事情顺利不？查到了不？您的冤屈是不是能洗清了？属下还有些话要对您说。闭嘴，你又怎么了？说你一句，还使性子了？不是的，主子，以后要是没我了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啊。要是解不了冤屈，你就干脆不要解了，去西北当王，反正那边都是手下败将。春天别着急着换薄衣，夏天别中暑，秋天果子熟了别吃太多，容易积食，冬天别受寒。对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和王妃生几个小主子，到时候带着他们去给属下烧纸。见三夫人的女儿霍云染正站在门前，有事？如玉，不，嫂嫂，对不起，我一时改不了口，真是对不住。要是我知道王府会有这一难，当初也不会劝你嫁给我大哥了。嫂嫂，我知道你定是伤透了心，我本来想好好和你解释一下，但一直都没有机会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昨天二伯母那样污蔑你，我也听见了，更没想到阮仙嫂那么坏。嫂嫂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定会助你的。嫂嫂，你要怎么助啊？事已至此，目前只能先跟着队伍走，等过几日到宿城见到我哥哥，我会让他想想办法。如果你想和离，我也可以和哥哥说。和离？是啊，你和大哥还没有见过面，
也没有行过对外之礼。若是大哥安然无恙倒还好，可现在他下落不明，我想大伯母善良豁达，也不会强拉着你不放。毕竟西北之地不是什么好去处。不过如果大伯母不愿意也不要紧，到时候让我母亲和他说一说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总会说通的。这么晚了，王妃还没有休息啊？她找我有事。这位是？嫂嫂，我先走了。大当家有事儿？哈，我是路过，听到有说话声，以为是有人不懂规矩，打扰了王妃休息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大当家有心了。王妃，你相信王爷是清白的吗？自然。王爷现在下落不明，王妃与他素昧蒙面，这信任从何而来啊？哼，大当家这个问题未免好笑了些。我对我夫君的信任还要问个来处吗？再说我夫君威名赫赫，天下皆知其忠义。大当家请回。主子，您帮我药都解药了吗？你这是吃最后一顿去了？曹军医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您老一向可好？身子骨还结实吗？吃得好，睡得香。我听王爷说你快被毒死了，哎，怎么不毒哑呢？好着呢，哪有什么毒啊？少吃点比什么都强。哎，不对呀，我吃了2颗毒药啊，而且……嘿，你敢怀疑我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你刚才说而且什么？而且……哦，属下是想说，那2颗毒药还挺好吃，嘿嘿，甜甜的，香香的，最后又有点苦苦的。哼，不管什么味儿，反正没中毒，浪费我时间。我正配方子呢，别来烦我了。你也不想想，他匆忙出嫁，接着王府被抄，哪来的毒药啊？8成就是吓唬你。怎么样？他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，不过我瞧着他像是动了心。母亲，哥哥不是让我们耐心等，到了速成再说吗？是这么说，但你也看到了，颜如玉性格太强悍，出乎意料，我们必须要和他打好关系，到速成之后他才不会怀疑，你哥哥也更好行事。你最后怎么跟他说的？反正我看着他是动心了，没说反驳的话。后来那个独眼的山匪来了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那个山匪头子去找他了。阮仙藻刚才还想挑拨我和颜如玉，我没上他的当，不必理他。就是霍长旭那个傻子还拿他当宝，他现在名声坏了，还失了清白，对我们没有什么用。我这心里总有些不安生。颜如玉模样太出挑，你瞧瞧之前账房家的那几个子侄都围着他转，这次这些山匪可不是吃素的。母亲，你是担心山匪也会打颜如玉的主意？他们不是说是因为敬佩霍长鹤才让我们来的吗？哼，这种借口你也信？我之前白教你了。嫂嫂，快看，我的伤口是不是又好了些？如玉，我总觉得在这里不踏实，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上路啊？应该可以，您不用担心，我们都是流放犯，还有那么多的官差，若是真出了事，就是公然对抗朝廷，他们不敢。说的也是。夫人，你起了吗？我们来送早膳，这就是我的同乡，他来送早膳，您看看合不合胃口？严嵩呢？他呀，正和大当家在厅里说话呢。你倒是清楚。露馅儿了，也一起用吧。账房先生呢？夫人，你们吃，我们在那边用。大当家的人可好了，给大伙都准备了。啊，那就好。你吃过了吗？要不要一起？哎，我说，你怎么吃饭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哼，什么意思？是你脑子不好，还是他装失忆啊？不是许下愿望说恒儿若是能康复，3天不吃饭的吗？这还没有3天吧？看来你们既没把恒儿当回事，也没把神明当回事儿。张嘴不但能胡说，还能吃饭，哼！吃吧吃吧，别好像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。行，不吃就不吃，难不成我还能饿死？我问你，昨天晚上
是不是你让人把三房一家赶到空地上睡的？呵呵，别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。你行啊，挺厉害的，这才认识山匪就能让他们听你的。你二公子，听闻王爷有2位兄弟，二弟天资聪颖，虽不通兵法，但一心读圣贤书，在京城也有些才名。没想到今日一见，二公子这番做派真让人不敢恭维啊！糟蹋良知在先，不分是非在后，口出污言，不敬长嫂。若是你兄长在，怕是不能饶你啊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没资格，他二公子又有什么资格对长嫂不敬啊？他是不敬婆母，不护幼弟，还是怎么了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指的并非是手中利刃，因为二公子的脏心和污言也是刀。你区山匪，也配说这些道理？在下是山匪不假，但从未仗势欺人，更没有挫伤过一条人命，行忘恩负义之事。倒是二位实在令在下惊讶呀。二表哥，别说了，嫂嫂，你说句话呀。二表哥是家人，总归是为了你好呀。为我好？我没感觉到。刚才他说我，你不说话，现在他被骂了，你让我说话，可真行。算了，看见你们就心烦。快点分发食物，吃过好上路。我们正好要去速城一趟，同路。真是巧。小公子，不如我来背你，我有的是力气。不用，有我嫂嫂推我。你去把颜如玉叫过来。哼，大人叫你，让你过去回话，你还有闲工夫在这喝水？不去。你敢不去？我当然敢。你把严嵩当神供着，可他在我的眼里连条狗都不如。你敢骂他？你等着。如玉，你说那个山匪也去速城，是去干什么？这么明目张胆，不怕被抓吗？去干什么不太清楚，目前来看应该不怕被杀。不过他既然能让严嵩答应同走，就必然有几分本事啊。你说的也有理，不知道这严嵩怎么会答应，也不怕出事。严姑娘，大人请你过去一趟。叫我王妃或者霍少夫人。你们大人请我做什么？这我也不知。大人身上有伤，行动不便，少夫人还是过去一趟，否则大人不会罢休。母亲，我过去一下。你并没有和镇南王拜堂，为何要以少夫人自居？若是到了西北，你还能另谋出路。什么出路？再嫁他人？马大人，若是你出身就家遭变故，令尊被迫与你们家人分离，你能对旁人说你没父亲吗？你知道这种说法并不恰当，与镇南王府的情况也并不相同。再者，我是好意，你何必如此？你的好意我用不着。你还挺难请的。怎么，有人告状了？没错，他说你骂我。不过看在都姓严的份上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，我便不和你计较。什么事儿？我看那山匪对你不错，今天晚上我会下令守在前面的小村子，村子外有个小树林，到时候你把他约到小树林去。行是行，不过你说你布局的毛病好了吗？你说的这个和今天晚上的事无关，你只说你答不答应。让我答应也行，我有条件，过了这个村子就是小镇，休息半日，让我们买东西。可以，你最好别耍花样。他们是山匪，即使今天不死，早晚也逃不了。一旦事成，我会上奏显明，给你记用。哼，严嵩，难为你到现在还想着立功，你怎么伤的？忘了吗？严府的那位会让你活着回京吗？没事吧？严嵩没有为难你吧？为难我？他的手段还不够。倒是大当家的你，胆子挺大，只带一个人就敢跟着严嵩走。你可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官差？有多少我也不惧。你看我嫂嫂的黑山鸡好看吗？嫂嫂最好了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大当家，母亲，我去就回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恒儿饿不饿呀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前面有村子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一个小村子，大概100多户人家。村子外有个小树林，今天晚上你来小树林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
办法也好，那就照做。事关生死，还望大当家能够重视。这是自然，您放心。大当家到速成之后就会离开队伍吧？是的，我带手下。你准备做什么与我们无关，大当家不必透露。俗话说，己事不密则成害。我们就是流放犯，日后一别，山高水长，不必再见。母亲，真让你说中了，那个大当家果然没安好心。这种人懂什么礼数，无非就是见色起意罢了。颜如玉果然上不得台面，不是大家闺秀，就是缺教养，和几个男人勾勾搭搭，真是没眼看。母亲，您这话说的，他越这样，等到了速成，不是更好促成吗？也对，他这样的身份，能为你哥哥铺路，换来前程，也算是他的造化。这张脸没白费。不过我们得看紧一些，我看那个山匪也不是个善类，万一他们……我们不用急，会有人出头的。颜如玉，二公子，你的教养去哪儿了？你一个山匪也配和我提教养？山匪只是个身份，如同二公子的身份一样。如果丢了镇南王府的名头，二公子似乎把礼仪廉耻都丢干净了，包括脑子。二公子是想动手吗？实话告诉你，若非看在夫人和王妃的面上，我连句话都不想和你说。二公子，如果我没猜错，是阮仙早叫你来的吧？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想说什么，和没脑子的人没什么好说的。为什么我只是想维护大哥，却不被理解？走走停停，在黄昏时分，看到远处村子的轮廓。嫂嫂，我们也去借东西吃吗？我们不用，村子里的人估计也不太富裕，我们还有干粮，等到了我再去找点野谷子，不用去麻烦别人家。等我伤好了，我也要陪你找谷子。我知道村子外头有条小溪，这个世界有不少小鱼虾，虽然不及原来的大鱼，但也挺鲜。你倒是心宽，忘记你的2个兄弟都是被水冲走的了。不管是去找吃的还是去借，半个时辰都必须回来。如玉，你休息，我去找。他们都去问人家村民要，我担心这样不太好，你还是留在这里吧。母亲，不用去找了，反正也够吃，还是不去冒险。那行程算，明天再走1天就能到镇子上了，到时候缺什么再添。好，听你的。当家的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天哪，你好烫啊！你救救他呀，他是你儿子，我儿子没了，你也想你儿子死吗？老三，你去看看二哥，父亲，二哥的确在高烧，我也不是大夫，看不了啊。是你害死我儿子！放开我！还我儿子的命来！还我星儿的命来！不是我没杀你儿子，是他是扫把星，他一嫁进来，王府就被抄家，我们才沦落至此。如果不被抄家，你儿子也不会死在半路上。你胡说，我嫂嫂那不是扫把星，我嫂嫂是我和母亲的救星，你才是坏人，我不喜欢你，你才是坏人。仙枣，你莫要胡说，红儿说的极是，也是我想说的话，你还是离我们远些。姨母，你和他才在一起几天啊？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？我可是和你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呢。是啊，我们王府养了你好几年，已经仁至义尽，你不思报恩，却屡屡出口伤人。如玉是我的儿媳，你说那种话，居心何在？姨母当真如此狠心，不顾我的死活吗？死活？谁的死活？我儿子死了，怎么还能再活？住手！嫂嫂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我不怕，别人这些人的疯劲儿吓到你就行。我胆子大，吓不倒我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不要怪姨母和……你又干了什么？旭儿，住口！你要糊涂到什么时候？二哥，不关嫂嫂的事。霍长旭，你也忙心瞎，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刚才谁打的他？你没看见？关我什么事？小姐这是老毛病了，没事的，掐一下就行了。贱婢，你
你想痛死我！少姐，我也是担心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母亲，恒儿，来喝粥了，顺顺气。我怎么觉得二夫人有点不太正常，似乎无论怎么样都是活该。他们一家想害你，结果自己倒寻了死路。哼，这是老天有眼呐！母亲，三夫人如何？我以前管家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，端不平也只能是委屈咱们自己。二夫人闹闹喳喳，嘴上逞英雄，可实际上真正长尖牙的那是三夫人。二夫人还经常说三夫人少言寡语，性子软，凡事不出头，觉得她自己厉害，经常因为嘴上占了便宜而沾沾自喜。哼，可她没瞧见三夫人不声不响，可该得的好处一点没落下，人家还得了个不争不抢的好名声。我本以为平时对他们不错，这次流放怎么也得互相照应着些，可你瞧瞧，别说互相帮衬，最先撇清关系的就是他们。怎么啦，如玉？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没有，您别担心，我就是觉得三夫人话不多，但句句都绵里藏针，不是好相遇的。不过现在咱们和他们都断绝关系了，也不用顾忌。不错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支持你。你就该多笑笑，笑起来多好看呐！正是花朵一般的年纪，这说起来也是我们拖累。唉，母亲，您再说这种话，我可真笑不出来了。好好，我不说。以后咱们到了西北，我就重新做绣活。不是我自夸，我的绣活呀可好了，保管能挣到钱。那是自然，我相信母亲做得好。如玉，等到了西北，我第一件事就是亲手给你做件衣裳。嫂嫂，我也会，我会做球，给你做一个球玩。好，那我就穿着新衣裳玩球。这山鸡倒是挺有趣啊。是挺有趣的，一个孤人给我换吃的，用它来交换。故人？对，已经故去的人。我嫂嫂说了，先养着，万一哪天没吃的再说。我嫂嫂还答应我要教我杀鸡，我嫂嫂是不是很厉害？杀人了！喊什么？官爷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谁杀人了？杀了谁？就在一片空地上，人头还挂在杆子上呢。没事，不用怕。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母亲，你们在这，我去看看。如玉，此事和咱无关，别去了，我怕你出危险。母亲，我觉得事情不太对，夫君下落不明，我们却不能就此认命。万一这里真有什么线索，我不去看看，不能心安。如玉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母亲，你照顾好恒儿，我去就会。跟着马大人他们，不会有事。我也去。马大人，有事？大人，我想一同去。此事尚不明朗，或许会有危险，你还是别去了。你如果想知道，等稍后回来，我会告诉你。多谢，但我还是想去看看。你哼什么？没什么。侯龙养，你之前认识马丽雨吗？不认识。我以前有个兄弟在王爷身边效力，他经常跟我说起王爷。我记得他说过，王爷曾提到过马丽雨。怎么说的？马丽雨入禁军时，王爷还正担任禁军副统领一职，后来要去疆场，这才辞去。要知道，禁军都是皇帝的卫队，因此身份家世都要查明。马丽雨的身世就有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大人，那边。你们是何人？要干什么？您是？我是这村里的李正，我们路过，我是押送犯人的差官。既然路过，那就好好走路。有人来村里要东西，能给的也都给了，别的也帮不上什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这就告辞。马丽雨正要带人往回走，那位李正突然捂住心口，痛苦地弯下腰。您怎么样？你们别走，站住！定然是你们私自闯入，惹怒了真人。什么真人？与我们何干？你干什么？此事马丽雨会处理。他处理不了，倒是你，
站在这别动。这个村子离你的山寨不远，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你的。你被认出来更糟糕，把他放平，快！你是何人？胡乱吩咐什么？要想让他活，就照我说的做，否则他有可能会死。还不照做？人死了你们负责吗？你到底会不会？这是治病还是杀人？就是，你存的什么心？这么压，没病也得压出病。你起开，我们不要你治疗，你根本不懂治疗。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他不会治。要是我们李正有个闪失，该当如何？本官在京城也是皇上身边的亲卫，不像你们这个小村子，人才倒是不少，居然敢当面质问本官了，都滚到一边，出了事本官负责。正在此时，远处又来了几个人。你是何人？人头是怎么回事？属下不知。你是怎么把刘军师交给他们的？一扔。你是何人？这位是陈默，是我们村长家的陈公子。村长家的公子？本官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称呼。你是何人？好大的口气！本官是何人？不用跟你交代。休说你和你父亲，就是你们县令到本官面前，也得行礼回话。原来是大人物，草民真是失敬。不过草民也没有犯法，大人还是别吓唬草民，草民胆子小。此女是医生吗？如果不是，还请大人命他退下。李正与家父是至交，我们虽是小人物命贱，但总归是条命。大人若是如此对待，随意找个人来医治，怕是不合适。既是至交，就更该以李正性命为重。你也不是医者，退下如何？你会治吗？如果不会，就少废话。李正，你醒了，真是吓人呐！感觉怎么样？好点没？都退开些，别围着。你方才要找这个兽医替换我。仙子，你以后要多加注意，莫要再受刺激，否则当有性命之忧。多谢姑娘，方才老朽言语无状，还请原谅啊。知道我们没有恶意就好，人也救了，我们这就回。方才是我们无礼，误会了大人和姑娘，相逢即是有缘。不如这样，在下家中距此处不远，请诸位到家中用膳，不知可否赏光？不必。大人是不是还在生气呀？怪草民刚才无礼，那草民给大人赔罪了。我们可不只有这些人，一共有几十口，陈公子怕是请不了。姑娘放心，一顿饭我还是管得起，让其他人都来，没问题。这不行，犯人不能随意分散离开，本官不想惹麻烦。大人，难得陈公子一片善意，这样拒了怕是不好。的确，大人，在下绝无恶意，也不会给大人添麻烦。不如这样吧，大人说了不能随意让犯人挪动，可陈公子的盛情又难却。对了，陈公子可以把米面送来，我们自己做，既能成全了陈公子的善意，又不让大人为难。大人看如何？好，此法甚好。陈公子以为呢？陈公子不会不同意吧？怎么会？姑娘所言的确更合适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，等陈公子送米面来。走，公子，他是不是仙子啊？回去准备东西。是你打的那个兽医？不错，是我。哼，砸得好。你真这么觉得？哼，不然呢？那种人不给他点教训，都对不起自己。说的是，我也这个意思。那个李正是什么病啊？年纪大了，心脏不好，受不得刺激。我觉得这个村子有古怪。我也觉得。我想稍后再过来看看，不能打草惊蛇。你可愿意同行？愿意。那今天晚上严嵩的事怎么办？没事，我们去村子里的时候，严嵩必然会发现的。到时候就让他带林子里去找吧，我们回来再治他。行，听你的。你什么打算？那个姓陈的应该没安好心。哼，管他安的什么心呢？粮食是必须要送出来的，到时候大人给大家分了便是。都分了？当然不是，1/3给我们，剩下的再分3份，2/3分出去，1/3给霍家的2房、3房，2房少，3房多一些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几位官差大人，那你们再抽一部分吗？不用，我们都带着干粮。行，那就不客气了。大人，草民带来的东西不多，一点心意还请笑纳。
把东西放下，一会儿统一发放。陈公子，小车你们推回去，本官替他们多谢你的好意。大人不必客气，略尽些绵薄之力也是应该的。这几个都是我的朋友，平时干惯了农活重活，不如让人们把东西搬过去吧，别让几位官爷沾手了。这位马大人，瞧着倒是不错，比严嵩……母亲不必如此，严嵩与我虽然都姓严，实质上也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严家也与我无关。如玉，咱不管他，也不管严家，以后呀，有我和长鹤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。一会儿分米面，咱们后面几天都不缺吃的了。啊，真的？还有这好事啊？真的，是不是好事儿不清楚，不过东西没错，别的咱不管。这倒是，分到面，明天我来做饭给你吃。好啊，您不觉得辛苦就行。不辛苦，给你做面吃。长鹤最喜欢吃我做的面了，每次出门之前呀，都会让我给他做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母亲，你不必难过，夫君没有消息传来，或许就是好消息。他那么睿智英武，多少敌军想要他的命，他都不放在眼里。这次也一定能够安然归来。等我们到了西北，不缺吃穿，您得时时练练手艺，可别等夫君回来，您不会做面条了。这个陈茂没安好心，夫人可曾听王爷提起过这个村子？这里的人，并没有。那你们小心。他倒是挺不错的。母亲，您对这个马大人知道多少？并不多，只是偶尔听长鹤提过2句。他在禁军中表现不错，人品倒不曾提过有什么不妥。这次押送2/3是严嵩的人，1/3是禁军。我看禁军这边就是马丽宇说了算。颜如玉偏头看到他，冲他招招手。怎么了？你之前说我家夫君曾提过关于马丽宇的事，继续说。我对王爷十分尊敬，一直想去王爷帐下，只是军中规矩森严，调动不是易事。庆幸的是，我有个兄弟就在王爷身边，我仰慕王爷，因此便时常缠着他，让他讲一些王爷的事情听。关于马丽宇，那还是王爷身兼禁军副统领时提及的。王爷曾说马丽宇并非他的真名。然后呢？他姓司马，名义。司马？母亲，您知道司马家？20年前，司马家也是世家大族，显赫一时。先皇后便是出自司马一族，只是后来皇后生下皇子，朝中便开始出现了立嫡还是立长的争辩声。太子是嫡出，但并非长子，而长子乃贵妃所生，出身也不低，但到底并非嫡子啊。一直到了皇嫡子3岁时，皇后设计陷害贵妃，贵妃虽保住一条命，但废了一条腿。自那之后呀，便不能再为皇上跳舞了。皇长子也病了好些时，差点就丧命了。皇上大怒，废皇后，皇嫡子也失去了争夺太子的资格。司马家拼死上奏，但皇帝盛怒之下岂能听得进去呀？不但没有保住皇后，反而让司马家遭受灭顶之灾。司马家女子发卖充为官奴，男子一路发配至西北。听说路上死伤不少，走到半路时，又得到皇后自缢身亡的消息。老家主又急又病，也没能撑到西北呀。真没想到，马丽宇竟会是司马家的人，他隐姓埋名，还做了禁军啊！如玉，你说皇上怪罪长鹤发配我们，是不是也与此事有关呢？夫人，据在下所知，应该与此事无关。此事久远，而且马丽宇的身份，王爷除了我那位兄弟之外，并没有告诉过其他人。马丽宇是他父亲的故交冒死保下，改名换姓，在襁褓中时就开始收养，与马家儿子号称是双生子。若非王爷当时在禁军中，职责所在也不会查到。另外，关于此事的消息，王爷也早撤掉，无人知晓。这的确像是长鹤会做的事。当年司马家被发配，老爷还在朝中，觉得司马家冤枉，也曾求过情，彻查此事，但都被皇上驳回。夫人，此番马丽宇负责押送，
会不会是他自身也想去西北？这也的确有可能啊。司马家是大家族，当年被流放发配的人可不少，比我们这些多了。想必现在也有许多还在那里。母亲，他之前就曾提醒过我，但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与夫君之间的事，因此没有理会。方才他又提分配的事，我倒觉得他对夫君应该是心存感激，想要找机会报答。不错，是这个理呀。说起来也是可笑，我们之前真心相待的人，与我们迅速划清界限，人家外人倒是想着给我们回报。为何只分我们这么一点儿？就是这么多，爱要不要，不服就别要，你不要，有的是人要，躲开。二表哥，算了，给多少算多少吧，我看大家分到的都差不多。明明有那么多，为何只分我们这么一点儿？二公子可知道就这点是怎么来的？刚才瞧见了，不就是那几个村民送来的？没错，他们送来的，他们送也是有人争取来的，否则无缘无故他们自己留着吃不好吗？况且之前有人去要过，有几个能要出这么多的？所以说二公子啊，你也是跟着白拿的，能分到已经是走运了，就别挑三拣四了。敢问这些是谁要来的？我们也好谢谢人家。二表哥，我有点怕。大当家，我不想惹事，但不代表我怕你。我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，我说什么做什么与你无关，还请你不要干涉。二公子，读书是让人明事理，不是让人脑子发昏。想必你兄长当初同意你读书也是此意。你休要提我兄长，你这样的身份有什么资格提我兄长？我不知道你和严嵩做了什么交易，他同意你跟着我们走，但我告诉你，无论是什么，我不会怕你。我坚信我兄长会回来，我们的冤屈也早晚能大白于天下。到时候我们定不会再叫一个山匪教训。干什么？有事儿？马大人喝酒了吗？没有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马大人，你去看看马大人，情况不对。这大人别喊，我来看看。你会干什么？我会医术，荷儿的毒就是我解的。你现在有更好的选择吗？好，不过别想耍花样。他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，都说清楚。吃的就是干粮，我的吃完了，大人还分了我一些。喝的就喝了点煮的粥。哪来的米？也是我们自己的，姓陈的东西我们没碰。大人这是怎么了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？他碰过什么？哦，对了，抬米袋子的时候，小车差点倒了，大人扶了一下。此事再是保密，你叫得越大声，越是被人知道，大人就死得越快。那怎么办？大人这是怎么了？中毒，很厉害的毒，有匕首吗？有。烧一下，拿过来，注意陈默所在的方向，把这边的光线弄暗一些，别让他察觉。他怎么了？中毒，一种非常厉害的蛇毒。你来的正好，不要声张，帮我看着周围。我要用秘术解毒，不能让旁人知道。他不想让旁人知道，却让我给他把风，那就是没把我当旁人。好，您放心。不多时，马丽玉便皱眉清醒了过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了？马大哥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你中毒了，我都要吓死了。中毒？小猛，怎么回事？好好说。你说吧，是你救了马大哥。你中毒了，蛇毒，应该是扶车的时候被刺破皮肤引起的。那辆推车上应该是提前被人动了手脚。我去找他们算账。马大人，此事是有人故意的，但我没有证据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推车上的东西早没了。马大人还是先养好身体，再做打算。他们暗害马大哥，难不成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是。哼，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将计就计。这可不是寻常女子后宅争斗能用到的东西啊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马大哥听，我也听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孟孟良。里面有2颗药丸，一颗2个时辰以后用，能让你快速的恢复；另外一颗可以暂时让你脸色变差，看上去真的像死了。严不是王妃那个夫人，这个给你，是不多了，算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你不是说你的干粮吃完了吗？是吃完了，这是马大哥的，这个就是我的。过2日就到小镇，你买点补给什么的吧。干粮你们自己留着吃，我们分了米面足够，这个也不要。我救马大人也不是为了这个，
好好休息吧。你有没有办法让陈默赶紧回去？他必有所图，又是给严嵩和他的手下下蒙汗药，又是毒倒玛丽雨，可不会轻易离去。给严嵩下蒙汗药，就是不想让严嵩管事儿，又不能真把官差都弄死。玛丽雨没给他好脸，他一是心里不服，二也是见玛丽雨软硬不吃会麻烦，暗中抹毒在推车上，让玛丽雨神不知鬼不觉的中毒，他的手下一时也发现不了，即便发现了也是蛇毒，别人只当玛丽雨倒霉而已。你倒看得清楚。这是自然，怎么也在军中效过力，仰慕王爷自然要有一些真本事。既然如此，你还有把握让陈默快点走？什么办法？打走他还是吓唬他？说就说，凑这么近干什么？我耳朵又不聋。围魏救赵。姑娘，可否去那边单独说几句？我和你有什么好聊的？你要是想说我没必要带着婆母和幼弟，那就免了。我跟你不熟，就算是熟人，我也不喜欢别人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的。这家伙不是说想办法吗？怎么还没动静？还围魏救赵，倒不如直接打走算完。公子，不好了！有什么不好的？我这不是好端端的在这儿吗？稳重些，吓到姑娘怎么办？不是公子，家里怎么了？难不成我家里还出不起这点粮食？休要大惊小怪的。若非他们赶路急，在家里住几个月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不是，是您家里着火了。什么？着火了？放粮食的屋子着火了。村长正带着人救火，让您赶紧回去。走，回去。姑娘，我先回去处理，稍后再。这个法子怎么样啊？马马虎虎，今天晚上不用应付他，我们去村子里看看。在想什么呢？能拿下来吗？哎，小心，用刀取，手别碰。你想看什么？我来看。面容可怖，你还是别看了。那你看他人头的断口处，平整，应该是快刀所致，一刀割下。那就奇怪了。村民们即便对他憎恨至极，要想砍下他的头，也不会用这种刀法。的确是，村民家中都是菜刀、砍柴刀或是镰刀，而且他们掌握不好力道。别看只是一个砍头，颈部也相对柔软，但要想有这样的刀口，也绝非易事。大当家果然厉害，所以到底是谁割了他的头？这小祠堂又为什么荒废了？走，去李振家看看。谁呀？是赵大吗？是我，给你治病的人。姑娘，你深夜来访，多有打扰，二位不必惊慌，我只是有一事不明，想当面请教。老伴儿，让姑娘进来。姑娘，不知您想问什么？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多谢姑娘惦记。姑娘，真是多谢你了。我听老头子说了，若不是你，他这条老命这家里就剩下我老婆子一个，也没什么活头了。见到病患出手相救，乃是医者最基本的操守，老人家不必客气。我想请问你，村里的祠堂是搬地方了吗？是的，不止我们村，方圆几个村子的祠堂都搬了。搬去哪里了？可是有什么风水宝地吗？不算风水宝地，是往前走30里的道观附近。道观？是那位程公子提到的真人吗？正是，梁德真人曾救过我们村子里的百姓。去年的收成不好，好多人家都填不饱肚子，又赶上不知怎么的，村子里闹起病来，好多人又饿又病，几乎家家都有死人。我们特别害怕，还一度以为是瘟疫。后来梁德真人出关，给我们发了粮食，还煮药材，这才让我们渡过难关。官府呢？官府不管吗？哼，官府他们得知好多人生病，躲都来不及，怎么会管我们死活？那现在祠堂前空地上的人头是怎么回事？人头？什么人头？老头子，怎么没见你说？
此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没和你说。不对，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你就没让我出门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到底什么事？你快说呀！是真人显灵，把那个害了兰兰的畜生带回来，我是怕你又难过，这才……哎，我的兰兰，死得好惨呐！那个畜生在哪儿？我要去宰他几刀！已经被我们打死了。后来真人派人割下头，说是要尸不分离，让他不得超生，下辈子都当不成人。哎呀，我的兰兰，兰兰！我们就只有这一个女儿，一直捧着长大，眼看着16岁定了亲，下了聘，就等着9月大婚，开开心心过日子。哪成想，大婚之前天降大祸，是那个天杀的畜生，在我家兰兰去上香的时候见过一次，心里起了歹意，趁着他去还愿的时候把人掳走了。您说给女儿定了亲，那亲家是？就是陈家。今天的陈默你见过的，他是村长的儿子，和我女儿也算门当户对。陈默人还不错，一直安慰我们，为兰兰的丧事跑前跑后，还一直为兰兰守着，暂时没有说亲。可我还是想要我的兰兰。您说他去上香还愿，是去哪里？那座道观吗？正是，周围的人都去那儿，挺灵验的。您之前说你们把那个畜生打死，是真人派人来割的头？是的，真人派人来念了咒，贴了符，还做了法事。我略会丹青，如果你们不介意，可以和我说说兰兰长什么样子，我可以给你们画一幅她的画像。颜如玉耐心地听着，慢慢地描绘。她用的是素描，画出来和真人无异。我的兰兰，这是我的兰兰。老人家不必如此，我路过此地，想必也是兰兰姑娘对你们放心不下。冥冥中自有这一套，你要好好的保重，让自己健康硬朗，方能不辜负她的一片心。是，你说的对。姑娘，你老头子，你看这姑娘像不像仙子？是有点像。老人家说笑，我就是个凡人，不是什么仙子。您指的是？道观中有2尊像，一尊是良德真人，一尊就是他侧身的仙子。不过那仙子的像上戴着面纱，只露出额头和一双眼睛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无缘得见真容的。姑娘，我是瞧着你这眉眼生的与那仙子有些像。多谢老人家告知，我也是好奇，晚上睡不着，过来问问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这是我自己做的馍，姑娘不要嫌弃，带上吧。好，那多谢了。这里面是我师父做的一些小药丸，若是李真再犯病，就让他吃下一颗，可保命。不过平时还是要多注意，不要太悲伤，避免受过大的刺激才好。多谢你姑娘，多谢你。老人家请留步，我是个流放犯，还请您为我保密，不要说见过我。一定都听见了。看来这个道观大有文章啊，距离太远，今天晚上来不及。你若想看，明天我陪你去。
不用，如果真有文章，不用我们去，自会有人找上门。你到前面路口等我一下。你去哪儿？不远，很快回来，不许跟来，否则我不会再和你合作任何事。颜如玉速度飞快，很快不见。次日一早，他是被霍长恒带着哭腔的声音吵醒的。怎么了？我说让你小声点，你看把嫂嫂吵醒了不是？对不起，嫂嫂。没事儿，我也睡够了。怎么了？鸡死了。孩儿别哭，他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真的吗？当然，要不然你把眼睛遮上，我数到3你再睁眼，鸡保证活。嫂嫂，我准备好了，1、2、3，活了，真的活了，嫂嫂好厉害。瞧把恒儿高兴的。哎，如玉，我怎么觉得这鸡……马大哥，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平时他起得最早，今天却迟迟不醒。我来叫他，却发现……赶紧派人去村里找个大夫。这个破村子怕是没什么好大夫。吩咐下去，赶紧用膳，快点赶路，到前面找个大夫。刘二，走啊！怎么不走了？是我不想走吗？没看见是车坏了，赶紧下来。能不能修？不能就回去换车。我们得抓紧时间去观里请真人。我也想，但我又不会修车。他们挺急呀，听说是去请真人。不用理他们。是你们？陈公子呢？陈公子他病了。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怎么忽然病了？是昨天晚上从这里回去后病的。对了，你们这儿那个女犯人不是会医术吗？能不能让她跟着去看看？刘二，公子说了，让去请真人。这样吧，你俩去请真人，我带着这个女犯人回去，没准有办法。她昨天晚上不是治好了李正吗？就这样决定了。大人，能不能借人，还救了李正？颜如玉，去叫他。喂，大人叫你啊，让他自己过来请我。我们都要启程了，不能再耽误，管不了。哎，大人，我说，你说去看陈默？是啊。我的天爷，可从来没见过他们一家如此狼狈过。就是，平时他多能啊，根本瞧不上咱们。上回赵氏那件旧衣裳被扯破，哼，瞧他那个乐呀。今天好，报也来了吧？听说啊，他们都光着身子，衣裳都被挂到院门口树上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我可以作证，我亲眼瞧见的。要不是来了个人给他们拿了衣裳，现在还光着呢。叫来人，让人看到光身子丢人，不叫人自己又办不到，这可真是……哎，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好说啊，会不会是有鬼？霍长鹤听得清楚，昨天晚上他悄悄去干的就是这件事吧？姑娘怎么来了？李正，是我请来的，他不是会医术吗？我说让他给陈公子瞧瞧。这陈默是男人，怕是不合适。不合适吗？姑娘，多谢您的好意啊，只是他不是病，是受伤，你去怕是不方便。不必，医者眼中只有病患，没有男女之分。我去瞧瞧。村长，我把大夫找来了。不是让你去请真人吗？这俩人哪儿来的？昨儿他救了李正，我寻思着让他给公子看看，要是他不行，等真人来了再看不迟。滚！谁是大夫啊？竟是个丫头片子，你行不行？让他看看怎么了？真人又没来，你跟我来。陈默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那些无辜可怜的女子，她们所遭受的厄运，当时的无助害怕，是你的1000倍100倍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过来为我儿看看？看不了。是你？是我亲手给你的报应。你看不了，你来干什么？真是没用，滚出去！是你们请我来的，否则谁乐意看这个？你有用，你怎么不给你儿子看？你有用，为什么看着招来老鼠无能为力？客气些，你们算老几，敢如此说话？要是不想活，我不介意再给你们几刀。哼，昨天见你还意气风发，没想到仅一夜就变成这副样子了。
据说你们这里有位什么真人特别灵验，听那个兽医说已经派人去请了，不如等他来了，你问问他，这是不是什么上天给的警示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字面意思。对了，那个兽医不是也会看病吗？不如先让他给你看看。那衣服的事是我干的，就是想教训他们一下。还有，陈家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不是占据了双峰山吗？还说过你是义匪，那你知不知道双峰山和陈家有来往？如果没有猜错，那个被挂在杆子上的人不过就是个帮凶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陈家很有可能和双峰山的人里应外合，掳掠无辜女子送去双峰山，以谋取暴利。如果大当家不信，可以好好的查一查。好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好好查一查。队伍启程，走几里路，迎面来了一辆马车。咦，怎么觉得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啊？哪个？车里的道士？道士？那兴许是我认错了，我见过的那个人不是道士。您认识的是什么人？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司马家的事吗？司马家覆灭，不只是因为司马家上奏力拔皇后，还因为当时的青天剑曾夜观天象，说紫微星光芒暗淡，有被压制时。司马家势大，那时候，皇帝即便有心想放过司马家，一听这话也是不能了。伴君如伴虎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。哪怕是亲人骨肉，那也……此事知道的人不多。我也是听老爷说的。司马家被流放时，我和老爷去送行，就曾看到元青天剑的正天剑一眼，老爷指给我看，因此啊，我印象深刻。后来呢？那个震天剑去哪里了？青天剑本来就不是什么重要的，到底能不能混得风生水起，就要看当时的君主是否看重他们。司马家倒台之后，皇嫡子被幽禁，可怜一个年幼的孩子呀，失去母亲，外族一家也被流放出京，没多久也就去了。本来激烈的立太子之争忽然就解决了，司马家也不再被人提起。皇上很乐意相信紫微星之难被解除了，也因为此事啊，皇上对青天剑也颇为信任，一时间风光无两。又过几年，正天剑夜入皇宫，说了什么无人知晓，但没多久，皇长子就被立为太子，所有人都以为青天剑也该更上一层楼。不料在太子册封当日，青天剑突然失火，几个官员包括正天剑在内都被烧死在里面了。别怕，都过去了。刚才我也是一时眼花，一个早就死了的人怎么会复活呢？还做了道士。您有什么吩咐？你去前面叫孟差官，就说我有事和他说。我刚才看到路边有点草药，想采一些，不知孟差官能否答应放慢一点速度？怎么了？我觉得前面的山道不太对劲，你们走慢一些，让严嵩在前面。要不我来推车，我觉得这山道不太对劲。怎么说？这个地方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！我也是在军中的时候跟我那兄弟学的，都是王爷教他的。我觉得那个村子的事不算完，你发现没有？陈家少了许多东西。所以呢？没有所以，就是觉得古怪啊！你信不信有鬼神呢？不信，我习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为何问这个？本来还想问你相不相信这世上有人有移山倒海之能，但你说不信，也就没必要问了。两人刚说到这里，忽然听到前面一阵巨响，山道两侧有巨石滚下，如惊天之雷。啊！我的天爷呀！幸亏我们慢走了一步，这要是走进去，那还不得把命交代在这里？严姑娘可真是神机妙算。退，去看看严姑娘他们有没有事。点火把去里面救人，千万小心。好，马大哥你放心，严姑娘多谢你提醒啊，救了我们。不必，你们怎么样？几个兄弟被石片划伤，没大事。你们呢？马大哥让我去看你们。我们没事，有的人受伤了，你去安抚一下，我去采些草药，一会儿好用。好，我派人陪你。不用了，我陪他。不用，
你帮我照看一下母亲和恒儿。那边有银驼，他没问题。那你去统计受伤的人，不能白跟着走一路，得做点贡献。严大人，我在这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扶我出去啊！别理会他了，危险之地不可久留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不应该顾全大局吗？他算哪门子的大局？不过就是和素儿一样。素儿现在在坟里，你去问问他算不算大局。二表哥，别说了，我不要紧的，忍忍就好了。忍着吧。颜如玉头也不回，似是没有察觉几株药材掉落。你干什么呢？发什么呆？主子，这草药不对劲儿啊！怎么，你也懂医术了？不是，属下不懂医术，但属下记忆力好，这您知道的。这株草药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是曹军医的。曹军医还在山寨，离这百十来里。他让信哥送来的药，这药材属下真的在王府见过，就在曹军医的院子里头。曹军医人在山寨，这药从王府来，你脑子被石头砸坏了。好了，去防守，这山石滚落的奇怪，多加留神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来自王府，又出现在这里，一路上东西接二连三的丢失，还有陈家。忽然，恍惚间伸出几点光亮，光亮渐近，是几个举着火把的人。什么人？站住！别过来了，这边有滚石，危险！我们听见了，就是怕有人被巨石所伤，这才赶来。你们没事吧？你们是何人？无量天尊，各位受惊了，我们是前面道观的道士，听到巨石声响，特来查看。若是有人受伤，就请去道观中医治吧。这条山道的确危险，但是今年已经有2次滚过巨石。我们本想到深秋的时候，用积攒下来的香火钱好好修一下，没成想，今日又发生这种事。各位施主可有受伤的？我们道观中有住处、药品、斋饭，请移步吧。母亲，一会儿我们走在后面，等到了道观附近，我就和你们分开。您来推车，到时候听木差管的，尽量宿在关外。如玉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放心，我受得住，绝不会拖你的后腿的。都收拾一下，去道观。母亲，我觉得这个道观不太对劲，你和恒儿不要进去啊。那你呢？如果与咱们无关，我也不去。可如果与夫君有关，我必须去。不行，我不能看着你冒险。不会，您放心，有这么多官差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我就是想让你和恒儿在外面，我能更安心些，不用记挂你。对不起，是我们拖累了你。没有拖累，为了夫君，我心甘情愿。什么味儿？怎么这么难闻啊？这是一种野草的枝叶味，平时倒没什么，就是捣烂之后会特别难闻，就像人脏心烂肺的味道。哎呀，好恶心！你说那是野草？你竟然让仙草敷野草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什么野草？哪儿来的野草？谁让他敷的野草？关如玉什么事啊？母亲，你不知道，他不肯给仙枣药，但仙枣也受伤了，正好他掉下一株，所以你就捡起来自作主张的用了。哼，现在知道是野草就来怪如玉，不告而取是为贼，这点道理你不懂吗？就是，母亲，你为何如此护着他？因为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没干损阴丧德的事。这野草有个特性，寻常人用不会这么大的味道，越是脏心烂肺的人才越会味道大。草有什么错？还是找找自身的原因。就是，你要还是母亲的儿子，是你大哥的兄弟，你就跟在母亲的身边。长路漫漫，不知道有多少危险，你对我的仇恨就大到超越一切了吗？霍长旭，你扪心自问，我究竟哪里得罪了你啊？我大哥他……你大哥就算不悦我，那也是我和他的事，与你何干？哼，说实话，要是嫁的人是你，不用你说，我也不会同意。你是啊，究竟为什么这么恨颜如玉？
二表哥，还是把野草弄下来吧。好。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一向说话如此，我知道你是优秀的，二表哥。也许他说的对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分两队，一队暗中护着如玉，一队看着母亲和恒儿，务必万无一失。是，那就是我们道观，大家很快就能休息了。这位就是我们的观主良德真人，是我们这里4里8乡的百姓最信赖的人。见过真人。大人不必多礼，路见磨难，贫道自该相助，请大人带领大家进观吧。多谢真人，传令下去，不许喧哗，依顺序进入，听从道长安排。严大人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我看这道观也不太大。马大人受伤，别再污了神灵，我们在一处也好照顾他。好，就随你们。有谁还想留在外面的，只管开口。贫道有几句话要说在前面。与我道家有缘之人进入观中感受神明，自当有好运加身，但若是心怀恶念，妄图欺瞒神明者，自会有天灾降临。贫道让大家入住是好意，到头来若有不幸的事发生，可别怪贫道。不去，不去，我们才不去。哼，你不去，我去。是啊，我们也问心无愧，没有什么好欺骗神明的。我和恒儿也不进去，就留下互相照应吧。这样吧，女孩子和老人都可进入，其他人自行斟酌，贫道不强求。嫂嫂，等一下。哼，别叫我嫂嫂。我有点怕，我跟你一起吧。哼，怕你还进来？外面太黑了。哼，这里果然和其他人住的不同，是一个小单间。你不能进。为什么？我与他是一起的。让他进来吧，他的确是和我一起的。无妨，都进去一起住吧，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这房间小了些，怕住人多了会挤。多谢啊，我睡哪儿啊？你爱睡哪儿睡哪儿。你怎么如此不讲理啊？这么大的床。哎，我没有和别人共睡一张床的习惯，不服就去外面或者和其他人挤。别忘了，你能进这个房间还得谢谢我。陈公子。阮姑娘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是来找我的吗？我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因为来观里上香祈福，听说阮姑娘来了，特意过来看看。我和如玉一起住在这里的，她大概是累了吧，先睡下了。我正想打个地铺，可巧公子就来了。原来如此，既然这样，阮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就随我到隔壁吧。啊，这合适吗？会不会太打扰公子了？不会，我是这里的香客，真人给我安排了常住的房间，请随我来。那烦劳陈公子稍等片刻，我去和如玉说一声，别以为只有你有办法，我也能住单间。严姑娘没说什么吧？啊，她许是睡着了，没说什么。阮姑娘就在这里歇息一晚吧。陈公子啊，多谢你昨晚给我的馒头和肉，否则我今天白天又得挨饿。别客气，你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错呀？无非也是被连累的，这长途跋涉实在让人心疼。我昨天晚上就说了，你若同意，我就带你走。你考虑的怎么样？陈公子，我以为你是说笑的。我虽然是被别人连累，但也是戴罪之身，怕连累你。这有何难？我花些银子和严大人说一声，等回去复命时，他自会帮你圆一下。多谢陈公子了。谢什么？我瞧见你第一眼就喜欢。等办妥了，我娶你为妻，我们过好日子。等着，我去拿些吃的给你。显如月，我才不会比你差。你等着，我定要叫你跪下来求我。后窗外，霍长旭脸色惨白，眼中布满血丝，满眼皆是不可置信。哼，闭眼做什么？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记住这一幕。若是以后再眼下，就想想今天晚上的刺目之痛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既要能忍，也要有直面的勇气，哪怕有抛心挖肝之痛，也不能逃避。陈公子，
你之前不是说看颜如玉不怎么顺眼吗？怎么？反正他现在住进来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教训他一下。还有我姨母以前对我也不错，现在被他蛊惑的不正眼看我了，连我那个小表弟都说讨厌我。好，既然你说了，那我就去。那我能一起吗？你想去？我能去吗？当然，走。颜如玉，别装了，我就不信你这么快就能睡着。你干什么？陈公子有话跟你说。是你？真不错。哼，你还躺着，还不赶紧起来？你的教养都去哪里了？他起不来了。为何？因为我在香炉里加了东西啊。你在香炉里放了什么？当然是好东西。唉，你真是长了一张好脸啊。若非你应该感谢我，自明日起你再不必长途跋涉去什么西北，安心留下就好。陈公子，他留下做什么？自是有他的用处，这些你不用管。陈公子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让他为曾经欺负我道歉。好。哼，颜如玉，你听到了吧？沉默。阮仙藻这么在你面前卖弄风骚，你动心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动心的时候还有反应吗？你都知道什么？我知道的多了。你指什么？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被老鼠咬，比如说你当时因何动不了，再比如说你这不是病而是中毒。是你想要解药吗？什么解药？当然是解你身上毒的解药。你不会以为你能动了就代表没事了吧？嘿，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事？哼，颜如玉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就凭你还有什么解药？我看你纯粹就是浪费时间，虚张声势。陈公子，他有没有解药？扒光他的衣裳，搜一搜不就好了？你说的对。颜如玉，你可别怪我。话音未落，他的身体像破布袋一样被踢了出去。你能动？哼，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能动了？就你那点香，还妄想制住我？哼，果然有趣儿。你还关心我有没有趣？不如还是操心一下你自己。自此不能再人道，其实对你也不是坏事，至少不用再祸害别的姑娘。给我解药，否则今天……哼，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。沉默，主动权在我手上，你弄死我，我也不给。断子绝孙的还是你。好，你说解药在哪儿？我为何要告诉你？颜如玉，你这个害人精！今天你别想走着出去，我定要叫你好看。行吧，我不走着出去，那就让你们抬着跪着送我出去。想要解药，我有几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揍他，让他向我跪地求饶。什么？颜如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陈公子喜欢的是我，怎么可能？阮仙藻话音未了，陈默已经一个耳光扇了过来，打得他眼冒金星。本来不想和你一般见识，将军有剑不斩苍蝇，可这苍蝇要是心肠恶毒，还总飞来飞去惹人烦，那就该给点教训。可以了吗？我说了，跪地求饶。跪下。这不行，得让他自己跪。你真有解药？信不信随你，我无所谓。他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起来。陈公子，他……闭嘴！真以为我喜欢你啊？不过就是随意骗骗你罢了。哼，真是个又蠢又毒的东西。你给老子换点解药，也是抬举你了。快点跪下道歉。陈公，快点！不情不愿的跪下，眼睛发红凶狠，瞪着颜如玉。哟，怎么不哭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哭哭啼啼装可怜呢。知道霍长旭不在，哭也没用，对吧？哼，他不过就是个傻子罢了，就是我手边的一个工具而已，又听话又好用。你明知道他对你的心思不同，那又怎么样？你都看出来，你能不知道吗？这样更好，才能让他更听话。反正他没说过，我就当作不知。反正是他自愿，我可什么都没有说过。我做了，你可以把解药给我了吧？急什么？不如你说说
那个所谓的真人，虚情假意、千方百计的让我住进来，想干什么？他竟然知道什么千方百计？此事我并不知，我也是来上香的，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，过来求一求。信是有所不知，他们是流放犯。流放犯？难道是？先说在前面，你若是撒谎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拿去吧。严姑娘，这个不会是假的吧？切，什么话？我从来不做假药。你若不信，那就算了。你骂谁？我的意思是，自然是信得过你。真巨响，去看看。甩仙子，你可知道世上有报应二字？你什么意思？是你害我！我说了，报应不爽，是你自己走的路，做的孽。你什么你？你他娘的几次吗？我求你救我！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处处针对你，是我卑鄙，是我无耻。可以了吗？求你了，看在姨母的份上。你不配提母亲，她在你落难的时候收留你，家遭巨变时也曾为你打算让你离开，可你偏偏不肯，还挑拨霍长旭。对，是我不好，我不配，我忘恩负义，我还挑拨二表哥，觉得他是傻子。哎呀！颜如玉拿出一粒药丸，刚托在掌心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和这个有关？此时，外面忽然传来敲击声，颜如玉只觉得心尖也跟着微微一颤，意识像被震出窍。你这点小把戏，还想拿住我？好，既然你不怕这夺魂之瘾，那就得受点罪。到时候你自然就会后悔没有被震晕。哼，巧了，我这个人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后悔。颜如玉手中的东西一晃一晃，在幽暗的灯光里散发出七彩的光芒。沉默只觉得似被光芒击中，劈入脑海，脑子里跟着一空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怎么是你？夫人放心不下你，她也想将功补过，特意来看看，但又没投入的本事，所以夫人请我带她来。来多久了？这不是刚到，头不知怎么有点晕，我不小心碰到窗子。你一直倒是坚定，竟然对你不起什么作用。你了？的确。敢耍我，今天别想走。哼，你本事还不够，对过暗号了吗？你是故意的。哼，是的，没错，故意。拿命来！都是在军中历练出来的，之前仰慕王爷，各方面都力争优秀，想有一日能给王爷效力。这家伙把仰慕王爷挂在嘴边上，到底什么意思？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配合你。颜如玉拿出催眠球，在呆愣的霍长旭眼前一晃。对，赶紧走，我进来的时候注意看过，那边有个角门，没有人把守，你去那里躲着，不要露面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霍长旭，这不是任性的时候。那你呢？我自然还有事要做。你的手下呢？能招来吗？能，他就在附近。护好他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吩咐过了。既然如此，进来。都办妥了，怎么还多了2个人？他们非要来。既然送上门来找死，就由他们。没想到真有此人，当初我还以为真是上天保佑，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！我去点香，你把人带过来。你叫什么？哪里人士？阮仙藻，王口镇小辛庄村人士，后来攀上王府，就住在王府里。怎么攀上的？我原是戏班子唱曲儿的，不想再受学艺唱曲儿的苦，正好遇见一对母女，偷听到他们的谈话，说是认识京城王府的贵人，还有过一点情分。我心动不已，跟着他们到落脚的客栈，买了点砒霜毒死他们，拿上信物就去投奔，结果就成了。你叫什么？哪里人士？颜如玉，京城严侍郎的女儿，不过因为被流放，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。
那你一到王府就抄了家，可有怨言？没有。当真？当然，我对王爷一片真心，早就倾慕于他。之前他们让嫡女嫁，我也是没有法子，后来又说让我替嫁，我心里高兴，装着不乐意。只有我越不乐意，他们才会更快地让我嫁。是这样吗？他倾慕我，早就……你倒是聪明。那当然，要是没有这点小聪明，早就死了。这是有人教我的。谁教你的？莫先生。谁？莫先生。你认识莫先生？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，为什么说是他教你的？他穿着黑斗篷，看不见脸，所以说不认识。莫先生还和你说过什么？流放出京路上，一天夜里，他曾悄悄与我见过一面。说什么？说让我一路小心，避免有人暗害，还告诉我一句暗号，说关键时可以保密。什么暗号？莫先生告诉你什么暗号？我去你母亲的。什么？我去你母亲的。你敢骂我？信不信我？你说的是暗号。真人，莫先生的信使到了，来得正好，把人请到我院中去，看好他们。你胆子可真大呀！不过你是从哪里听说过莫先生这个人的？那个，刚才说有信使，要是问起来，怕是要露馅，这里不能再留。分头找找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关、暗示之类的？问了。这里有暗道机关或者暗示吗？有。带我去。见过信使。本信使看到外面有不少人，是干什么的？信使有所不知，他们是流放犯。流放犯？难道是镇南王府的？正是。哎，还真是人生无常啊！谁能想到显赫一时的镇南王府会是今日这种下场？我去你母亲的！你说什么？我去你母亲的！你骂谁？我的意思是……话刚一出口，忽然听到外面一声巨响。去看看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怎么会起火？这可不像单纯的失火，要是失火，方才怎么会有地动之感？快救火！信使，我去你母亲的！你什么你？你的娘的几次骂我都忍了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我不是在骂你，我是在对暗号。滚蛋！谁用这种暗号？是颜如玉。挖，给我挖！挖地3尺，也要把它挖出来！开门！去看看怎么回事！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问我们什么意思？这话应该我们问你们吧。枉我们如此相信人，还捐了许多香油钱，你们却如此凶残，简直是畜生！就是，现在你们的大殿塌了，就是神明之怒，报应啊！你们该下地狱！你们应该下地狱！村民们身后站着的是7、8个女子，她们披头散发，肤色苍白，惶恐似受惊的小动物，目光闪躲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有什么发现吗？发现这个，给你吧。不用，你留着，我不缺钱花。总不能让你白忙一场。你们做这种生意，时间就是钱。我说过了，我仰慕王爷已久，能为他做点事情都是应该的，不用钱。我现在见不到王爷，能为你做些事情也是荣幸。那我不想欠别人的，给你就拿着。他们来得好快，是这位姑娘救了我们。你没事？我有什么事儿？哼，真是小看你了。的确。敢耍我，今天别想走。哼，你本事还不够，对过暗号了吗？你是故意的。哼，是的，没错，故意。拿命来！2人一左一右，默契十足，都奔着信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！没想到啊，竟然叫燕啄了眼睛。我不是燕，我是苍鹰，专门对付你这种缺德的人。缺德之人，废话少说，出招吧！你说谁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拿下他们！女的留活口，男的要命！他打了一声呼哨，从暗处又涌出来不少人。我看你们2个能撑到什么时候？把他的家人拿来！无论什么情况，都要死守在外面，保住我的家人，才能让我心无旁骛。严大人，你怎么跑出来不管？本官做事
何须你多言？再说，难道要让本官为了一个犯人去牺牲这么多兄弟，不顾其他犯人的安危吗？牺牲？大人怎么知道你的人一定会牺牲？难不成还没打就知道一定会被打死？注意你的言辞，大人就不怕等回去以后我们会上奏皇上？颜如玉的家人在哪儿？信使可否一住？现在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了，哈哈哈，痛快，实在痛快，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。哼，不急，一会儿就让你只剩下痛，没有快。我得亲自斩下他的狗头。可以，拿下他们！多谢信使，这女子真和那尊像一样。正是这女子诓骗于我，说那是莫先生给她的暗号，她竟然知道莫先生是，否则我也不会相信她说的。那种暗号啊，还望信使多担待。怎么样，还撑得住吗？没问题。不过，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来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伤的。很快就会知道。他抢先一步，手中剑变化招式，刹那间剑光闪烁，似化作千万条。这是霍长鹤创的剑法。上，一起上，拿下他！突然，几道凌厉的风声穿破空气，带着杀机呼啸而来。这是哪有人？怎么，识得这些剑？原以为是，又不是。传闻镇南王霍长鹤手下有一队人马，个个身手超绝，以一敌百。他们来无影去无踪，善使弓箭。他们的弓箭与寻常的不同，是特殊打造，怎么个特殊法我不知道，只听说是黑剑黑羽，号称獠牙。你知道的倒不少。镇南王天下谁人不知？来人，把人押上来。颜如玉，我们来谈个条件如何呀？你有什么资格与我谈条件？就凭我手中握着你的婆母和镇南王的幼弟，呵呵，还是说你不顾他们的死活呀？他们人在哪儿呢？来人啊！喂，还落了一个！啊！救命啊！信使，你今儿的运气不行，你挟持这个人，一定要出名。颜如玉，救我！我什么都答应你，什么都答应。好吧，那就去死啊！别，我求你了，你救救我！二表哥，救我呀！二表哥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。二表哥，你最疼我了，说是救下我定会好好报答你。你说如何就如何。我要怎么救你？不如用我自己换你。二表哥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这么说，你是同意了？二公子，二表哥对我天高地厚之恩。母亲，恒儿。如玉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伤着？嫂嫂，我没事，没受伤，放心。母亲，孩儿不孝。旭儿，你这样用自己换他？你是谁？当着母亲的面再说一次。二表哥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仙枣啊。阮仙枣又是谁？二表哥，你说不说？我是，原来是唱曲儿的，因为受尽了折磨打骂，这才偷跑出戏班子。路上遇见一对母女，他们说有位故友在京城，还是身份显赫的王府夫人。我也是为了生计，为了能活下去，我就偷了他们的信物，静静认亲。什么？你不是？对不起，姨母，我骗了您，我不是您故友的孩子，我也实在没有活路了，这才出此下策。只要这次二表哥救我，我以后做牛做马报答您。哼，我们不要牛马。那么，那对母女呢？我后来也没有见过，并不知。我怕他们后来再去，让我露出马脚，我就毒死了他们。你怎可如此？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当时我一个弱小的女孩子，没有其他的活路了。
那你就断了别人的活路嘛。我王府养你这么多年，自问问心无愧，你又是如何报答的？我是个傻子，活该被你耍得团团转，与母亲兄弟离心，不敬大嫂。我是该死，但我不应该为救你而死。你骗我！是啊，骗你。比起你骗我，不过1/1000。我这条命不值钱，但也不至于去救一个陌生人，救一个白眼狼，一个毒妇。你，霍长旭，差不多行了，干什么呢？这还被挟持着，你们到底救不救？不救，要杀你就快点杀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还要休息，明天还得赶路。颜如玉，你给我的是假药。没错，我也没说过要给你真药，包括他的也是假的，只可惜他死得太快，我没有看到他失望生气的表情。颜如玉，我做鬼也不会。信时趁机纵身向屋顶飞跃，让他走。大嫂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蠢，我不及大哥1/1，被他耍得团团转。我霍长旭对天发誓，若能活着到西北，这一路上必定为大嫂的华侍从必尽全心全力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不要动不动就跪。记住你自己的话，我无所谓，做一个儿子应该做的更重要。是。旁边仅剩的一个杀手不知何时醒了，抬手对准颜如玉，射出一枚暗器。霍长旭大吼一声，张开双臂挡下暗器。旭儿，大嫂，别说话，死不了，母亲不必担忧，我会救他。大当家，帮忙去烧热水，找点烧酒，不许其他的人进来。母亲，二哥会没事的，嫂嫂那么厉害，一定能救他。等啊等，天边微微渐亮。如玉，母亲放心，他没事儿，伤口已经止了血，也包扎过，就是人有点虚弱，还没有醒。先不急进去看他，他还没有醒，看也不能说话，等他醒来再说。一会儿给他熬点小米粥。好，你也去休息，已经累坏了。颜姑娘不必多说，我会吩咐下去休整半日。好，有劳。我和手下去找些草药和吃的。不用麻烦，梁德真人的房间里有些药材，一会儿我去挑一些，还请大当家协助打扫尸首，以免到时候惹来官府。严嵩那边，我会的。如玉，你来了，好些了没有啊？我没事，刚睡着了。他怎么样？还在昏睡，天亮的时候醒了一下，喂过药了，还好没有发热。我去看看。母亲，做好粥了吗？好了，我去给你盛一些。不是给我，是给他，他很快就会醒了。您去盛吧，醒得正好，喝点粥吧。母亲，这还是留给你们吃吧。行了，别矫情了，赶紧吃。你是伤患，赶紧好，要不还得照顾你。我嫂嫂呢？我在这儿。嫂嫂，你怎么不叫我？看你睡着了，就让你多睡会儿。哎呀，我是想守着嫂嫂的，还说就合上眼睛眯一小下下，不知怎么就睡着了。这个给你。哪来的？是那个特别厉害的大哥哥给我的。给你二哥。我不用，我吃粥就行。我留给嫂嫂的。伤患优先，想报答我就快点把自己养好，多干活，多出力。此刻不必计较一个鸡蛋。昨天晚上几个道士冲进来，伤了几个人，其中就有神志不清、乱跑乱叫的二夫人。今天一早呀，二老爷也不太行了，这会儿估计是啊。二公子醒了。大哥哥，去喂你的鸡吧。多谢大当家仗义相助。不必如此，夫人是长辈，在下不敢担一个谢字，这也是应该做的。一点药，二公子兴许用得着。大当家，这次多亏你助我大嫂，我之前对你无礼，不敢奢求原谅，这药珍贵，不敢收受。二公子可不要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呢。幡然悔悟自然是好，表明歉意可不是拒绝别人好意，是互为友善，帮助别人，也允许别人帮助自己，成就更强大的自己。发生过的事情也不必时时回头看，解决和弥补的方法永远都在前面。多谢大当家教诲。
我来是想说一声，二夫人和二老爷接身故，马大人带人把他们安葬在道观后，其他人正准备午膳，吃过之后就要上路了。我可以，我能走。银驼按你大嫂的吩咐，去找附近的村民买小平板车，村民为表示感谢，坚决不收钱。银驼说他可以拉着小平板车带你走。多谢大嫂，可是……没有什么可是，你走不了。现在天还没有太亮，万一出汗对你伤口不利。你的剑法是从哪里学的？剑法？怎么不能说？对，就是斩杀黑衣人时用的那几招。被你看出来了。哈，我也就会那几招，是我兄弟带我去见王爷时，看见王爷练剑学会的。哼，你这兄弟颇得王爷信任，这种剑法也能被你看到。可能是我幸运吧，仰慕王爷，上天也眷顾我。哈，上天连王爷都不眷顾，我还是相信自己。严姑娘，你吃饭了吗？这个给你。我吃过了，要动身了吗？差不多，再收拾。严嵩的脸臭得很，不过你不用理他，我和马大哥会护着你们的。孟差官的好意别错过。孟差官挺有意思的，看着年纪还小。你知道他的身份吗？他呀，不太清楚，你不如问问夫人，夫人身居京城，应该清楚。麻烦你叫银驼来，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。天近傍晚时，他们抵达驿站。严姑娘，我替你们交过钱了，直接进去住就行。不好意思啊，不能让你们住单间。没事，已经很感谢你了。母亲，孟差官是什么来路？他呀，他是荣国公的小儿子，人挺不错的。这次被抄家，也是荣国公府悄悄给先送了趟消息，想必也是孟良先知道，想法子通知府里的。不过荣国公和长贺都是武将，为了避嫌表面上不能走得太近，因此也就没有过多的交谈。这样的身份，荣国公也舍得让他走这一趟。荣国公仁义，大概也是觉得长贺冤枉，想让儿子走这一趟，或许能找点什么证据吧。再者了，我记得国公夫人说过，孟良的命数在成年之后就得多历练，去军中之类阳气盛的地方。还有这一说？听说他小的时候总是被梦惊醒，啼哭不止，原本不叫这个名字，后来才改叫孟良的。好名字。坐下休息一会儿吧。你去看火，我来。您是不是觉得我拉小车太累了？没事的，我天生力气大，有的是劲儿。二公子那小身板，拉他3个我也不在话下。要不明天让小公子也坐我的车吧，保准又快又稳。他把柴扔到一边，把小板凳递给蹲着烧火的营地。严姑娘，严姑娘，听说他和严家断绝了关系，孟差官张嘴闭嘴严姑娘，这是何用意啊？是提醒他这件痛事吗？我没有那个意思啊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你管我什么意思啊？喏，这个给你，我们买了很多，给你几个。马大哥说让你不要客气。谢谢马大人，也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你给马大哥解了毒，还提醒我们不要进山道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就死伤惨重。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难道又看着小板凳眼熟？主子，您太睿智了。没错，这个小板凳我就是看着眼熟。怎么个眼熟法？难不成这小板凳还有你的名字不成？主子，不是有我的名字，但有我做的记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银元宝啊，难道不像吗？这元宝多好看，多富贵呀！我可喜欢这个小板凳了。在府里的时候，我经常坐着它在树底下，春天赏花，夏天吃瓜，秋天打月饼，冬天制鹿肉。得，除了赏花，其他的都离不开吃。这个不重要，主子，关键是我的小板凳怎么能到这儿来了？那大概是王妃是飞毛腿，刚才出去这一趟，跑回王府去，把你的小板凳给你拿过来了。也不太可能啊，那这是……
您从哪儿弄的这个小板凳？问孟差官借的，大概是驿站的吧。多谢大家的帮忙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承蒙大家不离不弃，我以粥代酒敬大家。等我伤好以后，大家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只管开口。母亲，你看他们又吃又喝，又说又笑，真是的，也不是让我们吃一些。你缺那几口吃的？我缺，我受够这些东西，不想再吃了。不想吃就想想饿的时候，想想连这些都吃不上的时候。这些米还是颜如玉要来的，就他能耐，所以你要想拿捏住他，就要比他更能耐，明白吗？明日到镇上给你买些好吃的。我瞧着父亲胃口不太好。老二死了，他能好吗？好也得装着不好，否则怎么演慈父？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，他之前最疼老二，从老大那边搜刮的东西一多半给了老二家。要不是他撑腰，霍长兴能被宠成那个德行，也幸亏他不够疼你。我的长荣也没有被他宠成霍长兴那副样子。我们的希望都在长荣身上，但愿这一次我们的路程就到速成为止。不是但愿，是必须。我自己来吧。行了，墨迹什么？衣裳解开，觉得不好意思就闭上眼睛。二哥，你是怕疼吗？要不上完药我给你吹吹？你再说呀，你二哥就更不好意思了。那去吃吧，顺便喂喂黑鸡。好。我再去找些干稻草来，孟良非得给的，我推辞不了。没事，给就给吧，正好给长旭用。我是想给你。我不冷，没事，给他先用，他伤好最重要。明天到小镇我们可以买。可是我……母亲不必担忧，我还有些提及的银子，找我什么事？这驿站外面也有小树林吧？有啊。所以之前说的今天晚上办吧。今天晚上不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你听见了，我不想重复第二次。你一个犯人，严大人肯给你机会是你的荣幸，你还推三阻四，装什么贞洁烈女？就是识相的快点答应大人，别自己找不痛快，否则的话。想让我答应？好啊，那就1个时辰之后，小树林见。大人请。有事？没什么，严嵩不是个好东西，我怕你吃亏。他还不配，正好我有事找你商量。什么事？走，去那边说。这双刀不错，很特别，刀口也锋利，哪来的？我师父给的。你师父？我自小被严家抛弃，必须得靠自己活着，没工夫学什么琴棋书画，些许保命的东西要紧，双刀就是最基本的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嘘，有人来了。得，我媳妇儿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，算了，忍着吧。你来了。大当家，实在抱歉，明天你不能再和我们一同上路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晚上你就得死在这里。你是匪，我是官呢。我已经容你这么多天，也给过你机会，可你不知悔改。行了吧，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想杀人灭口还不直说？就你这个品行，倒是颇有严家人的风范呢。不过你学得再像严家人，你爹也不会重视你。庶长子，你要不是长子也还算凑合，偏偏还就是占了个长的位子，让人时刻记得你爹先让妾生子。别说他没脸，就是严夫人会放过你吗？不然伤哪儿来的？你既然知道，那就受死吧！你死定了！来人，拿下他！不会有人来的，严大人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你想干什么？杀你。不行。哦，怎么不行？就许你能杀我，我不能杀你。颜如玉，让他别杀我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不想知道什么秘密。真的，是真的。我要说的和你的身世有关。我不想听。你不是严家的女儿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是听父亲说的，当时他正和祖父在书房密谈，
我也是无意中路过偷听到的。好好说，不然就把你的心挖出来。我说那是3年前的中元节，我本来是想和父亲商量一下祭祀的事。你知道，我尽心想办好每件事。别废话。结果到书房就听到有人在说话，是祖父和父亲。父亲说你性格太软，和预料中的一点也不一样，会不会当初是报错了？祖父说时候还不到，要再等等。父亲说因为你这个私生女的身份，让他受了不少的嘲笑，早知道就给你安排一个别的身份。祖父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待来日成就大事。飞黄腾达，那点嘲笑又算得了什么？我那时才知道，你根本不是父亲的私生女，而是父亲从别处抱来的。可能是想利用你做些什么，但没有达成心愿。继续说。我对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些事儿，也想等着看，甚至还因为那个所谓的大小姐经常欺负你而充满期待。我想看你是不是有一天会奋起反抗，让我震惊一下。可是我问你，你可曾听说过严家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有谁和寻常人不一样？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？比如说身体强健，体质异于别人。没有，据我所知是没有的。父亲只有一个兄弟，这你知道，而且比祖父死的还早。祖父就更不必提，他自己就是独子，而且也死了。那你可知道我是从哪里抱来的？这我不知，真不知，也就是偷听到了那么一点儿。如玉，虽然我们不是兄妹，但我以后会把你当成亲妹妹，真的。以后这一路上，我保证不会让你们一家再受一点苦。严夫人那个毒妇，你也看到了是如何对我的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等我回去以后，定会报仇。你也希望他们死吧？他们害你骨肉分离，让你备受欺凌，饱受耻辱，你不想报仇吗？我们里应外合，拿下严家，让他们痛哭流涕，跪在地上求饶。颜如玉突然一抬手，一股白烟飘散。滚吧，今天晚上的事都忘记。你们来得正好，扶我。那2个人就奔他跑了过来，如狼似虎，凶悍至极。如玉，你怎么？那什么，你冷吗？严姐姐，你回来了，我都快急死了。你说让我在这儿等什么？颜如玉正想说话，林子里传来一阵尖叫和杂乱的脚步声。什么声？等的就是这个。你来活了，赶紧带人去吧，多带点人，多点火把，照得亮堂堂的。行，严姐姐，那我去了。如玉，那件事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严家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和他们撇清关系正好。你的身世，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，就当没有听说过。大当家，我很感激你仗义相助，但有的事不是你能管的。主子，去看热闹吗？今天大热闹。什么热闹？小树林那边，孟孟良带人举着火把，照得又明又亮，汗毛都能看清。好多人都为了抢占好位置打起来了。主子，要不要去啊？您不去，我可去了。这种事千载难逢。外面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清楚，和咱们没关系，早点睡吧。如玉，长旭的事多谢你了。他以前那么对你，我都替他没脸。你救了我们母子3人，这个家没有散呢。母亲，既然是一家人，就别说这种客气的话。我们同心协力，好好活着，等夫君回来。哎，好。这天虽然说吹着暑气，但晚上还是有些凉啊。严大人，您这穿的也太清凉了，赶紧回屋，可别着凉。哎，要不要扶着您点啊？自己能走吗？哟，严大人可小心些啊，是不是腿软走不动啊？要不要扶一扶你呢？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晚上的事儿都不许外传，更不能私下议论。我们严大人英明神武，容不得半点诋毁，听清楚了吗？你是谁？怎么随意进我们的屋？你们的房间在下面，出去。进你们的屋算什么？老子还要干别的。你想干什么？骂谁呢？
收起你们龌龊的想法，谁稀罕看你们呢？方才你们是怎么说的？为什么进树林呢？没什么，就是我们是官，你是犯，我们去哪儿还要和你说？一个小小的异族，算哪门子官呢？承不承认都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知道，做错事总要付出点代价。什么代价？把命留下。我的妻也是你们能动的。嫂嫂，你醒了，母亲说不让吵你。恒儿乖，本来想让你多睡会儿，做好饭再叫你，这没想到，捕快来干什么？昨天晚上那2个异族死了，听说是被人杀的，不知是谁报了官，捕快一早就来查问此事了。严嵩呢？都闭嘴，闭嘴！听清楚了吗？人死了去查，别找本官的事儿，要定本官的罪。行，拿证据来。要是没有证据，就滚开！本官稍后就要动身启程，耽误了本官的期限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小小捕快，也配来问本官？人命无小事，更不能以官位高低来定。这么能说，你怎么不去刑部？你怎么不去修律法？你们县太爷都不敢如此，你跑到这儿冲什么正义？如玉，快吃饭吧，说不定一会儿就上路，得填饱肚子啊。你知道那2个异族怎么死的吗？不知道，我大概昨天晚上没睡好，记性还有点变差。是吗？都忘了什么？想说什么就说。主子，您真的记性变差了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前面马上到镇子上，属下想买点东西，这个月的月钱您还没有给我。你是不是寻思着我不记得了，想多讹我一份啊？在山寨的时候刚给过你，我看你不是想要银子，是想挨几鞭子吧？哎呀，我还不是替您回忆一下，怕您真的记性变差吗？没差，好着呢。你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昨天晚上不停地做噩梦，梦到有人抽我的脑子，今天一早就感觉头疼，还有好多事情想不起来。你说我是不是也中了什么毒啊？大当家的气色不错，声音洪亮，行走带风，能中什么毒？对了，一会儿到前面小镇，就要与大当家道别，以后还请多珍重。道别？为何呀？你不是要去小镇办事吗？我们是要继续前行，要去西北。我没说去小镇办事啊，我说的是速成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如玉啊，来。母亲，怎么了？这个给你，一会儿到小镇上，你买些你喜欢的东西。我现在没什么能力，不能给你更多，真是对不住你啊。母亲没有对不住我，谁对我好我知道，也不在银钱上。等咱到了西北，你来掌家，我给你打下手，我们呀都听你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嫂嫂，一会儿到镇上，你想好买什么了吗？你有事？妈，就是想和你一起，我自己的话有点怕。半夜荒山野岭睡觉都不怕，大白天的去镇上怕什么？实在怕让你爹娘陪你，我不是。嫂嫂，你怎么？我这人说话就这样，尤其是不怀好意的。要是刺痛了你，今晚建议别再来找我的刺就行。大伯母，我没有恶意，其实我只是觉得你们可能没有钱买东西，我母亲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些，我又怕直接给嫂嫂她会不好意思接受，所以这才想一起去。你还是叫我夫人吧，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，你们的钱你们自己留着，不用操心我们，大家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。你刚才说你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？是的，我母亲。你们卖米卖面了？那点东西还是我替你们争取到的，你们能卖多少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说直接给钱，怕我不好意思要？是啊，你那么要强。没事儿，不好意思，拿来吧。大伯母说母亲要面子，没事，我不要面子，我要票子。来吧，新收的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你怎么都不是给我的吗？
你不会只有这么一点钱吧？不会吧？你母亲那么能省，一定还有。去找你母亲吧，快点！怎么了？母亲，他把我的钱都抢走了。什么？你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虚情假意一番吗？怎么还真给了？我没有给，是他要的。母亲，这还想买好吃的呢，你那里还有吧？我哪里还有？昨天晚上都放在你那里了。本以为你那最安全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拿什么买吃的？吃，想着吃你还把钱给人家，他要你就给，你是傻子吗？别哭了，我还没死呢。你死了我才不哭。哥儿，想吃什么？一会儿到镇子上给你买。我想吃小肉包。嫂嫂，我们有钱吗？你要去辛苦的赚钱吗？那我不吃。没事儿，嫂嫂有钱，别人贡献的，等到了就给你买。也还是个孩子呢，算起来呀，与霍长旭同岁，还要小上2个月。都听好了，给1个时辰的功夫，每家去1个人，要是敢逃走，抓回来打断腿，剩下的家人也跟着受罚，听清了吗？严姐姐，你和我一起去吧，省得路不熟回来严嵩罚你。你跟我一起，早点晚点没关系。他和我一起，我对这里熟，不会回来晚的。我是官差，严姐姐和我在一起才有保障。有保障怎么马大人不过来呀？孟差官，马大人是不是跟你说，为避免严嵩对夫人他们更不满，所以他尽量避嫌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猜的。马大人说的对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要买的东西也不多，自己能行。那你拿着这个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站住，别跑！好你个兔崽子，竟敢偷我的东西，活得不耐烦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都别管闲事儿啊！这小子偷东西，小偷难道不该打吗？住手！这么小的孩子能偷什么？至于下如此重手，他偷的包子我们刚做好的，还没卖呢，上来就抓，其他的还怎么卖呀？哼，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不过就是几个包子而已，拿去，这钱我付了，没事吧？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我没有地方住，我家被抄了，爹娘都死了，我实在太饿，这才偷包子的。我没有偷过钱，不是坏孩子。被抄？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啊，都散了吧。因何被抄？其他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爹临死前叫我逃，其他的人好像都被带走了，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。流放？怎么，没去买东西吗？我们没钱了。那你们可真是高风亮节。不过我没你们那么慷慨，买的东西不会分给你们的。哥儿，肉包子香不香？香。哎呦呵，这包子真不错，都流口水了嘿。哇，还有鸡，哇，还有蛋，可真不错。这鸡真肥，晚上能吃鸡喝汤吗？可以。路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啊，吃肉包，喝鸡汤，哎呦，跟野游一样美哉。母亲，你看他们。看有什么用？你把钱都给他了，现在这样看有什么用？母亲，忍忍吧，一会儿官差发东西。我不要吃那种杂面馒头，又糙又硬，都划嗓子，我吃够了。干什么的？滚开，别挡路。大人，我是呀，是个孩子。大人，先别着急，我问问。都快点儿，看他那欠揍的样。我没有家了，爹娘死了，亲人们也被流放，我想去找他们，你们能带上我吗？流放的地方各不相同，你知道亲人们流放到哪里了吗？西边吧。我自己能找吃的，真的，求你们带上我吧。怎么办？马大哥他还这么小，也太可怜了。我们怎么带他？又不是游山玩水。干嘛？我欠你钱了？他谁带走？你？大哥，你能多说几个字吗？
嫂嫂，我能和他玩吗？暂时不行，不过他要主动找你，你也不必避开。但要牢记住，不能跑到别处去。好，我记住了。他也是被抄家的，那道圣旨上，除了我们家还有别人吗？不要把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来。我们王爷也是被陷害的，若其他的人真因此事被牵连，那也是皇帝昏庸无道，与王爷无关。王爷有什么错？他才是受害最严重的人，一世英名，满腔忠诚，最后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了事。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？我叫小雨，是我爹给我取的名字，好听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们要去哪里啊？路上会遇见坏人吗？会不会有狼、老虎？啊，还要走多久啊？找我？为什么？你知道，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嘿，是你呀？我叫小雨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霍长虹。我比你大，你得叫我哥哥。走，我带你玩去。小小子挺厉害呀，上来就是认弟弟。胖哥哥，你叫什么？嘿，我叫杀鸡者。哪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啊？走啊，玩去啊！我不去，我得在这儿帮忙干活。我会摸鸟蛋，你会吗？不会。走，我带你去。你不会是害怕了吧？才不是，我才不怕。我嫂嫂说我是最勇敢的孩子。你嫂嫂是谁啊？是我，一会儿给你蒸蛋吃。只有一个吗？还有一个，你和你二哥一人一个。我吃半个，和嫂嫂分着吃。我记得你。包子好吃吗？你不是说自己会找吃的吗？我这么晚了，自然不好找。不过我不会吃的。行啊，我们也不多，你不吃正好。怎么，觉得我狠心？不是，我听嫂嫂的话，嫂嫂说的就是对的。主子要杀吗？不必，杀掉太容易，得让他们自食恶果。准备，一到速成，我们就和队伍分开走。大当家，夫人有什么吩咐？我看你袖口破了点，我给你缝一缝。原来大当家也知道，我还以为你会问我为什么呢。以前我刮破衣裳又懒得脱下，我母亲也这样为我缝衣。那你母亲一定很疼你。是，我母亲是世上最好的母亲，只可惜我不孝，让她跟着我吃苦，忧结了心。孩子始终连着母亲的心，生下来就是让母亲操心的，即便是操心呀，你母亲也是欢喜的。什么？没什么，夫人，我相信王爷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也相信，我儿呀，定会平安归来。我儿是有福之人，你看，如玉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缘分。这样艰难逆境中，都能带着我们全家团结一心，这就是天大的福气呀。夫人所言极是。我听如玉说到速成你们就走了，希望呀下回再见你也成家，有了妻室儿女。母亲，你这迂回仗打的，是怕我拐走你儿媳妇吧？夫人，要小心三房的人，他们没安好心。怎么了？夫人，我并非多事，是……我知道，抱歉，没事，就是刚刚，看着你呀，恍惚像是看到了我儿。夫人，您过去瞧瞧，我做的鸡汤行不行？上次是您做的，大家都说好吃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主子，您忘了您曾说过的话？主子，您还特意叮嘱过属下和金锭，要守好身份，绝不能暴露。您说陷害您的人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夫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。若是知道您的身份，血脉心相连，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然。若是被人瞧出端倪，他们就会陷入更大的危机。我知道，您放心，属下会照顾好夫人和少夫人，还有2位公子。那孩子也怪可怜的，要不要？不必，1顿2顿的，饿不着。小弟弟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好可怜。哼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还有闲心度别人啊？怎么
我说的不对吗？说得好，说得对，多吃些，补补嘴。二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之前你……不要和我提之前，之前的我早就蠢死了。再者，我也不是你二哥哥，我就长恒一个弟弟。刚才我说的是事实，别含沙射影。你觉得谁可怜，就把谁带走。你在哪儿睡？我跟你一起吧。可是我要和母亲一起睡。你这么大了还和母亲睡？我比你小的时候就自己睡了。不是，我以前在家的时候也是自己睡的。那你和我一起睡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黑什么虫鸣，我只觉得好听呢。我也不怕，但我还是要和母亲睡。明天再一起玩吧。你……小雨跟着霍长恒在后面絮叨个没完，一道黑色的影子扑了过来，挡住小雨。白泥，回来！你叫这只鸡什么？白泥，好听吧？我嫂嫂取的。你带我去哪儿啊？睡觉。你这会儿想起来管我了，那会儿我没东西吃，你怎么不管我？你说不吃，睡觉。我睡不着。躺着。好气啊！恒儿，刚才他和你说什么了？他说我这么大了还和母亲睡。不必为别人的片面之语生气，他们不懂你才会乱说，所以不必去争辩，强大自己，等将来实力够了，谁敢质疑你，直接打回去就是。若是懂我的人呢？懂你的人根本不会误解你，也不需要辩解。好，我记住了，睡觉。嫂嫂，能给我讲个故事吗？我只会讲鬼故事，行吗？那我也听。去哪儿？尿尿。你干嘛？跟着。不用你跟，我不怕。你跟着我，我怎么尿？不尿了。都麻利些，前面要过一条大河，到时候会有渡船载过去，都给我老实些，一个一个上，别急别闹。要是谁掉进水里，可没人搭救，就怪自己命不好。他说的有道理，不急在这一时，伤口再崩裂，这些日子的治疗和药就都白费了。快到大河了，心里别太难过。我为何难过？我还想抓几条鱼吃吃。你的2个兄弟就是因为抓鱼被水冲走的。跟紧我。如玉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恒儿没有见过这般大河，让他跟我走。母亲，你也慢一些。我来扶着母亲。好，都小心点。快点儿，别浪费时间。别怕，往前看，不要往下看。我不怕。嫂嫂，你以前坐过大船吗？梦里坐过，比这个还大。真的吗？那以后我能见到吗？能，还有航海的船，比这个载得多，还有睡觉的房间，一走要走好长时间。你懂得倒真不少。多看书，自然就不会空空如也。大嫂说的是，可笑我看的书多，却仍旧是个傻子。过去的事不必再提，记住教训，不再犯就行。几位，把小车放到那边，请随我来吧。我们船上还有些干粮，低价出售，几位要不要看看呢？刚说到这里，忽然传来一声鸡叫。你弄疼我了，放开，我不要在这里。你在害怕？是，我就是害怕。怎么样？怕就跳下去，跳下去就不怕了。我不要，你松开。该死的鸡，我要宰了你吃肉。嫂嫂，母亲。颜如玉甩手扔出一个红果子，鸡蛋大小的果子正中小雨的脑门。颜如玉继续向前，绷直的脚尖蓄力奔着小雨一踢。小雨的眼睛微睁，又咻的一笑，翻身跃入水中。松开！别着急，他跑不了。走！戴斗笠的人伸手扣住他的肩膀。是你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颜如玉，你为什么把人踢下水？是呀，还是个孩子呢，多可怜呀！你们眼瞎了吗？刚才他要推长恒，你们没有看见吗？你别闹事啊！这还有许多百姓，要是闹开我也不怕，闹开出了人命，是你严大人的事，与我何干？这点事都摆不平，你还当什么押送官？还是牛色心发作？瞧着这个孩子长得还不错，想回去养一养。你谁要再多嘴多舌，我就先割了他的舌头。该你了，说吧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放开我，我就是……跪着说，有的孩子是孩子，有的孩子
就是恶魔。我眼里只有人和畜生，问题我只问一次，听懂了吗？这就是个孩子，你们也太……打掉他2颗牙。掉了吗？快吐出来！哎呀，多了1颗！哎呀，劲儿没收住。瞧瞧，这像叫花乞丐饿得偷人包子的主吗？剧情套路动不动就是偷吃被打，演技还差，我都不想配合你们。见打不动我，就有人挺身而出，借你的嘴告诉我你也是被流放的，再激我的恻隐之心。哼，但我依旧不上当，你就跑到镇外拦截队伍，你这么心急啊？是生怕我瞧不出吗？你知道？怎么会不知道？你身上有余味，很淡，但是呢，的确存在。那几个追着你打的人身上也有，显然不是什么包子铺的伙计，和那个救你的于老板一样，你们都是一伙儿的。哼，还有，粗糙的东西吃不惯吧？有人可怜你，给你一点杂面馒头。馒头呢？扔了吧。哼，谁吃那种东西？那个蠢女人还可怜我。呸！你昨天晚上就想把长恒拐走，实在没办法才改在今天。水是你的强项，你们也有接应，可惜棋差一招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你不说就让别人说，谁说谁就活啊！说嘛，我们是小心！几乎是同时，一支冷箭从岸上射来，直奔霍长鹤。小雨瞪圆眼睛，不服气地梗着脖子，退开！猛地嘴一张，一口血奔着颜如玉喷出。主子，大当家，没事，放心。赤瞳，少夫人，能不能救救他？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？我需要一处干净安静的角落，那打扫干净，铺上东西。马大人，麻烦你带人围成一个圈，不许其他人靠近。好，这容易。去把小雨的血往这里面装一些，要重新割的伤口里流出来的。好。怎么好像没动静？我怎么瞧着他好像不动啊？你说，他到底能不能救主子？这种邪性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说他们到底是谁的人？冲着谁来的？主子会不会暴露身份啊？你醒了，没有发热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我头还有点晕，眼前有点发花，说话也有点提不上力气，喉咙有点干，浑身也没什么力气。我好好的，那个，感谢你救了我。你头晕就闭眼休息，闭上眼睛就不发花了。别说话，不用提气。喉咙干，一会儿喝点水。那个人呢？失手处理了吗？那个人非同寻常，他失手你手下处理了，手法娴熟，一切都好。别的等你头不晕眼不花喉咙不干的时候再说吧。马大人，可以了，有劳大家。无碍，他怎么样？没事，休息一阵就好。你厉害啊，严姐姐，这种怪异的毒你都能解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已经没事了，去看看他吧。我也去看看热闹，见识一下。如玉，他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有点凶险，但好在大当家自己身上有药，用得及时，休息一阵子也就没事了。好好，如此便好。你呢？没伤到吧？可伤到哪里了？我没事，没有受伤，母亲放心。对不起，嫂子，是我的错。荷儿没有任何错，不用自责，是那些坏人处心积虑的小害人，这些都与你无关。是这样吗？是，乖乖跟着母亲，不要多想。下船之后我们就快到速城了，你计划一下我们要再买些什么？你过来，我们大人叫你。你说什么？大声点。你说的那些我不感兴趣，你们大人的事与我无关，更不知他喜欢男还是女，你就问他自己。大人，我没有，我没说那些，我闭嘴！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装什么傻？现在这种情况，又是出人命，又是中毒落水的，难道不声不响就算完了？到地方下船，按行程走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报官，让他们过来查案。那3个人什么来头？射杀他们的是谁？刺青的那个又是谁？我是无所谓，
你耽误得起就行。你颜如玉，你别太得意。我当然不得意，这点小破事，我得意个什么劲儿？我又不是那些吃到一顿好的就不知道东南西北，喝几杯猫尿就分不清树林驿站的混账。严嵩，别在我的面前耍威风。我跟你说过的事儿，忘记了？哼，看来你经常生气，脑子记性都不好。别惹我，否则的话，你那些破事儿就会被京城的说书人、乞丐四处传播。严家能和我断绝关系，你以为你是什么有用的东西？说不定严夫人安排的人还在前面埋伏着，等着杀你呢。先生，对照出门前您写的单子，这上面的材料还差2种。先生，童儿，快吩咐船夫过去，把那个捞起来，快！小心些，别碰破了，要完好无损的。先生，这难道就是？没错，这就是美人蕉，而且还是一颗难得一见的珍品。据书上记载，像这么大的很少见。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！刚才我还说有2种没有找到，现在只差1种了。先生，有福之人不用忙，弟子真是服了。这趟算是没有白游，去打听打听，刚才这里可曾发生过什么？这个美人蕉不会随随便便落水。是，弟子这就去。要想让本寨帮忙也不是不行，麻烦大人给颜如玉一些好处。什么好处？这个得由大人自己想，自己想出来的才够诚意。大当家，此事和他有什么关系？那此事和本寨有什么关系？严大人，你不照样来求本寨帮忙吗？所以有没有关系是本寨说了算。大当家，您看这个可否？我也是身无长物，其他的好处也再没有了。凑合吧，不过要大人亲自交给他。另外还请大人行个方便。什么方便？以后这一路上还请严大人对颜如玉特别对待，比如驿站有好的房间住，吃食和你们一样，天冷有衣穿，病了有药治。暂时就先这些吧，这点小事对大人来说不难吧？行。你有完没完？这个给你。哼，干什么？把你的命卖给我？把我的命卖给你，我还把钱给你。走快点，磨叽什么？有谁不愿意走，直接跳水里。马大哥，他又发什么疯？这个人怎么这么暴躁？大概是和颜如玉谈话来着吧？啥？和颜姐姐说话？为什么会成这样？今天晚上不法迟到，自行解决。母亲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要饿死了。不止你饿，我也饿，一会儿去找点吃的吧。之前分的米面呢，一点没有了。就那么点儿，够吃几次？你去找些吃的，要不然去和别人借。这会儿谁肯借？你怎么不去？照顾妻女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哼，你们有手有脚的，还用我照顾？相夫教子也是你应该做的，你赶紧去。儿子让你办的事你也没办成，还好意思在这和我顶嘴，赶紧去。老爷，别什么别，之前又不是没有过，害什么羞啊？快点，否则受罪的还是你呀。老爷，我怕夫人若是知道了。你不说他怎么会知道？再说现在不比在府里，我还怕他知道。哼，等到了宿城，我自会吃香的喝辣的。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，说不定我还能收你做个姨娘。不，老爷，奴婢不敢。夫人她……夫人？什么夫人？到时候她是不是夫人还不一定呢。哼，得看我高不高兴。谁？管好你的嘴，若是走漏半个字，奴婢不敢。少夫人，是您。少夫人，您要小心三夫人和小姐。怎么说？具体的奴婢不知，只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。
应该是和你有关。为何要告诉我？你告诉我，我也未必会念你的好啊。奴婢哪有什么好，拖着残躯只剩下一口气罢了，也没指望着到西北，走到哪算哪吧。奴婢就是想为少夫人尽一点力。那日我兄长被三夫人逼着下水，结果被水冲走，除了您，没有人去救他。您和奴婢没有任何交集，甚至都不知道我兄长是谁。奴婢觉得你是好人，好人应该有好报。我算好人吗？等等，这个给你，拿去交差。你别吃，吃了这个再回去。记住，你别吃地瓜。也轮不到我吃。嫂嫂，我能把红果子给大哥哥吃吗？可以。多谢嫂嫂。大哥哥，我给你一样东西，悄悄的哦，不要让别人发现，这是嫂嫂给我的，我给你留着。不过我也问过嫂嫂，她同意的。哦，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你干什么？你想吃了它？不是刚吃完饭吗？爹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？就是那只鸡，你说会不会是妖精变的？不是，真的，我没有开玩笑。你看到那只鸡脖子上戴的项链了吗？你还记得不？那次乌卓部大首领派人来求救，咱们跟着主子去平叛乱，之后他们的公主的大侍女，那个大侍女对我一见钟情，非要嫁给我，还记得不？鸡是他变的。主子，您在吃什么？没了。鸡成精啊？什么？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？王爷，你有没有觉得那只黑山鸡有什么不对？你有话就说，别故弄玄虚。王爷，您瞧见那串项链？不是，其实那是一条手串，是乌卓部的公主的大侍女送给我的。大侍女为何要送你啊？那鸡带的怎么会是你的？大侍女成精。不是，主子，我的意思是那串东西被我扔在王府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，还带在鸡身上？你问谁呢？再说了，那种东西无非就是乌卓部的石头，咱们这边是少见了些，但也不代表没有。京城几家首饰楼就有过，不信你去问孟孟良，他经常给他娘亲买首饰，一定知道。可是，难不成你还在那串东西上做记号了？这倒没有，因为属下没瞧上那个大侍女，所以就没有在上面刻富贵的符号。你没瞧上人家，你还说人家东西可耻？不是，我怎么就可耻了？我没收，是他偷摸塞我包里的，我走半路拿干粮才发现。啊，我的嘴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瞧热闹去，走啊！当家的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你吃了什么？啊，母亲，父亲和我们吃的一样的东西，我们没事啊。怎么了？你想到什么？还是你？嫂子，求求你救救我父亲吧！嫂子，你连那种奇怪的毒都能解，我父亲的病也一定能治，求求你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霍小姐，我们不是一家人。你们早就签过断绝书，按了手印，要不要拿出来回忆一下？大伯母，当时那也不是我们家的本意，都是二伯母。以前您那么疼我，现在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父亲受苦吧？哼，把问题推到一个死人的身上，你可真会说。以前疼你也没见你关键时刻报答，现在想起来求助，我们就一定要帮忙吗？你说的对，是不能眼睁睁看着。时候不早了，恒儿该睡觉了，我们闭上眼。如玉，走。哦呀呀，这是什么特别的嘴啊？看它红艳艳，大肿肿，裂开开。呀呵，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也从未见过此嘴。这难道就是上天对破嘴之人的惩罚吗？苍天呐，大地呀，这是哪位大仙如此英明神气呀？别用手直接碰。那你给我看看。背过身去，低头，好多了，再擦几次药，很快就能痊愈。你的医术真好。师傅教得好，自己也聪明，医术好，正常。
说的也是。大嫂，我来给大当家上药吧。好，给你。大当家，多谢你救恒儿，之前对你多有冒犯，还请多担待。有什么需要的，只管吩咐。我是男子，更方便些。这个弟弟，不开就是不开，一开了还真是很能惹人生气。大当家，那就多谢二公子了。哈哈，应该的。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啊？不会。为何如此肯定？嫂嫂说不会，那就不会。看云行，看风向，还有风吹过来的潮湿度。这种云被风一吹，很快就会散，不会下雨。这个你也懂？师傅教的。你师傅还真是厉害啊，什么都会，定是什么世外高人了。你师傅能治那种脑子被抽的病吗？什么？啊，就是那天晚上，我总觉得脑子被抽走了一些。那你早死了。那怎么我有些东西想不起来呀？大概是被吞梦兽吞了吧。嫂嫂，什么叫吞梦兽？就是专吃梦的兽，晚上梦里才会出现。那他和那天晚上你讲的狐妖谁厉害？狐妖吧，狐妖还能魅惑书生。啊，看我做甚？二哥，你是书生，要小心狐妖哦。我真是谢谢你呀。公子啊，来了，那边就是。看到母亲了吗？没看清，人很多啊，穿的衣裳也差不多。小的怕您着急，便赶回来。公子放心，夫人他们一定在。去城门那边打点一下，别让他们把门关上。啊，是。蓉儿，那就是霍长荣，在速城做了个守城副将。说起来，当初他做这个副将，还是长鹤给求的恩典。良心为了狗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。嫂嫂，什么办法？哼，让狗吐出来。可是，吐出来也不能再吃了呀。踩碎，扔了，心里痛快，也比为了这种狗强。好粗暴，但又莫名觉得好过瘾。大人，不知能否借一步说话？大人，一路辛苦了，在下给大人备了些薄酒，还请大人赏光啊。霍副将客气，您的官职不比本官低，本官可不敢当。嘿，大人说哪里话？在押送队伍中，自然是您最大，家父家母也多承蒙您的照顾，还请千万不要客气啊。霍副将盛情难却，那本官就恭敬不如从命。还请霍副将稍后，本官先把人都安置好，公事不可废。大人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说来听听。按说这些流犯该在城外护城军营中，那边也早安排妥当。不过大人，在下的家人能否请大人通融一下？在下给大人在城外准备了一座小宅子，还请大人好好休息一晚。您放心，他们也一同前往，绝不会逃走。大人，我的岳父老泰山知道我相思之苦，特准我前来的，稍后也请大人喝几杯。如此就按霍副将所言吧。多谢大人。那我就叫大伯母一家和我父母妹妹一同进城。还有大房，都是直系一家，大伯母之前待我极好。父亲，你这是……先别说这个，办正事要紧。大伯母安，侄儿给您请安了。这位是……这是胆小的人能有的眼神吗？长荣，你不必叫我大伯母。大伯母，您是长荣做错了什么吗？你去问你祖父，问你父母，他们早就和我们大房断绝关系了。长荣，我的好孙子啊！祖父和大伯母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他说是真的，没有误会。长荣啊，这一家子，尤其是这个女人，就是个扫把星，极其恶毒。我们和他一家签过断亲书，他们休想再跟着你得到好处。长荣啊，能见到你实在是太好了，你能不能和大人说说，把我这一把老骨头，就别让我再去受那个罪了。霍副将，他们不是在生你的气，身体是自己的，犯不着和不相关的人生气。我也不会劝，因为他们的态度都是我教的。我们和你们也不是一家人，看清楚，这是你爷爷、你爹、你娘、你妹妹都按过手印的断亲书，看清楚了吗？看清了就退下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长荣，别理他们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走，
去你家里看看，我还没有来过，你给我安排个住处，我得好好解解乏。此时城门那边传来几声敲梆子的声音，马上要关城门。大伯母、嫂嫂，家难当头，理当团结一致。去和你们家人说，是他们要断。大嫂，之前都是二房闹腾，我其实也没说过什么吧，只是当时情势所逼，我们若不答应，二房得闹个没完。我想着先应承下来，到时候再暗中接济你们。一家的血亲，一笔写不出2个货字，难道还能真割得断不成？大嫂，哎，我母亲悲伤透心，如果想让我们改变主意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嫂嫂请说。我母亲是大房的夫人，又一直掌家。我夫君现在虽然获罪，但过去带给诸位的好处也是不能抹杀的。恕我直言，霍副将，要是没有我夫君，你今日怕是也得和我们在一起，没有施好处给我们的机会吧？嫂嫂说的是。既如此，那你们就给我母亲叩个头，算是对她之前照顾你们的感谢。被媳妇儿帮着讨公道的感觉还真是不错。不愿意就算了，不强求，我们本来就不稀罕这个。没错，就是嫂嫂说的对。公子，是你们一家，不是只有他。跪下。大嫂，是我们的错，今日就在此向您叩头认错。大伯母、嫂嫂，可以了吗？霍副将，你不是你家人？当然，还有我。长荣叩谢大伯母的照拂之恩。难怪二房一家死得早，和三房一家根本不能比啊！都起来吧。大伯母，那您是同意了？我给您备下了好多东西，您去瞧瞧。不必麻烦，简单就好。夫人，少夫人，在下这就带手下告辞。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大当家，这药你拿去。多谢少夫人。大当家，救命之恩永不相忘，一路走好。希望你一切顺利，下次再见，携妻带子。嫂嫂，这是你的，你做主。大哥哥，这个给你。为我省下的，多谢。皇儿最乖。马大哥，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，你觉得呢？是不太正常。霍长荣不但没扯清关系，还如此热情，怎么都不对劲儿。霍老三瞧着什么狗样，其实虚伪得很。以前我和他一起在书院读书，刚开始他不知我的身份，对我爱搭不理，知道了以后又百方讨好。我担心他如此对严姐姐，怕是没人好心。马大哥，我们就坐视不理吗？我们相安之下把差事办完。我在这里也有几个朋友，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。哇，这里好热闹，都快赶上京城了。这里本来就是号称小京城。小京城，若重兵在此，也有之前的双峰山做屏障，万一真有什么人图谋不轨，这里可真是个攻守兼备的好地方。这话大哥之前也说过。对了，大嫂，三房人极力邀请我们，必有所图，还请务必小心。我知道，我们都要小心些。可他图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现在都这样了，会不会想通过我们找到大哥的下落？他们以为我们知道大哥在哪儿，想扣住我们，引大哥现身。这应该不会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来的人就不只会有霍长荣。速成刺史文清浊不会放过这样的立功机会，就算他不亲自来，也会派个心腹。有理。那个小厮还是霍长荣从王府带过去的。还有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霍长荣见到我们时提都没有提二房，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已经知道二房出了事，他们之前一直有联系。之前霍云然也对我们示好，他还说过，到速成之后，如果我愿意，就让霍长荣帮忙劝说，让我与夫君和离。和离？大嫂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你……嫂嫂，我不想让你走。唉，你们想哪儿去了？我不会走，我只是陈述当时的情况。他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或许这就是关键。难不成是三房人觉得你好，想让霍长荣和你？哼，
霍长荣也配？你们是不是跑偏了？霍长荣在文家的地位如何？之前有大哥在，一切好说。他娶文小姐还是文清卓那年年底进京述职时先向大哥提的，现在只怕他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或许他是想把我当做垫脚石，想要站得更稳些。如玉，咱不去了，管他什么心思，一会儿呀我来说，就在这闹事上说，咱不怕。你找机会赶紧逃走。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，也让路人过来看热闹，造乱世。我说过了，我不会走的。夫君未归，尘冤未雪，我不会走。什么时候也不会走。可是霍长荣要是真的有你说的那个心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不能看着你被他利用啊。母亲，你也太小看我了，谁利用谁还不一定呢。大家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他有张良计，我有过桥梯。霍长荣不出手算他命大，他要真敢动邪念，我定要他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一会儿无论到哪儿，大家都不要多说，假作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推测的也未必正确，我们以静制动。好，大伯母，嫂嫂，下车吧。这是哪儿？不是温府。这是我个人的一处小私宅，嫂嫂莫怪。现在大家身份特殊，去温府不太方便，就在这里住一晚吧。大伯母，各位，随我来。还是我孙子厉害，这宅子真漂亮。是，就看这景比王府讲究许多。去，带老太爷去住处，好好伺候。母亲，你们也一同去吧。怎么，不住一起吗？嫂嫂有所不知。当然不知，知道就不问你了。不过既然三夫人给我母亲叩头认了错，不应该住在一起好好伺候吗？怎么，还是霍福将给你家父母准备好吃好住，去怠慢我们？嘴上一套，做着一套。当然不是，嫂嫂误会。既然嫂嫂这么说，那也好，正好有2处院子挨着，大家就各住一处吧。作为尊，大伯母、嫂嫂，你们就住在这里吧。母亲，你们住在右边。三夫人，一会儿洗漱完收拾干净，记得来伺候我母亲。你别太过分，我母亲怎可？贵都贵了，还怕伺候？那是因为贵都贵了，还怕伺候？母亲，好，等我洗漱好，吃点东西，就过去伺候大嫂。这菜里应该有迷药。哼，当真是没安好心。喏，一人1颗，吃过之后就吃饭。可这没事，我的药丸可解。放心，既然来了就不能委屈肚子。那你呢？我不用，我小时候经常用药，不说百毒不侵，但这种迷药对我不管用。喏，大家都多吃一点，一会儿还得干活，没力气可不行。干什么活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你们就待在这里，朝旭、何儿，你们守着母亲，要是听到外面有动静，就趴下装晕。你要去哪儿？门口有人守着。我知道，我不走门，我得去看看他们在怎么得意。那务必小心啊！怎么弄成这样？你们信里也没提。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变化。给你写信那会儿还不是如此。我们也想和大房打好关系，可你瞧见了，因为之前断亲的事儿，他们耿耿于怀，根本不好再相处。是啊，哥哥。你吃完再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就知道吃。你的教养哪去了？哥哥，我都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。我还没说你，颜如玉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他胆小又懦弱？你看看他有半点胆小的样子吗？关系还如此糟糕。他以前的确是，谁知道怎么，许是被抄家吓得改了性子。蓉儿，那现在颜如玉行吗？能不能讨你岳父欢心，助你平步青云，就在此一举。不行也得行。好在那张脸还算美，本来我是想用软仙枣，没想到颜如玉竟比软仙枣还要美上许多。至于性子嘛，一会儿我去看。他们吃过饭就会晕，我再给他用点别的药，他再烈也得成淫女。这就好，能助你一臂之力，
我就放心了。你父亲这嘴……明日再说，今天天色已晚，找不了郎中，成败就在今晚，办大事要紧。也对，等你地位稳固，一切好说。大哥，你真的入赘他们文家了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。若非如此，你哥哥不也被牵连，哪还有今日的机会？你们好好休息，就在这里，哪也别去，听到什么动静也别出去。行，蓉儿，你祖父他年纪大了，又一路辛苦，骤然一松下来，身体反而更扛不住，撑不下去也是情理之中。去请老爷过来，就按我之前教你的说。大伯母，长穴。颜如玉啊，颜如玉，纵然你有几分聪明，最终还是要落在我手上，乖乖为我的晋升铺路。在他的手指即将碰到颜如玉皮肤的时候，颜如玉忽然睁开眼。你，我什么？好了，大家醒吧。哼，丧良心的东西，竟然打了这个主意！我呸！什么狗东西！哎，大家别急着打，听我说，我们的时间不多，这样抬着他去墙边，你们等我一会儿。接着，荷儿，怕不怕？不怕。好，那就翻过墙到那边的院子，和母亲一起等着。你退下吧，就跟三姨娘说，我在其他地方歇下了。如玉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在这里休息，我还得再出去一趟。还要出去？可别有什么危险呢。母亲放心，你们都在，我不会让危险发生的，我去就会。大嫂的力气真大。贾公子戴着一张鬼王的面具从前院溜了出来，迎风相对，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猴脸。啊，我怎么睡地上？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哼，那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啊？哼，你得意什么？真拿自己当主子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告诉我们什么？接着说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哼，这是我们的院子，我们不在这儿，在哪儿？我怎么会在你们的院子？明明我夫君呢，我儿长荣呢？不知。昨天晚上霍长荣和三老爷把你抬进来，硬塞给我们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至于他们去哪儿了，我们不知道。这也不是我们的家，不能随意走动。至于你女儿在哪儿，我们就更不知道了，一直没见着。你儿子也没说。不过你夫君和你儿子昨天晚上走的时候，倒是挺高兴的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放开我！喂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看看！母亲，救我！混账！敢坏我文清卓的好事！你是母亲，他是你哥哥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应该是你，明明该是你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害我的然儿，你还我的然儿！有本事你就撞上来，当场自尽。如果没这个本事和血性，就给我听仔细。哼，这事儿是你儿子干的，与我无关。要不是他百般的跪求，我们能来？三夫人，问问你自己，想不通就抽自己耳光，抽通为止。父亲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伺候老爷？你是何人？我们是霍家人。韦小姐不认得吗？这二位，一个是你的婆母，一个是你的小姑。真是唱的一出好戏呀！为了不去流放，你们可真是什么都干得出。这是让我叫我的小姑子姨娘吗？不是的，儿媳妇儿，你不要误会。闭嘴，姑爷呢？霍长荣，你这个吃软饭的狗东西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老子的人你也敢碰？大哥，我不要叫我大哥，你也配？他娘的，你给我站住！妹妹，这家伙把我带回来的舞姬给睡了，你说怎么办？霍长荣，夫人，不是的，你先听我解释。你可真是能耐了哈！不但把你下贱的妹妹母亲弄进来，还在家里睡其他女人。霍长荣，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？
你还叫你妹妹勾引我父亲，这种事你都干得出来？你们还能无耻到什么地步？什么？还在这儿装？你为了不被牵连，入赘我们家的时候，是不是说好了，和你们家的人断绝关系，将来生的孩子也姓文？你是不是立了文书？这才几天，又把你母亲妹妹招来，用这种脏法子？我告诉你，霍长荣，就算是他爬了我父亲的床，我也会不答应。怎么会？霍副将，你昨天晚上和三老爷把三夫人交给我们，把你妹妹抬走，现在事情败露，想不认？我不是。你不是？难道你的意思是我自己过来对你妹妹用强？父亲，别和他废话，我早就看这个吃软饭的家伙不顺眼，一副奸相，一肚子坏水。当初要不是有镇南王的面子在，岂能轮到他进我们文家门？他算老几呀？你们也是霍家人？不错，镇南王是我的夫君，这位是我婆母，这两位是我的小叔。不愧是霍长鹤的妻子，果然非同一般呐。我是错过了什么吗？怎能如此热闹啊？嘿，一点家务事，让贾公子见笑了。这可真是……贾公子是贵客，不如请去前厅奉茶，其他人等……文清浊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听到轰的一声，怎么回事？赶紧去看看！快来人呐！着火了！快点救火呀！哎呀，房子塌了！快来人呐！母亲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咱们回去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。好。是你？哼，是我。你能奈我何？颜如玉，你胆子真大，你居然还敢承认！我为何不敢？你生出这种脏的心思，干这种恶心的勾当，你都敢，我为什么不敢？这里是文家，你也知道是文家，不是霍家。你以为你能一手遮天？哼！我表明了身份，纵然我夫君不在，纵然我们是被发配，文清浊也不敢如何。即使你能买通严嵩，可马大人还在城外，他和他手下的禁军个个都亲眼看到你带我们进城。我若死在这里，朝廷追究下来，霍长荣，你的肩膀有多宽，你担得起吗？文家会替你担吗？文清浊老奸巨猾，当初答应你入赘避难是为了女儿，现在你对文小姐不忠，还意图用亲妹子算计她，你觉得他还会为你沾染一丝麻烦吗？我无所谓，你行吗？霍长荣，你舍得抛下荣华富贵吗？哼，你不舍得，怎么你不过去看看，说不定还有惊喜等着你呢。你给我等着，毕竟这还是在文府，你还走不了。后悔吗？都怪你，颜如玉，你不得好死。我得不得好死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反正你会死在我前面，你也看不见。你有操心我怎么死的闲工夫，不如好好想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女儿啊，她被你儿子献给她岳父，这要是做了妾，你儿子该怎么称呼你女儿？你和你亲家又该怎么互称呢？哎，可真是让人头疼。颜如玉，你好歹毒！哼，我呸！到底是谁歹毒？你还好意思说如玉？这是你们自己造的孽，别怪到我们如玉的头上。你们为什么非得让我们来？宁可跪下磕头都在所不惜。难道不是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存了那歹毒之心吗？哼，怎么，现在如玉不过是袁术奉还，你们就受不了了？什么东西啊你们！如玉，我们走。哼，霍家祖宗幸亏死得早，否则也得被气死。霍长荣没事的时候，还是回去看看你们那一支的祖坟吧，是不是被雷劈了？三老爷被他一脚踢到床底下，摔得晕头转向，还没来得及爬起来。今天不知我被戴了绿帽子，原来我爹也一样。你是谁？我是霍家三老爷霍长荣的爹。哼，你们真是不要脸呐！
真是好本事！儿子睡我的舞姬，老子睡我爹的妾，你们是不是还想着把文府改成霍府啊？这是颜如玉干的吗？记得当初在道观毁掉神像的时候，比这威力要大许多呀。这间房子塌掉的时候，他人明明不在这里。如果是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霍府将来的正好，快点进去吧。令尊好本事。哼，长荣，你可真会办事啊！父亲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是要叫我父亲，还是叫这个人父亲？父亲说的哪里话？我既是入赘文家，自然只有您一个父亲。既然如此，你就把他带下去，我眼里见不得脏东西，处理干净再来见我。老爷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醒来他就在这儿，我根本不认识他呀！你不能杀我，莫先生最喜欢我的琴声。莫先生，文家竟然也和莫先生有来往，这可真是个意外的收获。这个消息稍后还得和颜如玉说一下。哈哈，让公子见笑了。这里乱糟糟的，请随我去前厅吧。道院门口，撞见闻声而来的严嵩。你又是谁？本官是霍副将请来的，是这里的贵客。你又是何人？哼，本官？你官什么官？这里是文家，刺史才是最大的官。你算哪根葱啊？公子，这位官爷的脾气可不小，我瞧着他的气势比你还足，还是先问问，以免发生什么误会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打出去！如玉啊，现在这事情闹成这样，我们该如何自处啊？尽管起便即可。三房的人和我们一样都是被流放，文家也得有所顾忌，总不能把我们都处置了。文家还没有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呢，何况是13房的人做的，和我们没有半点的关系。我们可什么也没干。你什么都没干？那昨天晚上扛人的是谁？好，那我们就静观其变，等等再说。你们先歇着，我去找点吃的，饭还是要吃的，大家快吃吧。这包子和王厨做的一样好吃。须是想念之前在王府的时候了，感觉这菜呀都和咱们以前的厨娘们做的味道相近。那您就多吃些，今天早上这饭可以放心吃。放开我，别碰老子！是霍长荣请我来的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叫霍长荣出来见我，敢如此羞辱我，滚出来！住手！放开，不许无礼！严大人，我手下无知，还请多多担待呀。严大人，这位是速成刺史文大人。刺史大人不必如此，不知者不怪。来人呐，好好伺候严大人洗漱，叫大夫给治伤，换身衣裳。几位受惊了，这里不是待客之所，请诸位移居他院，给各位压压惊。少夫人聪慧，非寻常女子能及，这一路走来，想必也吃了不少的苦。不知可有王爷的消息？有什么需要本官帮忙的，只管开口。文刺史言重了，我于文刺史素昧平生，怎敢如此不懂礼数？文刺史是三老爷的亲家，与我们无关，我们可不能打着亲戚的名义做些畜生才做的事。少夫人果然非同凡响，也只有你这样的奇女子，才能与镇南王成为眷侣。本官敬重王爷，才想着出手相助，与其他无关，夫人不要误会呀。大人所说可是真的？当然为真。夫人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说。说是说不完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就不说请大人上书请奏为我夫君求情的话了。我们这一路上缺吃少穿的，不知大人能否……还以为有多了不起，说到底就是个女子，目光还是短浅。那位也太谨慎了些。好，没问题，稍后我会派人过去给夫人以及家人备些吃穿，路上用。东西嘛就不用了，一路上带着也挺沉的，不方便。大人若是有心，直接给银票吧，怎么？不行？当然，是本官考虑不周，就依少夫人所言。
年票。当初见王爷时，王爷神武英勇，让本官极为敬佩。否则也不会让霍长荣娶小女为妻。如今不知少夫人可知王爷身在何处啊？文刺史重情义，真是让我感动。你都不知道，自从王府落难，冷情冷血的人我们见多了，难怪文刺史能身居高位。重情义之人啊，连上天都会眷顾的。袭人大人同意给银票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，就这个数吧。婆母、二弟和我各算一个，恒儿还小，他就不作数了。毕竟让大人破费太多，我也过意不去的嘛。孩子再小也得算一个，有一个算一个。既然大人坚持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等我们走时，必定好好为大人养命。4万两，银票就劳驾大人给我10张2000两的，10张1000两的，10张500两的，5张100两的，10张30两的，15张10两的，剩下的50两都换成散碎银子即可。我们本来还在愁，等到了西北，日子可怎么过呢？如今遇到文刺史，可见苍天有眼，生不该死，总有救。文刺史，您一言九鼎，仗义疏财，与那些猪狗之辈果然不一样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想疏财呀。你我怎么了？对了，你是管家吧？我知道4万两对文刺史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我已经非常感激了。你虽然是管家，可也不能替大人做主啊，你说是吧？说4万两就4万两，不能再多了。好了，先安排住处吧。想套我话，气死你！文刺史，一会儿差人送银票来就行，您不必再多跑一趟。老远就听到你们在说什么银子，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身体不太好，最近快换季了，有点咳嗽。你们继续。怎么不渴死你？贾公子有所不知，大人慷慨，愿意资助我们4万两银子。当真？文大人真是心地良善呢。之前文公子还说想与在下合作，说实话，在下还担心文公子的实力呢。如今看来，倒是在下多虑了。是啊，父亲，儿子与贾公子要好好合作，您是不是很高兴啊？我高兴你个鬼！莫不是大人有什么难处？如果实在不行，这银子由我来出好了，不劳大人。怎么会？贾公子是客人，怎么能让贾公子出钱？4万两，不算什么。少夫人先去休息，稍后本官会差人按夫人所说的全部准备好。那就有劳文刺史了。4万两，4万，这小狐狸可真敢张口啊！贾公子这咳的可不轻，要保重身体。多谢少夫人关心。如玉啊，我们真要他的钱？要，为什么不要？母亲放心，他必有所图。我今日也是试探他，连4万两他都舍得，可见所图非小。既然他想当猎手，那我就得咬下他一大块肉，让他疼，舍不得撒手，直到把命都搭上。如玉啊，他可是一城刺史，不同于严嵩啊。是啊，大嫂，我看这姓文的不是好惹的，就是个笑面虎，咱们还是不要冒险的好。我听嫂嫂的。母亲，常旭，我并非为着他那点银子，说实话，他这4万两我并不看在眼里，有他没他，将来到了西北，我也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但是我怀疑他与夫君的被害有关。你是说他先是试探夫君的下落，而后我说4万两他都能答应。再者，他本就是一网的人，这不能不让我怀疑。方才严嵩挨打，你们都看见了，文清卓匆忙赶来，又好言以待，态度转变得太快了，这其中定有缘由。你是怀疑他们之间有勾结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我告诉你们这些，是不想让你们太过担忧。只要他们有所图，只要夫君还没有现身，我们就不会有危险。大家听我的便是。我们不怕，只要咱们在一起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如玉，我听你的。大嫂，我也听。还有我。
少夫人可在？是那个病歪歪的人，叫什么贾公子的。大嫂，要见吗？我怎么觉得此人神神叨叨的？见一见。我看吴海哲对他十分的恭敬，定有些来头。方才也为我们说话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贾公子，有何指教？有件事情我思来想去，还是想和夫人说一说。你说。我呢，自幼身子不好，因此特别崇拜身强体壮、能纵马驰骋之人。而镇南王纵横沙场，令敌人闻风丧胆，是我心目里的英雄。我方才听文公子说夫人是王爷的妻子，实在是心生钦佩，因此特冒昧前来。这倒是，我家王爷神武是很多人心中的英雄，贾公子如此也不例外。王爷必定是冤枉的啊！夫人照顾王爷一家，待王爷回来必定不会辜负夫人。少夫人，是在下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英雄的力量很伟大。一提到你心目中的英雄，你好像也不咳嗽了。贾公子此来不会只是单纯的向我表达对夫君的敬意吧？不是，我是有一事想告知夫人。夫人可听说过莫先生？怎么，贾公子也听说过？我也是无意中听到的。方才夫人没去那边，文大人的三姨娘与人私通，文大人很不满，想要处置他。他就提到莫先生，说是莫先生很喜欢他的琴声。多谢贾公子如实相告。应该的，实不相瞒，我到文家也并非只为了合作，也是想办点其他的事情。若是夫人需要帮忙，可尽管吩咐，只要在下能办得到，一定尽力而为。贾公子，我们似乎并不太熟，你这般厚意让我惶恐。少夫人哪里话，我成不了镇南王那样的马上英雄，能为他做点什么也是应当的。要是能帮上夫人，是我的荣幸。夫人尽可信我，我绝不辜负。如此，多谢。那夫人有什么计划吗？我还得好好想想。若是有需要公子相助的地方，自会开口。贾公子取出一只哨，轻轻一吹，一道黑色的影子掠来，落在他的肩膀上。这只鸟有点灵气，能传简单的话，能传信。夫人若是想通知在下，吹哨叫他即可。我这几日也暂时留在文府。真是个好姑娘，好姑娘！哎呀呀！这鸟说话的语气实在有点耳熟。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们队伍里有一个小胖子，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兄弟被水冲走的那个。他就长了一张聒噪的嘴，说话的腔调和你这只八哥挺像啊。鸟嘛，说话都怪声怪气的，听着差不多。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！哦呀呀，耳朵红了嘿！少夫人多休息，在下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嫂嫂，他会说话啊？会说，会说。小公子美，小公子俊，哎呀呀！大嫂，这个姓贾的什么来历？会不会有什么坏心眼儿？坏心眼，坏心眼。据说是个盐商，富甲一方，文家父子都挺重视的。现在他是个不错的助理，先看看再说。要是银锭在，一定很喜欢这鸟。银锭，银锭，富贵昌定，银锭，银锭，干过金锭。哎呀呀，谁最有钱？银锭，银锭。啊，他说什么？我的天哪，他在说什么？有意思。少夫人可在？是那个管家。我去看看。来送银票的吗？少夫人说笑了，小的就是个管家，管的都是杂事琐事，哪能管4万两银子那么大的事啊？也对，那你走吧。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少夫人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你管的都是杂事琐事，我的事可不是杂事琐事，是4万两银子的大事。换个能管大事的来。少夫人，我家大人想请您过去一叙。办好一件事再说下一件，你办不了，换个能办的来。文大人，瞧我这几个字写得怎么样？莫先生的字又精进了，笔锋比上回更锋利了些，力道也更大更稳。文大人有心，昨天晚上府里挺热闹啊！文刺史爱风流，文公子爱舞乐，连家具也有样学样。文刺史，
你说这算是家学渊源吗？莫先生，下官知错。这次的事情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我本来有打算，文刺史就是管不住身下的东西，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还好，自作聪明的人是霍家三房，倒霉的也是他们。若是霍长鹤的家人有闪失，让他从此不再现身，文刺史，你可就不只是死那么容易的事了。是，先生教训的是，以后我定当为先生马首是瞻。文刺史这话说差了，不是我，是翼王殿下。是，先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霍长荣此人留不得，我会料理，再给文小姐另择良婿吧。是，我正好认识一位青年才俊，和文小姐很配。稍后你去和文小姐说一声，今天晚上我带她去见见。大人，他不肯来，非要让管大事的人去。的确有意思，那文大人就亲自去一趟，就说我要见他。这管家太聒噪，舌头留下吧。文大人来了，来送银票的。银票，我就是个管琐事的。哎呀，管不了银票。少夫人，手下人不会办事，还请少夫人不要介意啊。大人哪里话，银子到位，这点介意自然也就没有了。银子在准备，这也不是小数，还请少夫人再耐心等等。我这次前来是来请少夫人换个地方说话，有人想见您。什么人？是莫先生。什么莫先生？我不认识。莫先生很有才学，我家二弟也有才学，有才学的人我见得多了，他算哪根葱？让我去我就去。少夫人，客随主便，莫先生有些特殊，不愿意让其他的人瞧见，所以还得劳驾您一趟。文刺史这话我算是听懂了，我是客，您是主，就得听您的。他莫先生见不得光，所以就得我去。哼，行吧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再不去显得不识抬举。那走吧。好好的一个漂亮女子，怎么说话这么噎人？镇南王怎么会娶这样的人？走啊，文刺史。看好院子，没我的话不许别人进来。莫先生，少夫人来了。找我什么事？说吧。少夫人，你可识得此物？看着有点眼熟，怎么了？这是镇南王的东西。少夫人，我想助你们逃走。逃走？哼，和谁逃？往哪逃？和镇南王的家人逃去你们想去的地方。只要少夫人说得出，在下就做得到。被发配的都是镇南王府的人，要是与王府无关，也不会被发配。我还是想回京城，回王府做王妃。既然先生能做到，那就拜托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还有镇南王的母亲兄弟，除了京城回王府都可以。所以你是想让我做自私自利之徒，不顾别人的死活，不回京，不回祖籍告慰先人，一走了之。莫先生，你想助我们逃走，可你没问我们愿不愿意。我只要我想，不要别人替我想。告辞了。且慢，还有事儿。少夫人，这是王爷的东西，您还不明白在下的意思吗？我是王爷的人。这块还有这个，都是王府的牌子，管事的，一等奴婢的，还有护卫的，连采买的都有。你还想看哪块？这都行？莫先生，可不是拿块牌子就能说是我夫君的人。告辞。文刺史，银票好了吗？麻烦快一些，备好我们也就走了。先生，您怎么？先生，严嵩，你敢泄露我的消息？我没有啊，先生，实在冤枉。你没有？你可去过那座道观？去过。我的人在那里折损，只有一个信使死里逃生，他可是告诉我，颜如玉冒充我的指令对信使下套。若不是你说的，还能有谁？严嵩，你这头脑
有颜如玉的1/2，我也不至于如此操心。小公子又见面了，有事儿？方才我瞧见文清卓把少夫人请走了，是去见莫先生。假的。哦，那少夫人打算？我们回去收拾东西，这就走了。流放犯比不得公子自由，我们不是来做客的，告辞。本来想让他在这儿好好休息2日，我也正好查查文清卓手里有没有什么证据。大嫂，这还是你收着吧。让你拿你就拿，这才几天，又不听话了。这样做也是以防万一，以后路还长，我自然希望能一切顺利。但万一有个什么差错，大家分开了，有钱傍身，至少能保密。不过财不露白，除了我们彼此之外，任何人都不要告诉。嫂嫂，我们会分开吗？这小子还真会抓重点。我不要和嫂嫂分开。二哥，是不是你又气嫂嫂了？我好想打人。恒儿，乖啊，听你嫂嫂的话，把银票收好，记住你嫂嫂的话。颜如玉，收拾东西，上路了。他是谁？他是文府的家丁，文刺史觉得我一路辛苦，派个人伺候我。哎，我说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你就是个犯人，轮得到你来问我？严大人好大的威风，保持住。当然。你干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脸有点疼。我们的人呢？严大人，你们把严大人藏哪儿了？叫出来！光天化日藏着朝廷命官不给，此师府怎么了？就能无法无天吗？你可真的好本事！比不得严大人，深受同僚们喜欢。行了，别嚎了。您有事儿？颜如玉点头，吹了一声哨子。那只黑色的八哥扑棱着翅膀从远处飞来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！哦呦呦，真好看！今天晚上替我照顾好母亲兄弟，以后这八哥就让你养。好，好的。您要去哪儿？回陈一堂。回宿城。颜如玉取出准备好的小字条，拍拍八哥的头，去。夫人，这可不行啊！我们都走了10来里，等你到宿城，城门早关了。再说，我骑严嵩的马去，不然他怎么会病？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身边的那个家丁，帮我引开他，能做到吗？哦，这样最好。颜如玉递颗药丸给他，麻醉完，你把那个人引走，找机会弹到他身上，只要皮肤接触即可。他可被麻醉1个时辰。你说真的？回去干什么？我怀疑文清卓与我家王爷被陷害有关，就算不是直接人物，也一定知道点什么。我得回去。我知道你想为王爷洗刷冤屈，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。君子报仇10年。我等不了10年，我不是君子，只是个女子，有仇必须当场报，哪怕没有什么证据。文家父子祸害一方，除了他们，也是为民除害。你要杀他？我告诉马大人，是相信马大人的为人，应该能体会被陷害之苦。若是马大人想拦我，或者想去告密，那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此事太过危险，我自有办法。大人只要装作不知，照看好我的家人就好。正想寻找方向，忽然一道疾风从身后而来。是你？你家公子呢？文海哲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保护？我不用。保护？这样吧，你回去给你家公子送信，让他稳住文海哲。稍后我有话要问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东西放下，滚出去！文大人，忙着呢。是你？你没走？走了。这不是又想起来还有点事情没有弄清楚，特意来问问。少夫人，银子也给你了，你还要什么？比起我家夫君的清白，区区4万两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我镇南王府若在，休说4万两，就是你整个刺史府，又岂能相提并论？少夫人，镇南王府的事是朝廷，是皇上做主，与本官无关。本官念在与王爷曾经的情分上，请少夫人过府，又赠予银两。少夫人，您现在怕是不太合适吧？往日的情分，哼，文刺史这话还真说得出口。我夫君是怎么被诬陷的？文大人，你当真
一点不知情吗？不知。不知？你不知，莫先生也不知，翼王也不知吗？少夫人，莫先生你见过了，他是假的，诓骗我说他是王爷的人，哼，笑话！我要是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，能活到今天吗？能坐在这里与刺史大人说话吗？那么，少夫人究竟想如何？你既是够聪明，就该知道，这是我文府，不是镇南王府。你应该庆幸，这不是镇南王府，否则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文刺史，最后问你一次，能不能好好说，我家王爷被陷害，是不是与翼王有关？严瑞拿出匕首，轻轻放在桌上，刀尖对着他，能说吗？我在速城，翼王殿下在京城，他做的事，我如何？那就是不肯说。还给我！严瑞另一只手握着刀柄，直穿过他的手背，钉进桌子。啊！这是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哼，不敢说。你粮库那些药材，干什么用的？哼，看来我猜对了。文清主，你可真是个好官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镇南王府的事，你有没有参与？知道什么？说。怎么会有人比莫先生还狠？而且还是个女人？我没参与那种大事，还不够资格。而且我也不在京城。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真没参与，但我听说翼王说过，对镇南王不满。他说他不过就是一个异姓王，靠着那点军功而已，根本没法与皇子比肩。可他偏偏不知道示弱，从不把翼王放在眼里。我听说翼王往边关派了不少暗桩，我琢磨着镇南王被陷害与他肯定有关系，但我真不知道细节。莫先生应该知道，他是翼王的心腹，真的。你与翼王的来往书信可有？没有，真没有。莫先生行事谨慎，每次都是由信使送来，看着我读完直接烧毁。我也想留，但根本没有机会。这次的事，翼王说等我做好就想办法调我入京，我也是为了做到这种地步，天不熟我来收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啊，找我的。你怎么是你？你不是走了吗？你身上哪来的血？哦，你爹的。你说什么？弄死了。我得走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过来和你说一声。你不是说让我帮你拖住他，不是说有话要问他吗？没什么话，他爹都不知道，他一个废物就更不知道了。文海哲突然翻身栽倒，见文海哲倒在地上，双手捂着喉咙。我可什么也没干。给我求啊！给什么药？他中毒了。他不是毒那么简单。药在哪儿？我房间多宝阁最上层小盒子里。反正也是要死的，何必管他？不是要救他，是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，正是一个猜测。那我去找。不用，我去。药的事不比你懂。颜如快步走到院子外，很快便找到文海哲说的那个小盒子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说。夺香散。难怪他急需要钱，原来竟是用上了这种东西。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我四处游历，也听说过这种东西，以为这些东西还只是暗中在民间流传，没想到这种东西就是以控制人的意志为主，染瘾之后千方百计也要得到。控制百姓有什么意思？当然是用在达官贵人身上更有效果。喂，我问你的，这东西是谁给你的？我是用来治病的，这种药千金难求，我求了好久才得到这么一点。我问你，从哪买的？是一个老先生，他只收草药，用草药换，不收银子。人在何处？不知道，前2天还在速城，后来听说他又走了。他也是四处游历找药材，居无定所。人交给你，我走了。边关百姓被这东西折磨得生不如死，你却觉得这是好东西啊？你这种人活着有什么用？去搜文海哲的院子，看有没有其他线索。把这个倒一点在纸包里，给曹军医送去。没了。什么没了？什么都没了。如玉一进府，你就见到他了，是吗？是。什么时辰？戌时正刻。
去别处看看。那个老头。什么老头？2年前那个老头，您救的。你是说，是一个和那个老头一样的人，把东西都拿走了？看来这件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背后之人可真是实力强大，连这种人都能用上。文小姐不要怕，我和令尊商量好的，再给你找个好归宿。放心，我与令尊关系匪浅，不会亏待你。你瞧那里面是个新死的公子，才高8斗，相貌英俊，家境也不错，陪葬的东西也多。文小姐若是一起埋进去，定不会受苦受穷。不，霍长荣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死的本该是你，我和文清浊说好的，你不能留。求先生饶我一命。就在刚刚，你若为文小姐求一句情，死的就是你。哼，我喜欢冷血无情又够无耻的人，你就是。谢先生夸奖。这个霍长荣还真是自私到极致，的确够无耻。这个赏你，记住了，从今以后世上再没有霍长荣这个人，只有……突然一声嘹亮的口哨吹响，3个黑衣人从坟的方向奔来，快若闪电。有人拿下！田如戴上红脸面具，手中刀由一变双，双刀寒气凌厉，反击3剑。拿住他，要活的！顺手抓了2颗药丸，砰的炸开，毒雾顺风飘散。倒是有几分能耐，有趣！抓住他，带回去让明老练个药人。2名黑衣人左右夹击，不再给颜如玉从空间取东西的机会。正在败退之时，2道凌厉的风神直奔黑衣人而来。你要把谁练成药人？小心些，此人诡异得很。远处的风掠过草间，有人踏草而来，又是3人。赤瞳，算你们识货！颜如玉可不想和这些赤瞳缠斗，借机扔出几颗毒丸。走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不知可否方便共乘一马呀？哎呀，方才打架用了真气，这会儿实在是……不说贾公子，你身体好的能打架，这咳嗽装的实在不像。我真的是身体不好，就是时好时坏。上马，后退一些。你准备去哪儿啊？当然是回队伍中去。贾公子，我只能把你放到城门口附近，无法远送。行啊，我明天也上路。文家没意思。你以前见过赤瞳吗？好似对他们挺熟悉啊。哼，见过，还见过他们死的样子。有个倒霉的家伙还受了伤，弱鸡得很。你觉得赤瞳和夺香伞会不会都是莫先生搞的鬼？怎么样？您的药真是厉害，那家伙现在还没醒。马大人，照我们的路线，咱们会经过安泰镇吗？路过。安泰镇虽然不大，但有位置优势，再加上特殊原因，算是个重镇。什么特殊原因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以前一直在家里，缩在后宅，外面的事情并不知情。安泰镇是当朝老首府的故里，老首府家一门3杰，他们父子3人都是朝中重臣，每年都要回乡祭祖。老首府还出资建了书院学堂，还修桥补路，因此百姓们还给首府建了座生祠。据说生祠附近的寺庙现在也是香火鼎盛。你想去安泰镇看看？放心，一定有机会。怎么说？严大人一心想往高处爬，这种机会怎么会错过？他定然会去首府生祠中拜望。多谢马大人。快到中午时，2匹快马自道上飞驰而来。严大人又见面了。你大当家怎么又回来了？事情办完了，自然要回来的。接下来还要与大人同路。大哥哥，小公子，你好啊。夫人，少夫人，又见面了。是啊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扮个病殃殃的样子不方便，这是又搬回大当家了。我来的路上买了些肉和米面，给大家补一补。颜如玉吹声口哨，8哥飞来落在他的肩膀上。银锭银锭，富贵昌定，银锭银锭，干过坚定。哎呀呀，谁最有钱？银锭银锭，耳朵红了嘿！大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拜访了一个朋友，托他帮个忙。
上回看你爱吃这个。谢谢大哥哥。哈，不谢，这是我给你送我红果子的回礼。怎么严嵩身边多了个人呢？干什么的？他是严大人新找的随从。大当家这趟拜访的是个什么样的朋友？啊，是。这是一位假公子送给我的真八哥，聪明伶俐，能说会道。大当家以为如何？不错，挺好。该死的鸟！这是哪里来的？从文府顺出来的。放心吧，大夫人，能不能匀给我一点面条？我女儿这2天一直在拉肚子，她是庞志，和长鹤是同辈，他夫君杭儿比长鹤大2岁，你应该叫她二嫂。她的女儿啊，比恒儿大2岁。多谢，我一会儿把碗洗好了送过来。唉，他们也是可怜。这次王府喜事，远的近的都来了，结果被抄了个干净啊！娘亲，你也吃。娘不饿，香儿吃，爹爹吃。爹爹也不吃，香儿不舒服，快吃吧，吃了明天就好了。荣氏回头看到颜如玉，我一会儿就给您送碗。婶婶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沁香。手伸出来，别吃太撑，7分饱。就这面汤把药吃了。多谢少夫人。少夫人，我无以为报，若有什么用得着的，只管差遣。路上出现几点光亮，还有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不像练家子。怎么遇见这些人？我不想住这儿了。那住哪儿？走到天亮也到不了客栈。我是走不动了，可我们是要去拜文曲行军的，和他们一起。咦，多晦气！那和他们分开住？喂，你把房间让给我吗？睡觉。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？二哥，睡觉。你读书不如投猪，书生撞墙叮咚，哎呀呀，不要个脸！你这鸟嘴怎么如此阴阳怪气？哎呀呀，也会飞，银驼，我是银驼。去你的银驼，老子还是金锭呢。哎，你骂谁呢？切，我们又没骂你。老子就是银驼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住。你们谁呀？我们是秀才，要去安泰镇拜文曲行军，赶紧把房间腾出来给我们住，也算你们积一点功德。嘿，还功德？让给你们就是功德？你当你是谁呀？菩萨就是这么教你的？鹦鹉，王爷鹦鹉，阎王罗刹不在话下。听到没有？我家小兰都说了，阎王罗刹我们都不怕。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！什么秀才，这张嘴就是酸味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才是文曲星呢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哦呦呦，你们可理喻？你们讲的什么狗屁理？来了就抢人屋子，强盗都没这么干的。哼，什么叫抢？不就是想要钱吗？给你！唰的一声，碎银薄片带着凌厉的风声蹭划过李书生的脸，直插入树干。有了大当家的加入，再加上这只八哥，我连吵架的力气都省。抱歉，我这位同窗不会说话，几位别介意啊。我们也是错过宿头，不得已才来到这里，那边人太多了，还请几位行个方便。哦，嫌人多，你们嫌人多，我们就不嫌人多，咋的？你们高贵？哼，你们也不想想，为什么我们这边人少？是他们不想来吗？哎，这就走了吗？不得吵几句？真没劲儿！再来几句嘿！这怎么睡？我根本睡不着。睡不着你就休息会儿，明天还要赶路。早知道就30两雇下那辆车，说不定其他人早都到了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好位置。30两我们雇了马车，到了安泰镇露宿街头吗？还是不用吃饭了？那我们比别人晚到，到时候连庙都进不去，怎么告状？告状以后还愁没有30两吗？300、3000、3万又如何？还不是任由我们取？从官差们的房间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家丁打扮，正是跟着严嵩的那个人。米药丸还有吗？来一个。霍长鹤指尖一捻，手指微弹，弹向李书生他们的方向。啊，去李书生那边把钱袋子偷过来。
等那个家丁回来，冲着他砸了过去。谁？我的钱袋子呢？还我的钱袋子，小偷！你说谁？谁偷钱说谁？大家看，这个人偷了我的钱，被我抓得正着，还不承认。大家看，他手里的钱袋子有点旧，还绣着个李字，那就是我的。你也是，缺钱跟严大人说，为何要偷？我钱比他还多，我偷他的干什么？哦，原来你是个惯偷啊，已经偷了这么多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小偷，把钱还给我，我这里面原来有50两，还钱！混账，不给你点厉害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潜龙手，这招看似简单，其实很厉害。你是为了试探他？当然，难道我还真闲得无聊栽赃他偷钱呢？哼，你一直都很幼稚好吗？我这一天都在观察他，他的身形步伐都不像一般护卫，能使出潜龙手更是不同寻常。怎么说？潜龙手是吴家独门技法，轻易不外传。这个人要么就是吴家人，要么就是关门弟子。哪个吴家？速成的前任护城使，他家就在安泰镇。2年前老父去世，丁忧在家。又是安泰镇，还是速成的前任护城使。怎么了？你随我来，这是我在文清卓书房里找到的安泰镇地图以及人口情况。安泰镇又不是文清卓的管理范畴，他弄这个干什么？我在文府发现了一些药材，我怀疑文清卓是想在安泰镇干坏事儿。药材？你的意思是？只是推测，文清卓只是知道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个莫先生真是了不得，对谁都不吐出完整的事情，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？你说。能否请你的手下先去安泰镇走一趟？可以。那就多谢了。回头我让银驼编几句词儿交给八哥，让他也赞扬赞扬你。母亲，再给小姑娘一碗粥吧。哎，好。漂亮婶婶，婶婶，你是仙女吗？我觉得你是仙女，好看还会法术。我今天肚肚就不痛了。再夸2句。仙女婶婶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，皮肤好白，眼睛好亮，说话的声音也好好听。不好意思，少夫人，孩子不懂事。没事儿，挺好的，我喜欢听他说话。那，给他吃吧，养养。多谢多谢。漂亮婶婶，仙女婶婶，我走了。这也行。仙女，皮肤好白，眼睛好亮。漂亮嫂嫂，仙女嫂嫂，简直没眼看。再冷硬坚强的女孩子，也是喜欢听好听的话的，她也一样。看来以后要多说给她听。田如玉凝眸看，是个女子，带着一个小男孩。请问这些是霍家的人吗？是。你是什么人？让开！敢问镇南王的家人可在？你是何人？我与镇南王定了终身，特来寻他的家人。颜如玉，快过来看！如玉，这不可能，我去问。不用，我过去看看。颜如玉，你看看，他说他与镇南王定了终身，还带着个儿子啊。你从哪来的？我叫葵娘，从边关来，这名字还是王爷给我改的。他说我像葵花一样向阳生长，这是我们的孩子瑞哥。既然如此，就随我去见见母亲吧。姑娘，你是？我是王爷的正妻。走吧，母亲。他说他叫葵娘，从边关来，这是他的儿子瑞哥。见过母亲，瑞哥是我和王爷的儿子。你说是就是啊，我从未听长河说过你。我知道，我们是私相授受，为世人所不容。我自知身份卑微，配不上王爷，所以一直不敢公开。王爷说等回京之后向您禀报就，那这是王爷送予我的定情信物。这块布是从当初王爷受伤被我救起时穿的衣裳上剪下来的，这上面就是王爷的血。玉佩并不是独一无二，这血衣更无法证明。子嗣事大，我霍家虽然遭难，但也不能随便认亲。大哥现在下落不明，子氏体大，我们不能替他做主。我出身不够好，可是
这和出身无关。我们不贸然认你，并非因为你的出身，我们自己现在都是犯人，谁也不比谁高贵，是因为血脉正统，不容有失。我说的够清楚吗？瑞哥，你也跪下，给祖母磕头。夫人，我们娘俩千里迢迢也无处可去，好不容易找到你们，还请收下我们。如果实在不行，那我就以死谢罪，只求你们留下瑞哥。你别这样啊，也别跪我，你快起来。您不答应，那我们就不起了。你不必跪我母亲，刚才我说过了，你再跪也是无用。魁娘，别弄道德绑架这一套，示弱威逼在我面前不管用。起来，你就是想跟着走，对吗？是的，我们……那好，可以。但我把话说在前面，我们都是流放犯，没钱没势，一口吃的都得想办法。你要是跟着走，就自食其力，没人惯着你。好，我知道。哎，大嫂，你几岁了？这孩子天生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。他今年4岁。仙女嫂嫂，他们是谁？你说过不会和我们分开的，对吗？对。哦，拉钩。母亲，我相信大哥，此事定有古怪。我也相信。夫人，我看那女子不像好人，你可别轻易被她骗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认识？我当然不认识啊，不过我观她面相，天庭窄，下巴又尖，天生一副可不像。王爷英明睿智，怎么会看中她那样的人？只有您这样的仙女一样的夫人，才配得上王爷。你还会看相？那你给你自己看看，是不是话太多，影响寿命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有话和你说。婆母，我也有话跟您说。婆母，您是长辈，您先说。哼，你先别急着叫我婆母，让你跟着走，那是如玉心地好，不代表我们就认下了你。我知道，婆母对我还心有疑虑。母亲，这是王爷让我给您的信。什么？长鹤的信？正是，王爷不便露面，特意让我前来。现在他身边能信得过的，也就只有我了。王爷现在就在安泰镇，思念您和弟弟们，只是现在多有不便。怎么不便？是受伤了吗？是的，王爷死里逃生，受伤颇重，现在只得隐姓埋名。婆母，这队伍是要路过安泰镇的吧？是啊，按路程走应该是的，但是这能不能进镇就不得而知了。得想办法进镇才行啊。王爷望眼欲穿，一直盼着和您相见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婆母好好保重，王爷也牵挂着您，此事暂时不要让旁人知晓。我懂。你们等等，来，给孩子吃吧。快，谢谢祖母。现在不同往日，先委屈你些日子了。我不打紧的，能留在王爷身边，能见到您，已经是我的福分。只是不知道夫人能不能容得下我。我看您和弟弟现在都听他的，是吗？是的，如玉能干，我们自然听他的。可是婆母才是一家之主啊！我虽出身微寒，但爹娘也自小教导我，出嫁从夫，对婆母更是要敬重。岂能……母亲，您怎么了？旭儿，母亲有东西给你看。严姐姐，你倒是说话呀！那女子……严姑娘，你若不想让她跟我们出面，你看如何？多谢两位，此事就不劳烦你们了，先让她跟着吧。若有需要，我一定会请你们帮忙。那个家丁什么动向？昨天晚上和那几个书生闹了一通之后，就没怎么说话了，多了不起似的。你去拿点吃的来。严姑娘，我看那个家丁不像寻常人，有些身手，不知来意，我盯紧他，你们也要多加小心。我知道，多谢马大人。那女子先看看再说，大人对她如同一般犯人即可。也好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你在激动什么？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孩子，他们……我知道，他不是从边关来的，那孩子也不是王爷的。大当家，之前你我约定的事，还请不要受此事的影响。待你手下做成事，
还请务必告知于我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女子她……很简单，边关到此，路途遥远，我们这些人从京城到此地，尚且走了这么多日子，何况她是一个女子，孤身带着幼子。她虽然风尘仆仆，但脚上穿的鞋子是薄底，皮肤尚且还算白呢。那如果路遇好心人，有马车搭乘呢？抛开这些不谈，她最关键的点就是陈述她与王爷有私情，还有一个儿子。不错。如果孩子不是王爷的，那无论他说的什么都不攻自破，与他乘不乘马车无关。何况我能肯定他的孩子不是王爷的。你是怎么肯定的？是因为无条件相信王爷？相信是一方面，我有我的方法。还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不用，大当家冷眼旁观就好。那个家丁我帮你盯着也好。夫人，请留步。何事？我这一路上……一路太长，我没有时间听。你只说找我什么事，直接说。让瑞哥进屋住吧。答应你跟着走的时候，我说了什么？重复一遍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在我这里只有照做。你若不答应，明天一早可以自行离开。夫人，瑞哥还是个孩子，你就这么狠心，没有半点恻隐之心吗？没有，你这当娘的都能带他一路跋山涉水，我一个外人要有什么恻隐之心？我素来不信佛，即便信，我也只会是怒目金刚，不是菩萨。有事找我，有话要说，说吧。如玉，亏娘刚才偷偷告诉我，说长鹤呀在安泰镇，还拿了这封信给我。我不相信他，但我和长旭看过，这信上呀确实是长鹤的字，此事着实古怪，所以我们想和你商议一下。大嫂，兄长没有上过书院，他的字是父亲教的，我十分清楚。我认真看过，这字迹的确是他的，而非有人模仿。那您是怎么和他说的？我装着相信的样子，焦急又不安。对了，我还拿了几块点心给那孩子。如玉啊，我还是不信那孩子是长鹤的。大嫂，我也不信。如玉，如果退一万步说，长鹤真干了这事儿，我就不认他。你给我当女儿，如何啊？我定会好好疼你的。母亲，还是要相信大哥的。先说这封信，字迹是真的，但信是假的。拿碗清水来。这是古董书画的造假之法，我曾听书院的先生提过。没错，这就是一种技法，说起来并不难。重要的是，对方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处境和心情，知道我们一旦得知王爷的下落，必定急于想知道，又认定自己是真的，自然也就不再有其他的疑虑，然后就会被他们牵着走。可是他们是怎么拿到兄长的手书的？要想做到这些，手书必得是真的。你说的正是关键所在。但我还是没看出来假来。这很正常，因为心生牵挂，关心则乱。母亲，你今天做的也很好，就按照今天表现的继续，看他究竟要干什么。行，没问题，我现在演技还可以。别演过头，不要一下子就相信他，不要操之过急，要循序渐进。我明白的。哎，那我呢？我做什么？你和母亲打好掩护，时不时的帮他说上几句就好。大夫人睡不着，还想拉着霍长旭和儿子对戏，就听到窗下有轻轻的抽泣声。谁在外面哭啊？婆母，对不起，打扰您休息了。无妨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倒是快说呀，快说呀！你不说，我怎么往下演呢？婆母，能不能请您和夫人说说，让瑞哥进去睡？他太小了，打扰婆母休息，实属不该。只是你也是做母亲的，小婢应该能体谅一二。我之前和夫人说过，夫人没有同意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唉，这么小的孩子可真是可怜了。这么远的路，你是怎么带着他风餐露宿的？为了王爷，我什么都能忍。唉，这如玉也是，这么小的孩子能占得了多大的地方？罢了，让他和我一起睡，我看谁敢说什么。多谢婆母，我们母子能遇见您这样的婆母，
实在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难怪王爷经常说你是天下最好的母亲。就你会说。好了，这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早点歇着吧，我先带他去睡。这孩子不会哭闹吧？倒是不会哭闹，不过自从落地还从未与我分开过。唉，都是这样，当娘的总得习惯呀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明天再说。有这么个儿媳妇儿，天天得烦死。推脱说要去准备早膳。魁娘惊讶地瞪大眼睛，夫人不会怪罪我吧？我是穷人家的女儿，比不得夫人尊贵，这些粗活都是做惯了的。如玉，魁娘和你说话呢。大嫂，她虽不合礼法，但总归是生过子嗣。二哥，你是不是又傻了？小公子别生气，二公子也没别的意思，你们歇着，我去准备早膳。我就生气。小哥，能不能？不能，这是我的锅，我的东西一概不外借。你想做饭自己去找。可我初来乍到，实在不熟。你跟我熟吗？不也开口了？主子好不容易遇见王妃这样的，多般配，偏杀出这么一个又爱假哭又爱说假话，还带着个假孩子的。小哥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你？你得罪我？你得罪得着吗？起开，我要做饭。要哭了嘿！哎呦呦，眼泪来了嘿！母亲，我要和嫂嫂做一家人，不喜欢那个人。我知道，乖啊，先吃饭。庆星，快来！长恒弟弟，什么事？给你吃吧。我不能要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娘说不能再白吃。我让你吃的，没事儿，吃吧。婆母，能不能？喏，吃吧。魁娘啊，那什么，你是个好孩子啊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吃点东西，准备上路吧。这要不然一会儿官差下令就不得空了。也是鸟也会飞，扑啦扑啦飞。好气啊！大哥哥，能让庆香和我一起骑马吗？你想吗？他病刚好，而且他喜欢嫂嫂。不过这马是你的，得你说了才算。现在是你在骑，听你的。婆母，瑞根最小，能不能让他也骑马？唉，可怜的孩子啊，真是辛苦你们母子了。我这看着呀，也真不是滋味，恨不得替你们受了去。哎呀，过啦！不过那马不是咱家的，是人家别人的，我说了这也不算呢。我看方才那小女孩上去，不是少夫人说的吗？她和那个人关系不错吧？婆母，那个男人瞧着魁梧高大，还有点凶，是不是好人呀？不是好人，不是好人，哎呦呦，不是好人嘿！大点声说，别让八哥做什么传话鸟，有话到本寨面前来说。哦呦呦，我瞧这是谁呀？刚才就开始搬弄是非，上嘴唇挨着天，下嘴唇挨着地，天地之间就剩下这一张嘴。没脸啦，要哭了嘿，眼泪吧嗒，小嘴夸嚓，没脸啦！哦呦喂，仙女仙女，皮肤好白，眼睛好亮。魁娘飞快地看了一眼大夫人，她扶着头，身子晃了晃，做事要晕倒。要晕了嘿，要晕了嘿，眼泪吧嗒，脑瓜生花，眼前一黑，四仰八叉。哎呀，这下可怎么好啊？赶紧让我上小板车呀！我来，我有独门绝学，专治晕倒。看到没有，我这小铲纯铁打造，锃光瓦亮，这一铲子下去，晕得多沉都得醒。银锭抄着小铲子找角度，小铲子带着风，刚往下一铲，魁娘就醒了。哎呀，醒了就好呀，快起来。怎么就醒了呢？我这小铲子还没试呢。那个孩子你注意到了吗？不太对劲，不过不是吃头。你手下有消息来吗？暂时还没有，
傍晚估计就有了。那个夫人没有为难你吧？为难我什么？我看那女子挺会讨夫人欢心呢。母亲长着王府的后宅，又经常入宫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这一点大当家无需操心。哈，夫人睿智。大当家，这一路上多亏了你的帮忙。我看你的衣裳有些旧了，我之前在镇子上买过几套衣裳，送你一套吧，表表心意。如此就多谢夫人了。那就等晚上吧，我找一找，然后拿给你。严姐姐，我这还有半只烧鸡，给你。不用了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严姐姐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只管说。好。严嵩和那个人怎么样了？看不出什么呀，也不怎么凑一起说话。你说他们俩究竟在谋划什么？孟差官，马大人叫你。是吗？我怎么没听见？你干什么？我这是准备给严姐姐的。好了，赶紧回去吧，我们也要吃饭了。不就是半只烧鸡吗？小气劲儿。她只不过是个小少年而已，大当家何必和她较劲？怎么？你比她还要小1岁。大当家倒是清楚，连我们的年纪都知道。耳朵红了嘿！主子，您为什么要给他这只鸟啊？还不是给咱们自己找麻烦吗？主子，我一听他说话，心尖都哆嗦。我听你们俩说话，不止心尖哆嗦，头皮都炸。那您还给？我怎么知道你把一只鸟叫成这个德行？母亲，过阵子天冷了，我买辆马车，你和恒儿坐在马车上，天冷了也就不怕了。越往西北走，天越冷。这不合规矩啊，官差恐怕不能同意啊。母亲，你就放心，我自有办法让他们同意。路上哪有什么规矩？离京城越来越远，也就是一个严嵩，其他的人都好说。严嵩根本就活不到西北，我打算把严嵩留在安泰镇。行，听你的，如玉，咱家你说了算，以后到了西北也是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仙女嫂嫂还给我讲过故事。真的吗？是什么？能给我讲讲吗？是鬼故事哦。刚准备入睡，忽然听到一声女子的惊叫，去，让银头来。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没事吗？有没有摔到啊？发生了何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带瑞根过来小解，就看到一道影子飞快一闪，像鬼一般，我还以为是我眼花了，然后看到地上有个人。夫人，你怎么到这边来了？我的事无需向你交代。严姑娘，你来一下。怎么样，还能活吗？不好说，伤得太深了，又是在颈部，不容乐观。即便能救，怕是以后也不再能说话。大人，还是通知她丈夫过来吧。先把人抬回去吧，好生安置。求少夫人救救我妻子，我对天发誓，以后愿为奴，终生效忠少夫人。我会尽力，但她受伤很重，我不敢说有10成把握。少夫人尽力就好，多谢。本来还说要给你一套衣裳的，一时也忘了。没事，不急。他情况的确严重，脖子最为脆弱，这一下原本也是奔着要他的命的，只不过不幸中的万幸，他侥幸没死。他即便好了，也不能再说话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他没法说出要杀他的人是谁。凶器，看来这是匆忙之下杀人，并非有预谋。不错，而且此人身手和腕力定然不错。你觉得那个女人有没有嫌疑？有，他先发现很多凶手会充当报案人。不过他为何要杀荣氏啊？你说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来往？你是说他们有可能是一伙儿的，一个掌控严嵩，一个来蛊惑母亲？那依你看，那个家丁有没有能力用这根枝条杀人？有，乾隆手，功夫都在手上，骨头都能捏得断，更何况用枝条杀人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快看我娘子！都退开些。颜如玉，你又在折腾什么？大人，有人被伤，您还是先去查查凶手的下落吧。大当家，犯人要查，这里的事本官也要管。
本官是这里的最高指挥，岂有不闻不问之理？大人打算怎么问？问到人伤重而亡，这对大人也没有什么好处吧？来了，敢动手试试？颜如玉，你最好别惹麻烦，否则本官不会放过你。你怎么不帮本官出头？那个男人身手可不错，无缘无故招惹他干什么？再说，我又不是你的打手。但文刺史是让你来助我的，如果你什么都不管，任由他们胡闹，到时候安泰镇之行出了岔子，你可别怪我。看看再说。娘亲，娘亲，爹爹，娘亲怎么了？没事，娘亲就是受了一点伤。仙女婶婶，我娘亲伤重吗？会好的，是吗？对。仙女婶婶说会，那就一定会。娘亲，你要快点好起来呀，小儿等着你。你还说过年小儿长高了给小儿做新衣，小儿不要新衣了，只要娘亲。娘亲，以后好吃的我都留给你。稳住了，你们也别守得太紧，都围着不是好事。就算你守着也改变不了什么，最好先休息，你精神养好，明天白天才能照顾他。好，听话，好好睡觉，乖乖吃饭，照顾好你自己，你娘亲才不会担心。我听仙女婶婶的，我会照顾你的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安分守己，管住自己的嘴。要是让我知道谁四处散播谣言，胡说八道，别怪我鞭子无情。抓紧时间吃饭，即刻上路。吃饭。我知道，我吃了饭才有力气，我背着他。就让他用平板车吧，如玉说了，这样对他的伤口有利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少夫人。吃饱饭，和英特学一下怎么拉小板车。好。嫂嫂，我可以照顾他。他怎么样了？还没有醒。可不是嘛，真是可怜了。我昨天晚上看到他流了好多血，我都吓坏了。婆母，少夫人还会治伤？会什么呀？就是一些土方子。再说这里又没有药，治也治不了啊。怎么，你想说什么？有什么话只管说，你可是为我家延续了香火的人。婆母，有句话我得提醒您，昨天晚上我除了看到这个女人受伤，我还看到那个羞羞的男人和少夫人在一处，他们好似很亲密的样子。你说这大晚上的，是吗？我会注意一下的。如玉虽然没有和赫尔拜堂，但也是收了聘礼，明媒正娶的，怎么可以与其他人？幸亏你告诉我了。哼，瞧把你能的。婆母说的哪里话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上嘴唇挨着天，下嘴唇挨着地，没脸了嘿！哦呦呦，嘴真大，舌头真长。哼，说得对。哼，说好的复合帮忙呢？对好的戏呢？哼，这个逆子。婆母别生气，别气坏身子，我给您倒点水。这水囊怪重的，就让旭儿背着吧。我就是想喝口水，这么难吗？目光转向路口，见路上有微扬的尘土，还有车轮声。嫂嫂，这是哪来的马车？我买的，先让清香娘亲治伤用，回头等她好了给你们用。行，嫂嫂，沁香总是哭，她娘亲的伤要紧吗？要紧，不过要是好好治也能治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嫂嫂。嫂嫂，尽心就好，也不要太累了。好，我知道。喏，和清香一起吃。官爷，这合规矩吗？还能坐着马车去流放？这是他自己花钱买的，你们谁愿意买也可以，以行程为要。少夫人真是有办法，这也能买到。你怎么了？高兴傻了？哎呀，脑子有点乱。你看看你胖的，都快赶上我了。又怎么了？您瞧见里面了吗？没瞧见，我又没跟着台中市，没到里面哪能瞧见？
怎么了？我说了，您别骂我。你到底说不说？马车里有个小桌子。看着眼熟，是不是你曾经用过的？王爷怎么知道？那个小桌子和我的小板凳是一对儿，我经常用它来吃饭，在上面放瓜果，放烤肉。得了，如玉赶着马车回了一趟王府，把你的家伙事都给你带来了，是吧？您看，说好了不骂的。怎么，你小桌子上也有记号吗？这好像没有。主子不说小桌子，就说这马。马又怎么你了？你别说，你还教会马说话了。那不能，属下哪有那本事？就是，您看这马蹄铁，普通人家的马最多打2个马掌，可用不起这么好的马蹄铁。而且您瞧，这马养得多好，油光水滑的。你想说什么？主子，您说王妃是不是打劫去了？您可是双峰山的大当家，她也算压寨夫人，会不会干这一行了？你们在聊什么？没什么。我们在说夫人您长得美，医术好，仙女顶呱呱，顶呱呱，顶呱呱，仙女，皮肤好白，眼睛真亮嘿。好羞耻啊！好了，可以了。孩子们这样夸赞，那是可爱。你们这样说话，容易挨揍。把这个切成片，煮点水来。好香，好漂亮的果子。好好做事，做好了，给你一个。他情况怎么样？控制住了，没有恶化。这马不错呀，哪儿买的？不是买的，抢的。在哪儿啊？有没有麻烦？我去解决。不用，没有什么麻烦。大当家可以帮我去找马大人，问他借纸笔，我要写个药方。行。劳烦大当家，我说你来写，我来收着吧。到有卖药的时候，想办法去买。刚才的药方呢？拿来我看看。展开药方，再拿出之前从大夫人那里得到的半封手书，以及从王府书房拿到的一些霍长鹤的手稿，3张不同的纸，一样相同的字迹。别动，你伤得有点重，别说话。你的颈部受伤，你想说话，强行说会让伤加重。别害怕，我再给你治伤。你且安心，驾车的是你的丈夫，季香和恒儿在一起，都平安无事，你尽可安心。如何了？护卫先生，还差一点儿。差一点儿是差多少？回先生，还差2味药材，实在是。所以，这就是你说的一点儿。先生，拖下去，把头割下来，反正少了头也只比原来矮一点儿。先生，饶命啊！回先生，文清卓那里出事了，文清卓书房起火，没有救过来。药材呢？药材安全无忧，属下去查过，药材藏于暗室中，一袋不少。不过粮库里的粮食被搬空了，不知去向。粮不见了？正是，一袋不剩。先生，这边的计划要不要继续？自然，布了这么久的局，岂能轻易放弃？药材还在就好办，你还带人再去一趟，把药材带回来，安置妥当。是。镇内情况如何？如您所料，凡是能赶得来的读书人都在往这边赶，镇内的客栈已经爆满，一处难求。甚好。严嵩那边呢？据传回来的消息，他们也在往这边赶，按路程算也会按时抵达。如此甚好。娘亲，你还疼吗？我给你呼呼。娘亲别哭，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要快点好起来。我没事，都挺好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香儿。少夫人对我们也很照料，香儿一直跟着她吃饭，再不怕饿了。娘亲，仙女婶婶待我可好了，恒儿待我也好，还有大伯母、二哥哥，大家都好好。娘亲，我最爱你，快点好哦。你出3000两，我这儿也没有大夫，赶紧去前面找找吧。你觉得这个小童，你看上这辆马车了？荣氏的伤还有一阵子，过几日若有阴雨，母亲和恒儿不能受罪。那去把他马车抢来。主子，你当山匪上瘾了，真的开始抢人家东西了。哼，
抢，不文明。能动手就别吵吵。哦，说反了，让他自己把马车献出来。驼哥哥，我嫂嫂干什么去了？给你挣马车去了。我们这儿的确没有大夫，不过看你救人心切，有位严姑娘略懂岐黄之术。啊，别，你花钱我看病，两不相欠，用不着谢。那你要多少钱？你家先生的命值多少钱？我家先生身份贵重，自然是性命无价。你不会想狮子大开口吧？放心，就按你刚才说的300两，再加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喏，这辆马车。马车？我家先生金贵，你把马车要去了，他还如何赶路啊？不行。你放心，等我给你家先生医治好，他不用马车也能健步如飞。哈，好大的口气！你的医术还能……哼，你若不信，那找我治什么？不如现在就走。童儿啊，就按他说的吧。那你要是治不好呢？没有治不好这一说，让开，下去。我治病是秘术，不能随便让人看。有老姑娘了，我这是老毛病了，平时都带着药，这次出门时间长了，药用完。本想到前面镇子上找一些，没想到发病发得急呀。您这是什么病？咳疾，之前大夫是这么说的，不过一直也没有彻底治愈。方才听姑娘说有把握治好，不知是真是假呀。把脉，躺平吧。我这是咳疾，你不是说咳嗽吗？是。哼，一个个都装咳嗽，这玩意最好装是吗？咳嗽2声就算病？针灸，姑娘年纪轻轻，没想到还会针灸之术。祖传的，专治疑难杂症，讨好吧。除了针灸，你还会什么？那可多了，招魂啊，跳大神，下符咒，刨祖坟，什么都会。和预想的不一样啊，是不是找错方向了？你还需要哪种？不需要。看风水我也行的，找个风水宝地埋下去，死了也能庇佑子孙。姑娘刚才还说能治好我的病，我不想死。是啊，那你别说话了。你的针法是跟谁学的？祖传的。哼，祖宗不让说。只用针灸就能好吗？你手里有什么药材吗？我可以花重金买。行啊，没问题。那我给你写个药单子，你看有没有？有的话我都要。你看不咳嗽了吧？是，我给你写药单。刚才给你治病，你的仆从说300两加这辆马车，现在你要药材1000两，怎么样？你等着，我去取药材。这是美人蕉啊，我特意挑的。下这颗蛋的母鸡是鸡界中的美鸡，毛色漂亮丰满，上次还有2只公鸡为它打了起来呢。这是它新下的蛋，美鸡生的自然也是美蛋。你拿回去好好的孵化，将来鸡仔出生不就是美人蕉了？这蛋绝对是新下的，还热乎着呢，不信你亲手摸摸。那你要的都在这里了。你甚好。拿来吧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慢着，你要用我的钱给我。啊？这盒子哪来的？是不是这马车上的？是又如何呢？是的话，自从你答应我为你治病的那一刻，已经是我的了。这辆马车以及里面装的东西，
都归我所有。当然，除了你。啥？你的意思是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我不管你的意思，这就是我的意思。你的仆从说了，你这条命金贵，无价。怎么，现在又觉得有价了？那我身上没有钱怎么办？简单，打欠条，写吧。为了美人蕉，为了美人蕉。好了，你可以下车了。你，扶你家先生下马车，麻利点。先生，我说过的，你家先生的病一定会好，而且没有马车也无所谓，一定会健步如飞。我说过的都算数。颜如玉话音未落，老者一手捂着肚子，飞快地向前狂奔。还不快去追！仙女嫂嫂，仙女嫂嫂，要吃饭了，要吃饭了！你们两个先上马车，咱们今天晚上在马车上吃。这个给你，拿去吃吧。多谢少夫人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老头去哪儿了？大概是找个风水宝地方便去了。你觉得他像什么人？是个医者，马车上有药味，虽然很淡。他那个小童身上也有。自己是医者，还找人医病，上来就问哪位是医者，而不是问有没有医者。哼，看来就是冲我来的。我去找他们，你放心，不会让其他人知道。不，我们这一路对不少人惦记，杀了他们固然容易，但难保还会有其他的人来，不如留着他们，看他们做什么药。好，听你的。好多了，没有发热，算是度过危险期了。换药也不必那么勤，好好的吃饭用药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少夫人大恩，我们夫妻无以为报。我说话算话，我愿与少夫人为奴。我不要奴才，只要真诚可靠的伙伴，自由可贵，好好的活着，别轻易许诺。婆母，让瑞哥一同去马车上吧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瑞哥平安。王爷疼瑞哥疼得紧，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抱在怀里，坐在膝上。哼，我儿子要是你说的这样，我得大耳刮子抽他。唉，我知道你辛苦，可你也瞧见了，这荣氏重伤，差点搭上命，咱怎么能和他抢呢？那辆新得的呀，也是如玉替人看病才拿到的，我不好开口呀。婆母，您才是一家之主，其他人拿的东西自然就要归您处置。那之前王爷挣回的家业不都是交到您手中？这怎么一辆马车倒成了他私有的？再说我也没说要，只说让瑞哥上马车，这怎么说也是王爷的骨肉，您的亲孙子啊。大夫人低头看着瑞哥，伸手摸他的头顶。大夫人心头莫名的一惊，下意识地收回手。婆母，那个女人还能活吗？这不好说，伤得挺重的，到现在呀也没有脱离危险。那也没断气啊。在说什么？想让婆母通融一下，让瑞哥上马车。我不要紧，下贱的命，可瑞哥不是，瑞哥是王爷的骨血。这话你去跟王爷说。少夫人，这是为难我。你明知道现在王爷下落不明，是我为难你，还是你为难我？你也知道王爷下落不明，你莫名其妙的前来，拉个孩子就说是王爷的。魁娘，认亲不是这么认的，我能让你跟着走，已然是客气的了。你若得寸进尺，就哪来的回哪去。婆母，您最清楚，您说句公道话。旭儿，你过来，快点儿。母亲，有什么事？你读书读得多，你大哥也疼你，母亲给你交书院的银子一文也没有少过，你过来评理。按理来说，子嗣之事的确……二哥，仙女婶婶，我来保护你。哼，二哥，我不要理你了。还有你，坏女人，我才不要你做我嫂嫂。坏女人，坏女人！啊呀呀！笨鸠还想占鹊巢了嘿！你们，母亲，母亲，是儿子不好，儿子什么也不说了，你醒醒啊！满意了，闭嘴！再多说一个字，我让你和你儿子一样变哑巴。走，把
把母亲抬到马车上去。快，把车帘放下，我可不能再出去了。今天晚上你就跟长恒、庆香睡在这里。我在小板车上睡，离魁娘远一些，和银驼睡在一处。好。如玉啊，我有件事想和你说。乖，明天再吃。我不想吃糖，嫂嫂，你能别生二哥的气，不走吗？我不生他的气，也不会走。永远吗？去睡觉。你是男孩子，要照顾庆香。如玉，我觉得那个孩子有点不对劲，即便是个哑巴，也该会哭会闹吧？但我们闹成什么样，他都不吭声。刚才我和他一对视，乖乖，把我给吓了一跳啊！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我方才摸他头顶，好像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总觉得摸到了什么，不是头发，这说不好，反正啊不太对劲。我知道了，正想和您说，您千万别再单独和他见面了，无论是不是演戏，也不论他用什么理由。母亲，您一定得答应我。行，我答应。我觉得他不是善类，怕对您有伤害。母亲，您先睡，我去和大当家、马大人他们商议一下，晚上得有人值守。主子，不是刚吃过饭吗？主子，这个不一样，我是在报仇。报什么仇？吃块点心就是报仇了？你咬死谁了？您瞧，这是我的富贵记号，这是我在王府用的点心匣子。他手里还有用王爷手书制成的假戏。先不说幕后的大主使，先从小处着手。这封手书说明什么？有内奸。不错，王爷的手书一般人拿不到。燕王即便是想害王爷，也不是3、2句话就能做到，必须要有证据，能证明王爷不遵圣旨，有谋逆之心的，必定是自己人。另外，安泰镇，我觉得安泰镇一定会有事发生。燕王在这里布了一个局，而且他们似乎在引着我们也去安泰镇，其中必有缘由。是我们，不包括大当家。严嵩巴不得大当家赶紧走。我志在为王爷洗刷冤屈，不会轻易放弃的啊！也想替王爷保护你们。燕王庄园怎么？呵，装的还挺像的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少夫人在看什么？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。谁呀？贾公子。虽然匆匆只与贾公子短暂相逢，但他为人还不错，至少曾经相助，还送我这只八哥。他身染旧疾，却仍旧游历四方，也不怕死在半道上，真是勇气可嘉呀。大当家以为呢？的确可嘉。我就知道，以大当家的豪爽，也会对他赞赏。不如这样，我让八哥给他送个信，让他来此一聚，与大当家见个面，说不定你们也能一见如故呢。对了，他还有一张鬼王的面具，我甚是喜欢。我现在就写信，反正他在哪游历也是游历。不急。怎么不急？我这人吧，就有点急性子，想做什么就要快点做。莫非大当家不想接？不是，我是觉得他身体不好，万一过了病期给长恒。长恒是孩子，又不是泥捏的纸糊的，哪那么容易？再说了，这八哥很喜欢长恒，长恒也该谢谢人家。小公子生气了。就你能。今天晚上还劳烦大当家守个夜，我怕夜里不太平。行，你值夜，我得离开一下。王爷，发生何事儿？难道金定死了？他没死，好好的。你主子快死了。为何？主子，我舍不得你死。我也舍不得，所以我得赶紧离开一下。如玉要见贾公子，不只要见贾公子，还要贾公子和我见面。要不我干脆告诉他得了，如玉也不会泄露。主子，不行呀！你要是现在说了，王妃虽然不会泄露，但万一生你的气怎么办？再说，现在还有那个魁娘母子在，万一王妃要让你说个清楚呢？如玉说了，她相信那个女人与我无关，孩子也不是我的。
女子的心向来如同海底针。你忘了当初我们在边关的时候，副都统的夫人是怎么诓骗他的？说的天花乱坠，副都统都把想娶外室的心都说了。他夫人罚他跪了3个月的搓衣板。难道您觉得夫人还不如副都统的夫人聪明吗？那不能。还是啊，您好好琢磨。要想说，也得等到那个女人的事解决之后。主子，少夫人对那个女人不冷不淡，也不像吃醋的样子，你更要小心呢。怎么说？您想啊，当初副统领的夫人那就是个醋坛子，虽然说管副统领贼严，但也是真疼他。要是不在意，不疼他，还会管他和哪个女人在一起吗？巴不得不用伺候他。您想想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主子，您还要小心加努力啊。那你看好，我得去找匹马，明天一早还得回来。那少夫人要是问起你去哪儿了，我怎么说？就你这嘴巴巴的，自己看着说吧。行吧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何事啊？大当家不见了，银锭知道原委，正和我说着呢。母亲一起听听。他怎么了？他自小离开父母，就和祖父相依为命。昨夜突然收到来信，有一群恶霸要欺负他的祖父，让祖父搬出老宅，还要挖坟啊！这是多大的仇啊！要刨人祖坟，实在是可恶啊！就是，大当家连夜赶回去，给他祖父出头出去去了。既是连夜走的，又是着急，怎么不骑马？大当家说到那边村子再买一匹，这匹小公子骑惯了的就留下。多谢他麻烦缠身，还想着我们恒儿。唉，他也是个可怜人呐。是啊，很可怜的。他自幼要强，读书练武，闻鸡起舞，在军中时更是辛苦，为保家园不顾自身，到头来还差点被害。您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想起我们家长鹤了，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呀。母亲放心，夫君是有福之人，命不苦，定能安然归来。对，我儿是有福之人，不然呢，哪能娶到你这样的好儿媳啊？婆母，烦人精又来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头怎么又有点晕啊？你能不能不要总气母亲？我不要上马车，马车闷，我坐小板车。我看不如让瑞戈尔也坐小板车吧，让银驼去驾马车，我也跟着学一学。等日后学会了，也好多一个驾车的，这板车就由你来拉。你放心，母亲很瘦，不会费力的。好儿子，亏娘啊，真是辛苦你了。等见到长鹤啊，我定要好好和他说，让他呀好好的待你。好啦，赶紧使劲拉呀！哎嘿呦啊，小车拉得快呀！哎嘿呦啊，谁要不使劲呀？哎嘿呦啊，是个小狗子啊！前腿蹬，后腿蹦，正闹得欢，远处一匹快马飞驰而来。哼，来得倒挺快。贾公子，严姑娘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贾公子身体好些了没有？已经好多了，多谢。接到你的信，我便连夜赶来，有什么吩咐啊？本来想给你引荐一位朋友，不想不巧，那位朋友连夜赶回去了。哦，那可真是可惜啊！可怜，刨祖坟。这位是谁呀？这位就是原来小兰的主人。银驼，你得谢谢人家，否则你哪来的娘养？多谢，客气。这个送你。贾公子怎知我喜欢这个？我之前对我那位离开的朋友说过，你有一张鬼王面具，我甚是喜欢。没想到贾公子也知道啊，这个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猜你会喜欢，有时候戴上会方便些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贾公子若是不忙，不如陪我们走几天，说不定还能等到我的那位朋友。对了，你的那个随从呢？
他去办事了。我接到家说家里有些急事要赶回去处理，正好此番见面也是辞行。杨姑娘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小公子，你稍等一下，一路疾驰定然辛苦。这天虽然不那么热了，但也要多注意。这个解暑清热，对你的病症也有好处。喝了吧。那多谢。快喝吧。那我走了。后会有期。今天晚上宿在驿站，但明日一早些出发上路。母亲，我有件事要和您说。怎么，又有什么戏要演吗？不是，今天晚上您找个由头，把瑞哥带到房间来。哼，不用找什么由头，那女人自己就会找由头。那就顺势答应他，我要看看那个孩子究竟有什么古怪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？我看魁娘看他看得紧，他不是魁娘的孩子。那他是谁都不知道，总之不是他的。他既是打着王爷的名义来的，就必须弄清楚。是这个理儿。行，我听你的。唱什么呢？少夫人，我唱的是我们老家的小调，好听不？好听是好听，不过不符合你的气质啊。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聪明的人，应该唱一首别的。什么别的？您给我说说。我以前被养在乡下庄子上的时候，有几个江湖的大师路过借宿，他们唱过一首歌，我记得很清楚啊，觉得适合你。那您教教我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少夫人，您这首不愧是江湖大师们唱的，真不错。那你就好好学，多唱唱。我不教别人，这就是你的专属歌。颜如玉浅笑，听到远处有马蹄声，抬头望去。少夫人，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事发突然，走得急，也没顾上跟你道别。喏，给大家夹菜。谢大当家。大当家，祖坟怎么样了？什么情况？祖坟？不是遇到恶霸了吗？你祖父与你相依为命不容易，还要为你看着老宅，守着祖坟。是什么恶霸如此胆大，连你的祖坟也敢动？我看你的脸色不好，我去端点喝的给你。你都说了什么？主子，这不是我想说的，是当时吧，那个情况就给喝吧，解暑气消火气。其实我特意给你熬的。好。大当家，我还有件事和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之前在乡下的庄子上遇见过几位江湖大师，他们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，说是这人世间有一种奇术，亦或是妖魔，可以让人有无数张脸，如同这面具一样。如果被妖魔附体，时间短暂且驱魔，要是时间长了，怕是要付出代价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瑞哥不是魁娘的孩子。不是他的，那是何人的？不知，总归不是他的，更不是王爷的。我这趟也去安泰镇转了一圈，有什么收获？安泰镇现在聚集了许多人，我打听过，都是一些附近的读书人，其中不乏世家子弟，他们都要去拜文举行，说是还能得到一种什么符，得福者能高中。世家子弟也要拜？他们还需要符？据说只有命格特别，而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会得到福。世家子弟虽然不靠科举也能入仕，但那些年轻骄傲的读书人还是想证明自己。原来如此，我大概知道翼王要打什么主意了。另外，双峰山那边也有消息传来，翼王最近颇为安分，每日除了上朝就是在家里抄经，美其名曰为皇上、太后和朝廷祈福。另外，严家那边也有消息。严家？严大小姐自与翼王的事揭开之后，就想着干脆撕破脸皮，想嫁到翼王府为侧妃，但她身份太低，要嫁入王府实在不够，又有翼王妃和其母族反对，别说侧妃，就是退而求其次做个侍妾都不行。此事闹得满城风雨，要不是翼王先一步安分朝京，恐怕难逃一场责罚呀。他倒是会躲。此事已经人尽皆知，严大小姐的名声尽毁，严侍郎连日给她找了个外地的人家，已经悄悄送嫁。已经嫁了？正是。大哥哥，你回来了。
家里的事处理好了没？可怜人，可怜人，跑祖坟。死鸟啊！处理好了，我给你和静香带了几盒枣蜜糕，一会儿拿给你。谢谢大哥哥，我还有件事，不知大哥哥能否答应？你说。我想请大哥哥闲暇时教我练武，我想练武。好，为何？想保护母亲？还有嫂嫂，嫂嫂最辛苦，有时候还要受委屈，我想护着嫂嫂。还有我，仙女婶婶，我也要保护你。现在你们还小，理应是我护着你们，等你们长大了，就由你们来护着我。不必着急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忽然，霍庆香的笑容消失，落到颜如玉的身侧。暗影中，瑞哥不知何时站在那里，小小的一道影子，无声无息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边。哎呀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没事吧？少夫人，这孩子没有给您添麻烦吧？我刚才去找点吃的，一个没看住。他呀，也是小，不懂事，闻到肉味馋坏了。不过少夫人放心，我会教他的。荷儿，静香，我们去吃饭。嫂嫂，今天晚上还能给我讲故事吗？能，给你讲妖魔变幻的故事。我能一起听吗？当然没问题，先乖乖吃饭。少夫人讲故事，我会唱歌。驼哥哥，你会唱什么歌？这个嘛，一会儿吃完饭，收拾完了，我给你们唱。我唱完歌就去休息哈。刚擒住了几个妖，嘿，又降住了几个魔，呼，魑魅魍魉，怎么他就这么多？是谁？婆母，是我。唉，我知道，你是想让瑞格尔跟我进污水是吧？唉，好，走了。母亲，你也去歇着吧。不用，我陪着你。我也正想看看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。那您退开些。颜如玉这样拉住瑞格尔，或朝贺在外面轻敲门。让他进来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把握嘛。也好。我来。你说，我来做。不用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这一般出生就哑，多半也是聋的，听不到声音。魁娘说的话不可信，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哑的，到底是不是聋哑，都未可知。这倒也是。这儿，上回我就是摸的他这儿。颜如玉的手指一摸，都感觉有点艰涩。颜如玉手伸入袖子，意识迅速地进入空间，取出一块吸铁石。这是什么？是一种磁石，一位江湖大师给我的。怎么？这孩子似乎被什么邪术控制了，头顶被刺入东西，应该是铁质一类，应该是针。这磁石遇铁则吸，在这两个黑点处感觉到了阻力，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不好强行取出。说强行取出，这孩子很可能没命不说，还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事。哎呀，天爷呀，这也太残忍了！这么小的孩子，即便不是自己的，也不能下此狠手啊！来，先别杀他。话音未落，瑞哥倒地不起。婆母开门呐！瑞哥，少夫人，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母子，觉得我们威胁到你这位正室夫人，可我有千般不是万般不对，你再有火气尽管冲我来，为何要对我儿子下这种毒手？他还这么小，他又是个哑巴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也不会说，你好狠的心呢！你母亲，大嫂心里不痛快，大哥下落不明，又和别人有了长子，这让谁也是一时难以接受。不过大嫂，魁娘说的也对，再气不能伤及幼子，何况现在瑞哥儿还是我们霍家现在的单传，若是大哥，瑞哥儿就是大哥这一脉唯一的孩子，就不如你向魁娘道个歉，给瑞哥儿治治病。平时不配合，嫌弃，现在好不容易等长恒睡着了，可以配合了，还嫌弃。魁娘，你有句话说错了，你和你的儿子威胁不到我的正室之位。别说王爷福大命大，早晚会回来，就算是回不来，
正室之位只能是我的，你再能生，也只是个数字。至于道歉，我是不会的。他儿子有病，非我所知。我到哪门子的歉？我一个正室，能在这种条件下还能接受他们母子，已经算是仁慈了，还让我给他道歉？哼，霍长旭，这就是你读的书学的礼，真是不中用。以前护着阮仙藻的时候，也没见这么怂啊，几句话就给说懵了。少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自知身份卑微，肯定是不能和少夫人相提并论。我不求我儿大富大贵，只求那平安活着。我母，还请您为瑞哥做主啊！嘿，这是高手啊！魁娘啊，好孩子，你赶快起来。我放心的，你生了我霍家的骨肉，谁也不能对你如何。是我对不住你，这本该照顾好瑞根的，没成想这出了岔子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，霍母，我想带瑞根去别的地方睡，不敢再打扰。哎，这事儿闹的，那行吧，就听你的。不知婆母能否给一点吃的？这孩子这几日跟着我，也是受苦了。行。他孩子病成那样，他也不说求求大嫂给治治，就这么走了？哼，那是，不是自己的孩子，肯定不心疼。而且啊，不是他的。且看，大当家呀，真是麻烦了。这时候也不早了，你就早些去休息吧。那在下先告退。我和你一起去暗中看着魁娘。她还有什么好看的？别去了吧，我总觉得她太狠了。母亲放心，我去看看别回。刚才瑞哥晕倒，他怎么那么巧就赶了过来？刚才又匆忙地把瑞哥抱走，必有缘由。那就有劳大当家多照应我们如玉了。好，一定。定什么定？那边。你怎么？刚才在瑞哥身上燃了点香。啊，什么香？普通的香，时间短，距离近，用不着别的。你还会用别的？那当然，我会的可多了。魁娘的手指细长，指甲也长，手掌张开，按在瑞哥的头上，像整个包住。瑞哥被他控制，应该也是存在某种关联的，否则不会这边刚混到抽出他就过来了。所以无论是魁娘本人还是瑞哥，我们都暂时不动。时候不早了，明天早上还要早起，大当家早点休息，还有事儿。没什么，早点睡，外面的事你不必担心。久劳。严姐姐，马大人让我提醒你，今天早上起来严嵩有点不太对劲儿，让你多加防备。怎么个不对劲儿？有种压抑、兴奋、激动，就像我娘一大早起来准备去翠云轩抢限定首饰一样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多谢你，也谢马大人。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严姐姐，你可真厉害，让我大开眼界。想做，到安泰镇给你弄一辆。我有钱。不用钱。这可以。他怎么了？来说严嵩不太对劲，大概是快到安泰镇的缘故。不用担心，我给山寨去了信，那边也会派点人手。我那个手下现在也在镇中。这天呀，有些阴沉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。这要是下雨，天黑前怕是赶不到镇子上了。不会，今天不会下雨，最快也要明天。嫂嫂，你怎么知道？哼，我会算。仙女婶婶好厉害。看在这些日子都还算老实的份上，今天晚上特准你们入镇休息，都抓紧走几步。母亲，进了镇子之后，无论什么时候谁叫你都不要单独离开，务必要和我知会一声，好吗？行，你放心，我记住了。哇，这么多人，小心些，别碰到。一会儿无论到哪不要乱跑，明白吗？都听好了，从这里进去，今天晚上暂时住在这里，谁要是想出去，必须要报备说一声，一家出去一个时辰之内必须回来。你看，他连好好说完命令的耐心都没有了。这里偏僻，他若是不熟悉，怎么会一找就找到这儿来？一会儿安顿下，一起看看安泰镇地形图。婆母，我有话和您说。现在没有时间，
有什么事等吃过晚饭再说。少夫人，我是和婆母说话，你纵然再不满，也不能拦着长辈，替长辈做主吧。再说，我说的是万分紧要的事，若是耽误了，你恐怕担待不起。哼，抄家的事我都担得起，何况是你说的事？你一个贫贱之身，能有什么重要的事？少夫人，你张口贫贱，闭口贫贱，可是瞧不起我。是啊，的确看不起。你才知道，不只是因为你的出身，还因为你自甘下贱。婚姻大事，无媒妁之言，更无父母之命，就连孩子都生了，要想让人看得起，自己也得做点让人看得起的事。哼，少夫人，你这副唇舌还真是厉害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明媒正娶，自然就能说。哼，那又如何？王爷喜欢的是我，那你叫王爷亲自来和我说。我来找婆母就是为这事。什么事啊？婆母，我对您说过的，夫君就在安泰镇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当真？火儿在何处？距离此处不远，这定是天意。婆母，我们现在去。不行啊？为何？火儿爱吃我做的面，许久未见呢，一定想得很，我得让他吃上一碗才成啊。如月，今天晚上吃面，我来做。好啊，我给您打下手。走开些，别一会儿柴火碰到你又要哭。要哭了嘿，眼泪来了嘿。回娘转身离开，带着瑞哥出了小庙去。暗处的金锭抱着剑，随后就跟上。杏林先生，你怎么？你谁呀？我是魁娘啊。哎呀，还取笑我？你这副鬼样子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。我没有取笑先生的意思。少废话，快叫门啊！愣着干什么？先生，您快叫几个人带着软台出来，我一步也不想走了。先生，魁娘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先生，先去把你自己打扫干净，还不去？是。严嵩进城了吗？韦先生，刚送来消息，进城了，已经在那里安置下。先生，杏林先生进府了。人在何处？杏林先生他有点不适，这会儿刚回院子。不适？有什么不适？杏林先生是走着回来的，薄底鞋子也磨破了，大概是累坏了，这会儿刚回院子。去看看。您还是别去了，我家先生这次恼得很，这会儿是谁也不想见，得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再说。究竟怎么回事？告诉厨房给先生做些平时爱吃的，其他人也要小心伺候。先生。人都到了。正是，我已经说了要带大夫人来，她现在还在准备。准备什么？说是要亲自做一碗面给镇南王吃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由他去，反正机会也不多了。木娃娃呢？在偏室。你还带他去，别让人瞧出破绽来。等事发之后你再回来，把他送回偏室。是。怎么不想听话了？当然不是，魁娘永远都听先生的话，只是魁娘想先生了，想早点回到先生身边。我知道你乖，再过2日。是。你的奖赏。谢先生。既然你出来了，就把人带过去，别让大夫人过来了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是。是你？有什么事儿？进去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大人这是要出门。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有什么话跟你说。大人精神不错，容光焕发。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看来大人是有好事。有什么好事不妨说出来，大家同乐。颜如月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如此刁钻？你究竟有多少面孔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说实话，你那个娘但凡有你一点能耐，也不至于死啊。大人放心，我肯定得好好的活，才能不辜负我娘。好了，就不打扰大人了，告辞。你到底有事没事？没事儿，大人随意。烦死了，怎么没完没了了？
只怕他的戏码才刚开始，您再忍忍。行，那他要是说带我去什么地方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无妨，您只管推脱，我在这儿听着，拖不过去我就出面。行，怎么了？婆母，我之前不是说要带您去见王爷，方才我偷偷出去给王爷送了信，王爷体恤您辛苦，过来见您了。在哪儿啊？婆母，我们进去说。少夫人也还没睡。切，睡了也让你吵醒了。客套虚伪的话不必说了，我听着烦。人在何处？斗笠摘下，一张风华绝代的脸映在烛火中。赫儿，母亲，对不起，是儿子不好，连累您了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我是你娘，哪有什么连不连累的？来，快坐下说。这位是？啊，这是如玉。这一路上呀，多亏了她，要是没有她呀，我们母子怕是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。多谢，不过我与奎娘已经定了终身，还有了瑞格尔。母亲，其他的女子还是算了，不要拖累人家。开门，伯母，开门呐！少夫人，王爷在此，还是安全为上。大当家来得正好。夫君，大当家也是逼不得已才做了妃，之前也在军中效力，对你仰慕已久。既是在军中效过力，就该以军人操守为准则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怎可占山为王啊？您说的是，若是不嫌弃，不如让我跟在您身边效力如何？以前也一直想有这个机会。不必，我儿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大当家以前是匪，但现在不是了。这一路上呀，照顾我和恒儿，经常给我们找吃的，还救过恒儿的命。这要不你看在为娘的面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母亲，我现在……你现在四面楚歌，为娘知道，所以啊，才要有可靠可用的人呢。大当家绝对是可以的，是吧？还请王爷收下我，我定当竭力为王爷做事。也好，既然母亲也觉得你好，那就留下吧。不过我现在的行踪需要保密，母亲，我来看你也是冒了很大风险，一会儿就得走，不如就先让他留在这里，继续保护你的安危。夫君要走，可带我一同去？刚才说过了，我心里只有奎娘，你照顾母亲，我自然是感激，但这是两回事。那夫君打算如何安置我？我从京城一路走到这里，可不是为了听你说这话的。既然是两回事，那就一回一回的说清楚。说什么清楚？把如何安置我说清楚。本王不喜欢你，还不够清楚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上奏，说明情况，让皇上免了我的流放。你不承认我还要跟着流放，未免太不公平了。唉，辛苦为家，还要被王爷嫌弃。其他女人倒是会坐享其成，传出去，王爷不怕移民尽毁？谁会传出去？哼，我对你没有半点情意。你该庆幸你没有，情情爱爱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顶着镇南王的脸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听不懂？你胆敢对本王无礼？哼，你错了，不是无礼，是要杀你。你再次称一声本王试试。放肆！放肆？那我也来放肆一下。你们意欲何为？颜如玉，难道你要谋杀妻？夫子还未说出口，一道剑锋扫了过来，男人吓了一跳，赶紧招架。霍长鹤跟步上前，把他打翻在地。你也配？他和王爷像吗？像，非常像，连小动作都一样。我这人脾气不好，耐性不佳，问问题呢也只问一次，你想说就说，不想说拉倒。你的脸怎么回事？不说就把这些撒你脸上，皮肉揭来。易容，是易容。至于小动作什么的，是有人教我的。什么人？莫先生，莫先生找人教的，到底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。你自己译的，还是有人给你译的？是我自己。我们这一队最擅长的就是易容。那么别的队呢？都擅长什么？
我只知道有一对擅长媚术，就像刚才的魁娘，还有一对是擅长用毒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莫先生管束我们很严，不该问的从来不让多问。这次要不是和魁娘有合作，我也不知道。魁娘身边的孩子是怎么回事？木娃娃，这我真不知道，只知道叫木娃娃，他们有别的用途。和莫先生在一起的人中，有没有一个老头善医术，平时身边还带着一个小童？你说的是姓林先生吧？他是个医痴，不只是研究医术，还爱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，也就他在莫先生面前有点话语权。你是怎么知道镇南王长什么样子？谁让你易容成这样的？莫先生给了我一幅画像，经过多次调整才最终定下的。画像？正是。想死还是想活？回先生，去见霍大夫人的人回来了，一切顺利。让他藏2天，等到镇中事发，大夫人惶恐不安之时再去接人。大夫人必定毫不犹豫跟他走。先生高见。那个莫先生竟然有王爷的画像，还找人做出如此相像的易容，若非走这一趟，还真是不知道啊。由此更可说明军中有内奸，别的可以忍，内奸和卖国者绝不能忍。怎么了？少夫人此言不像闺中女子会说的呀。闺中女子该说什么？夫君辛苦了，夫君是天是地是空气，与我心意相合，一心只我一人，共同搏击风雨。他护着我，我也能助他，这才是夫妻。我有脑子，却不是恋爱脑。若王爷真如魁娘所说，另有心爱之人，我也不会死缠烂打。我颜如玉离了谁也能活，我向来不信天不信命，只信我自己。少夫人此言振聋发聩，我铭记于心。大当家记着做什么？难道将来要说给你的压寨夫人听？我就要找个少夫人这般的奇女子。如玉，你昨天教银驼的那首歌叫什么？斩妖降魔曲。是你。那个男人呀，长得和长鹤一模一样，但我一拉他的手就知道，长鹤的手臂曾受过伤，有一道伤疤。那个男人呀，他没有。刚才你一进来，我怕又是个假的，所以才问问你。母亲聪慧。不过呀，说真的，还真是像啊，我这第一眼呢都没瞧出来，还以为真是的。也不知道长鹤现在怎么样了。母亲不必担心，夫君没事的。大嫂为何如此肯定？我会算呢。另外，夫君给我托梦来着。哎呀，真是上天保佑啊！我们如玉呀，就是有福气，连带着我们一家子都有福气了。长鹤一定会平安归来啊！这也行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赶紧去睡觉。那我们真的是有可能要在此地留几日了。不是有可能，是一定会。我本以为我们被流放已经算是最大的惊险了，没想到呀，这不过是才开始啊。如玉，幸好有你啊。母亲说的哪里话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他丫的！你他妈敢打我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谁怂谁是小狗子嘿！干他！哎呀，这招不行呀！哎呦，那个谁，耍阴招嘿！上，快上！仙女婶婶，我长大能像你一样吗？为别人看病救人性命？自然是能。你有学识字吗？有，我虽然不能上私塾，但爹爹有教过我。那就好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才能到西北，这路上你可以认识很多字，等到了西北，我教你看医书，认识药材，慢慢来。真的吗？仙女婶婶，我可以学吗？有志者自然可以事成，气象聪明，若是有心，自然能学会。多谢少夫人。谢来谢去总是显得太轻了，可我现在身无长物，实在无以为报。我说了，日子还长着呢，不着急。气香是个好孩子，我方才的话不是戏言，女子也能做事，也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，并非只是困在后宅的四方院中。你们若是下定决心，让他跟着我便是。少夫人，您的大恩我铭记于心，舍这一身也必定报答。正好，
我有一事想麻烦你。少夫人只管吩咐。少夫人，您这是？这些钱你拿着，先去买身不错的衣裳，然后去四处转转。我看街上来了不少的读书人，看他们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，听听他们怎么说。无论真假，这些消息我都要。那也不用这么多。要的。读书人清高，有时候也爱虚荣。你若太过寒酸，他们未必看得起你。从霍家出来的人，气度是没有问题的，装扮上改一下即可。另外，也不能只顾着你自己。回来的时候，给我们沁香也买些漂亮衣裳，薄的厚的都要。往后面走，越走越冷，这2日还会下雨，雨一下温度就会下降，早早的备上为好。还有爱吃的、想吃的、能放的东西。既然答应与我合作，自是不能让你们受苦。剩下的你留着便是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有银子傍身总是好的。是，多谢少夫人。好好休息，外面的事情不用管。这几日走不了，这是休养的好时机。沁香，你是想守着你母亲，还是跟我过去？我守母亲一会儿，和母亲说说话，一会儿伺候母亲吃完汤药睡下，我再去找仙女婶婶。好了，都给我住手！严大人，你是我们中官位最高的，若是队伍出了什么差池，皇上首先要怪罪的是你。你还知道本官的位最高啊？马丽宇，本官忍你好久了，等回到京里必定要参你。别以为你们是禁军就能为所欲为，为所欲为的好像是大人你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大家都听见了，严大人自己承担。我等劝也劝了，该说的都说过，大人一意孤行，既如此，听命便是。都散了。严姐姐，你上街去吗？我和你一起，你想买什么？我包了。多谢，一会儿我带恒儿去，不劳孟大人了。嗨，我也能带恒儿呀，什么劳不劳的？我知道哪有卖糖人的。恒儿不喜欢吃糖人，喜欢小马，我带他去买辆小马驹。哼，我也能买。孟大人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不过这里人多眼杂，你们还是要多注意严嵩和他的人，好端端的非要多留，定有缘由。我觉得也是，这个家伙一定有诡计。那就劳烦孟大人暗中多注意，给我们恒儿再挑一套好马鞍。那是自然。没事，母亲，他应该的。我那天请大当家喝了一碗药，乃是大补强身之药，寻常人可喝不到。是，那日急着赶路回来，太急，有些不适，多亏少夫人呢。哇，好热闹，比平时的京城还热闹。银驼呢？那会儿应该把银驼带出来。他好像说要去见什么朋友。他在这儿有什么朋友？这就不知了，回去问问他。小少爷的眼光真好啊，这可是我们最好的一匹马驹，他的父母都是千里良驹。你看到他的蹄子没有？他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踏雪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一定是这个名。哟，这位公子是个行家呀。我会骑马，自然略懂一二。他们这边在谈马价，旁边有人拉了一小车东西，看似草料，匆匆走过。刚才那人是干什么的？您说他呀，小的也不认识，就是混个脸熟。他这几日天天来买草料。这个正是。这是什么上好的草料吗？这不算什么上等草料，如果我的马有吃的，也不会吃这个。不过呀，这种草也不能说不好，抗饿呀。短时间内买不到别的，也是可以吃的。那边就是卖草料的，我先送你2捆，是这小马吃惯的。您再去那边看看，有没有什么想买的。多谢。怎么？走，去看看，有这个吗？哟，姑娘，真不巧啊，刚才有人都买走了。您这么好看的小马驹，不如买点别的，我这有更好的。这个不好吗？不好的怎么卖得快？便宜呀，这种草料产量虽然不多，但买的人更少，因此价格也不高。我这是攒了2天，方才都被人买走了。他经常来吗？隔3差5吧，这1个月基本上是这样。他有很多匹马吗？这倒不知，此人不太好说话，而且嘴很严。姑娘，我这边还有半捆，你方才要的那种，算是白送。
稍后一同送去。多谢。可是有什么不妥？草料有没有不妥？我还没有看出来。不过刚才那个人，从我身边路过时，我在他身上闻到一股味道。什么味道？香火的味道，就是寺庙或者道观里用的那种香，但成色不是特别好，最多算是中等。这里的确有座寺庙，就是之前我和你说过的，现在叫文曲星庙。那问题来了，一个寺庙要这么多草料做什么？还只要这一种？有没有可能是想给那些前来烧香拜佛的书生？别的太贵舍不得，这种草料便宜，施舍给他们，骑马或者坐马车来的那些多少能拿到一点东西。哎呀，驼哥哥，你烧的这是刚买的草料啊？草料？我以为引火的柴火，就拿了一小把。对不住啊，我不知道，没见过这种草料。颜如玉没有说话，捻起一小撮烧剩下的，凑近，香味更浓。哎，哪来的神梦草？你认得？是的，实不相瞒，少夫人，我之前是做香料生意的，所以大部分香料我都认得。这是神梦草，平时并不多见，哪来的？你懂香料？懂一些。少夫人若是有香料方面的事，只管问。进屋说吧。我以前就是开香料铺子的，家里一直都是做这个，从祖父那辈就是，手里也有些传下来的香方。之前是在老家那边，后来因为王爷也搬到京城，能在京城顺利开铺子，也是托了王爷的福。这个神木草，详细介绍一下。这个东西顾名思义，说白了，如果被有心人加以其他香料辅佐，大多会被用来做成迷香，但也不是寻常的那种。把人迷到的香会让人不彻底晕过去，但又意识不太清楚，晕晕乎乎，如同做梦一般。等醒来之后，有时候也会分不清自己是真做了梦，还是被迷晕过。其他的用处呢？还有吗？啊，有，不过这个就更少用了，香书上都不曾有记载，是我无意中发现的。是什么？少夫人稍等，我去就来。我倒不知道，他还懂这些。等到了西北，可以再开一间香料铺子。少夫人看这是什么？白纸。临时弄得有些粗糙，纸也未干透，若是时间充足，便可做得更精致些。多谢你，你帮了大忙。今晚的月亮真圆呐！哎呀，好想死啊！仙女，皮肤好白，眼睛好亮。大当家，换个地方说话。怎么了？你来看。这就对了。方才银驼说，他刚才在街上听到消息，说是有传言明日卯时文曲星会显灵，好多人都要去那里拜文曲星。这东西或许会在那时派上大用场。明日卯时？正是天亮破晓时分。不过为了争个好彩头，不少人今天晚上就会动身。这怎么有点像现代人过年的时候争着去烧头香的场景？大当家，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入口？你想去就能。想去。少夫人，您让我办的其他事我还没和您说呢。读书人来的真不少，都是来拜见文曲星的。除了一些附近城中的普通人，我打听到还有几个世家子弟，其中就有平阳邱氏、泰州江氏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先去的安泰镇最好的客栈，给了店小二一些碎银，打听出一些消息。我想着那里的人定然是来得早且有些钱财的人。店小二还告诉我一个消息，住在他们那里的固然有钱，但却不是最有势的，有势的都住在西城那边的小庄园。小庄园与当朝首府的祖宅相隔不远，如今已被有权势的人买下。我去了一趟，但无法像在客栈一样打听消息。但外面有些卖东西的小货郎，和他们闲聊几句，也得到一些有用消息，说是前几日来了2位贵公子，一位贵小姐，排场不小。我又等了一会儿，遇见一个小丫鬟出来买东西，她身上有一个荷包，是上等丝绸，上面的刺绣也是有名的苏绣。后来出来一个小厮，两人还争吵几句，彼此瞧不上。平阳邱氏和泰州江氏一直就为排名彼此不服，因此我猜测多半是他们。待快中午时，有酒楼来送饭菜，
我尾随到酒楼，又塞些银子，才知他们已经连送了几次，因此可以断定泰州江氏来了一位公子一位小姐。因为在蹲守的时间略长了些，所以只打听到这些消息。等下午我还去。你这些消息已经非常难得了，很重要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你下午再出去的时候要多加小心，别引人注目，一切安全为上。好。饭好了。大当家过来看。这是霍中毛打听到的。是的，平阳丘氏、泰州江氏都有人来。这么说来，这位莫先生下的可是一盘大棋呀！我知道有身份贵重的人，没想到竟然是他们。普通书生，再加上世家子弟，还是首府的老家，再加上文曲星庙，地利人和都有了。天时地利人和，能占其二已经是不易。不，他也占了天时。哦，怎么说？最多2天，这里会有一场绵延的雨。莫先生这棋下的确实好，但他忘了一招棋错，满盘皆输。我看他这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如果他只是想下这盘棋，慢慢下便是，或许会成功，但他偏偏要引我们入瓮。那就杀他个天翻地覆。先生，城里的书生们已经动身去庙里了。那3位呢？邱家那位公子坐着马车去了，江氏的还没有出发，听说是江家那位小姐身子不好病了。身子不好就该在家好好待着，跑出来做什么？去查方才谁经过院墙外，拉去做药人。杏林先生说过，做药人的人要他亲自来选。那就弄死他们，有难处吗？2位不知有何吩咐？给我们2个1个荣，我得做个记号，到时候好相认。什么记号？把袖子挽起来。好了，漂亮吗？您还是要多注意些，腰背别挺太直，否则不太像。如果我以后表现好，能不能戴罪立功？你还是先活下来再说。大哥，要是喜欢得抓紧呐。什么？刚才那位我可瞧出来，这可是位奇女子，非同一般。你要是喜欢，那得抓紧，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先。这你也知道？这您就不知道了。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有看人的本事。我为什么易容术比别人学得好？那就是因为能看到细微处。您刚才看那姑娘的眼神，见过蜂蜜拉丝们，差不多就是了。那你看看，我用什么东西戳瞎你的眼睛比较好啊？看好了，不能出差错。放心，这些都和前几日运来的草药放在一处，万无一失。你又喝酒了？没有啊。别嘴硬了，你身上都有酒味儿。我劝你最好用冷水洗个脸，清醒清醒。明天天不亮就得开门，若是有半点差池，被剁碎了喂狗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瞧你说的，怪吓人的。哼，吓人？这不是吓唬你。我告诉你，即便是这样，也比让杏林先生去做成药人强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去洗，你别说了。走，方才那2个人从这边过来的，我们先找到神木草。该，你在这里守着，我进去看看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没事儿，门是锁着的，里面不会有人。我看看东西就出来，你看着门，我才能安心。最多1刻钟。果然有一大批神木草，像2座小山那么大。颜如玉没有耽误时间，迅速把神木草收入空间，又把那些草料取出来放回原处。怎么样？没错，神木草都在这里。要不要一把火烧了？不用，我在里面加了东西，我们就顺其自然，让他们折腾，只要暗中看戏就好。行，走，过去看看。看好了，除了来送饭食的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这里面藏着至关重要的东西。我想应该是个人。刚才信使说的是，除了来送饭食的，不许其他人接近。那咱们需要进去看看吗？关在这里的人应该不同寻常，或许和王爷被害有关，不过此时并非是营救的好时机。我明白，放心，我不会冲动。我想如果是王爷，他也会赞成我们的决定的。一定会。等我们把这件事解决掉，一定会回来查看。若真是与王爷有关的人，定会全力营救。困吗？
困的话，我们就先去睡一会儿。走，去首府申辞。前面的，站住！说你们俩呢，过来，快点。怎么没见过你们？我们是新来的，我们被分在药材库那边。那不是很好的差事，正好，给你们一个表现的机会。表现得好，就给你们换个好差事。您说？去后院，搬2坛酒过来。是。站住！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是不是糊涂了？那边，方向走错了。你先走，我留下来。你一个人没法交代，就这么跑了，他们更急。应该没事，就是个送酒的，不妨事。我们见机行事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危险和机遇向来并存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大师倒酒？哼，叫什么大师？老子不爱听。对，是我失言，应该叫将军。哼，老子这辈子最恨2个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知道，其中一个就是镇南王。我呸！什么镇南王？现在不过就是一个臭罪犯。当初要不是他，没见老子立什么军法军威，老子还在沙场快活呢。他差点要了我半条命。回京之后，要不是翼王殿下给我指条明路，我还空闲在家呢。敬翼王殿下。翼王殿下是好，可他手下，将军呐，可别乱说，别让人听见了。哼，听见怕什么？老子就是要说，要不是那个姓莫的，老子现在还在京城，岂会到这里当什么和尚？本来殿下说的是当个假的，装装样子也就罢了，可他偏偏要往真里做，让老子剃了头发，还烫了这个。将军可不敢大声，那个莫先生看着文文弱弱的，可是个厉害的主啊。我可听说他那折磨人的手段是层出不穷啊，这手上不知沾了多少人命。哼，别人怕，老子不怕，他还能杀了老子不成？他是厉害吗？他不是厉害，是阴险。我问你，你见过他长什么样子吗？这不曾见过，只远远的见过一回。他穿着黑斗篷，看不真切。哼，近距离见了也是白见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家伙可不只有一张脸。什么？你们退下！若是敢胡说，就小心狗命！站住！这个长得倒是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爹。阿爹？庙里这些日子不能弄来姑娘。你有什么话冲我说？你说什么？放肆！你怎么跟将军说话的？张嘴！你敢打我？咔，2记手刀同时出，把络腮胡子和男人齐齐打晕。现在杀了不妥，若是有人来发现，会节外生枝。我先用药迷倒他们，再在角落点上毒香，你觉得如何？甚好。还没来得及喂迷药，忽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响。你在这里别出声，交给我。等一下，若是来人问这2个人在哪，你就说不知。说你刚过来送酒，按我说的做。你说你最恨的人之一是镇南王，我想镇南王应该也会后悔，当初军法处置只要了你半条命，若只有今日之祸，就应该除掉你，一了百了。你这半条命已经活得太久了。干什么的？大师命我去搬酒，把酒送来却不见大师。你叫什么？建明贺大。在哪儿办差？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？小人身份卑微，您自然不提的。小人在东边值守，负责防守药材。谁在那儿？颜如玉抱着2坛子酒慢慢的转出来。你又是何人？我们兄弟是被临时叫来给大师送酒的，其他的我们不知道。说实话。小人说的是实话。说实话，
无论什么都能饶你一命。要是不说，那就做刀下之鬼。不是小人不肯说，是大师吩咐了，他要去寻乐子，不让小人说，还赏了小人2坛子好酒，还说小人若是泄露了行踪，不但要丢差事，连性命也得丢。信士半信半疑，漫步走向屏风，屏风后空无一人。他去哪儿了？快说！说是山后刘家村上个月刚死了丈夫的吴寡妇。你们俩将功补过，去劈柴挑水。怎么回事？走，一会儿再说。那个络腮胡子是什么人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我与他曾一起在军中效力，他出身不错，祖上都是武将，自己武艺兵法也都拿得出手，几场战役也都算是勇猛。王爷对他也算寄予厚望，可惜此人贪酒好色，2次因酒差点误事。王爷斥责他之后，他还心怀怨恨，在打了败仗回营途中残杀无辜村民，杀良冒功。王爷得知之后，把他拉到外面，本欲削手示众，但他有一块祖上传下的金牌，乃是先皇所赐，可免一次死罪。但死罪虽可免，活罪却难逃，几十军棍是免不了的。之后便把他逐出军中，他带伤回京调任，自那也就断了联系。今日才知他竟然投靠了义王，还到这里做起了假和尚。这种人早就该死，让他多活这么久都算是失误的。免死金牌这种东西还是要看谁用，祖辈的功劳不是他作恶的理由。若是因此就为所欲为，既辜负了皇恩，也辱没了祖宗。是姐，我与少夫人的看法一致。不过为何刚才那个信使没有发现他们呢？因为我用了障眼法，这是家族不传之秘，人在哪儿他就是看不见，能维持1个时辰。王爷相信吗？信。世界之大，有很多奇人异事。我之前什么时辰了？饮鸩3刻。快开门，动作麻利点。抱着沈梦草，跟着其他的人绕到大殿的后面。你们几个留下，准备好东西，一会儿听令生火。都拿好了，1人就1颗，一会儿生火之前服下。谁要是丢了，出了什么差错，我可不管。这是什么？放心，毒不死你们。警告你们，别自作聪明，都老实吃了，要不然……又是一声钟响，卯时到。时辰到，开庙门。各位施主都听好了，都到功德箱前做登记，换取号牌，按顺序进入。里面的位置也是按号牌，请各位施主遵守4规，如有违背，休怪本寺无情。等办好了号牌，都站到祭奠的位置。又一声钟响，快生火！拜！烟雾迅速散开，在殿内上空慢慢汇聚填满。是这个味儿吗？方丈站在神像前，首先受到冲击，他捂着口鼻，擦着眼泪，冲出大殿。什么那么臭啊？方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何处来的臭气？那是什么味儿？方丈，和我们说说吧。这味儿怎么这样啊？好像和银驼烧的时候不一样啊。银驼烧的时候虽然不说有多香，但至少不臭。许是买草的人卖错了，算是阴差阳错。咱们不管，只管看戏。咱们这都臭，他们那边更臭。先别烧了。各位，此乃神君给大家的第2轮考验。功德箱看的是诚心，此番考验的是能否受身之苦，心之累。所以请大家稍安勿躁，切莫在神君面前放肆。稍后神君自会给出指示。神君会给什么指示啊？阿弥陀佛，神君自会放出智慧之光，有缘之人自会见到。不错，见到的请务必要谨守秘密，不可对人言，否则这点渊源就会丧失在口业之中。怎么？感觉他的指尖在他掌心一动，塞进一样东西来，是一枚黑色的圆球。阿弥陀佛，现在众位施主闭眼，默念心中愿望，在听到钟声时
变个睁眼，慧光就会在那时闪现。霍长鹤的手指一弹，把颜如玉给他的东西弹向神像的头。各位施主，请看神。见神像如同突然被雷劈了一样，轰的一声冒了一阵烟，机器的晨雾中咕噜噜掉下来，碎了一地的烂瓦片。哼，霍长鹤打的也太准了呀！方丈，这就是慧光吗？诸位，神像此番也是预警，各位，神就是神，无论是慧光还是自毁其相，都是一种让我们警醒的方式。慧光自然是好，但自毁神像或许就是神想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与其胡乱猜测惹怒神明，不如静观其变，相信不久的将来结果自会显现。我知道很多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符咒，符咒珍贵，自然难求，能不能得到就看各位的机缘，但我保证在你们中间定有那么几个可以得到。接下来就是符咒显现之时，来人呐！你猜那是什么？香灰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霍仲马告诉我的，他说过用神梦草煮水在纸上写字，经过晾晒，字迹就会消失不见，等到轻撒神梦草的香灰，字迹又会重新显现。所以他们之前就已经在其中几张纸上写下了字迹，只不过现在瞧不出，等香灰一撒上去，字迹就会显出来。不错，哼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这一招会不会又玩砸。各位按序号排好队，拿着你们手里的号牌纸上前来。实不相瞒，你们手中的号牌纸其实就是未显化的符咒。方丈，请问如果不小心遗失了，能否补一下呀？阿弥陀佛，一切都是因果，丢失或者损坏都不可补。怎可如此？我辛苦赶来，又等了好几天，你们也没提前说明啊！如今连补都不行。是啊，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！让我们补上，凭什么不补？那我就要问问，你们的号牌纸是丢失了，还是损毁了？那么其他人呢？哼，生前说谎话，死后下地狱，可是要被拔舌头的。好，方才就在店内。来人，去找，看地上有没有被遗失的号牌，去搜。既然来了，就要守规矩，不愿意守的就自行退去。谁要是胆敢闹事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来人，把他们几个赶出寺庙，把号牌纸都拿出来。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变脸。比银驼唱的妖魔变脸还有意思吗？我也觉得这些读书人很有意思，一直到最后一个人，信使蹙眉刷下，结果一样，没有。不是说会有几个，为何现在一个也无？这位就是从平阳来的邱伯谦。神明之意随时可改，若是没有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各位就好好用功读书，全凭自己吧。哼，什么符咒，本公子并不在意。但本公子不在意是一回事儿，若有人故意欺骗，就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公子，话要想好了再说。本公子向来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祖父就因此时常夸赞于我。邱公子好气魄，不过你质疑神明，可别拉上别人。平阳邱氏名声在外，邱公子想要功名可以不考读书，不代表其他书生也是啊，别因为嘴痛快去连累别人。哦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江二公子。哼，我自问学问不如江二公子，人人都说江二公子学识太多太重，把身体都给压得不长了。江氏和邱氏一向不对付，就因为世家排名，两家人一见面就和乌眼鸡一样。尤其这邱伯谦和江延木，同样的年纪，更是时常被拿来比较。江延木在江氏兄弟中最矮，比邱伯谦也矮上一些，因此经常被邱伯谦取笑。好了，这里不是逞口舌之所，休要多言。提醒各位，方才神像示警，如今又改变主意，收回神符，
你们还是要好好反思，是不是什么地方不妥，惹怒了神灵？人群中突然有人叫了一声，这一声突兀又尖锐，还透着凄厉。啊，看他身上，是他。来人，把他按住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正是，我们要回家，凭什么把我们困在此处？没人想困住你们，是为了安全。事发突然，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。如果真的是，那你们中间有人与病人接触过，到时候极容易传播。啊，我没有和他接触过。我也没有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刚才不是有人被赶走了吗？他们已经离开，扣住我们有什么用？我们走。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就来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气味不对？他们也没有被迷晕，符咒更是没有显现。这我也不知，明明都是按照计划做的。打开库房，好在有惊无险，中间虽然有差池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幸好是这样，我得去向莫先生禀报。他的性子你知道，你我能否活命，全看他的心情。要不就和莫先生说，一切顺利。反正现在他们已经相信瘟疫发生，结果相同，接下来就不是我们要操心的事了。等那位来了，我们尽心办事就是。再说，神梦草也不是我们弄来的，神像上的机关也不是我们弄的，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计划走的。好，那我去回莫先生。你记住，你和你的人把嘴巴都闭严。对了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后面关押的那个都不能出任何岔子。是，你放心。我想去看看那个李书生，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瘟疫。不行，太冒险了，而且根据情况来看，多半不是。他们不会拿自己冒险。就算是假瘟疫，他们也不会只害李书生一个。为了造成恐慌，势必还会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甚至上百个。要想有备无患，必须知己知彼。叶家人就在这里，我们还是看一下为好。好吧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如果戒备太严，不好下手，那我们就先退走。到时候等他们再弄出几个，我们再看也不迟。颜如玉本以为会看到李书生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却没想到是另外一番场景。请转告方丈，我一定按时吃药，让这病症消不了，还望方丈能够替我谋一份前程。他从小孔中弹入一粒迷药丸，不多时李书生就晕过去。我去把那个碗偷出来。哎，我去。这可怎么好？瘟疫，这我们还有命活吗？我听祖父说过，襄黄时期老家那边就闹过一次，人是一村子一村子的死啊，能活下来的没几个。哎呦，天爷呐，我们怎么这么倒霉？本以为流放就够倒霉的了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凶险等着我们。都怪镇南王府被连累流放，还不够倒霉吗？我原本已经认命了，想着活到西北，穷也好，苦也罢，总算能活。现在却遇上瘟疫，也把命丢在这里了。大夫人，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就是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各位，瘟疫之事尚未定名，官府也还没有明确的通知。再者，还有官差们在此，究竟何去何从，我们只管听吩咐便是。即便是瘟疫，大家也当同舟共济，齐心协力渡过难关，而非指责。瘟疫并非我母亲之过，她没得说，也不该为此负责。非要说责任，当是安泰镇官府之责。大家都姓霍，出门在外更该同心才是。流放是皇上的旨意，同脉同宗，荣辱也当与共。既然走到这里，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计过往，关注眼下。眼下过得去，才能有以后。颜如玉呢？我大嫂出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她不会跑了吧？她一向精明，做事果决，心又狠，会不会提前知道扔下我们跑了？不可能，如玉不会扔下我们的。哼，谁说我嫂嫂心狠？这些日子谁没有受过我们家的接济？嫂嫂话少，但不是心狠。你们家2房3房都是被他整死的，还不狠？胡说，我嫂嫂才不是。仙女婶婶是最善良的人，治好了我娘，不许你们这样说她。各位，大家还是稍安勿躁，
少夫人聪慧坚韧，这种困境之下，只有她那样的人才能带我们走出去。还请大家相信，少夫人绝不会扔下我们不管。她治好你媳妇，你自然是信她。霍仲卯，你这个没骨气的东西！那什么才叫有骨气？和你们一起骂，怀疑少夫人？抱歉，这种骨气我霍仲卯不要，那不是骨气，那是忘恩负义。哼，二房三房，他们干了什么龌龊事，你们没看见？再说，他们是自取灭亡，哪个是被我大嫂害死的？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干什么？不敢去外面，就在这里窝里横是吗？来来来，我看看都有谁。哎呀呀，耗子扛刀窝里横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那颜如玉去哪里了？让他出来说话。就是让他出来。帮忙去后门把小平板车拉出来，我先回去，你去那边，一会儿再回来。哎呀，我大嫂出去了，稍后即回。我家如玉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去街上找找颜姑娘。谁找我？少夫人，您回来了。本来想出去买点补给，准备明日动身，结果镇上出了变故，恐怕一时走不了了。惦记着大家都没什么吃的，就备下了些，带回来分分。刚到门口，就听到有人说要找我。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？他跑了，做事心狠，跑了嘿，二房三房都没了。哎呀呀，耗子扛刀窝里横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怂了嘿！哎呀呀，敢做不敢当，骨气不要了嘿！黑山鸡扫了一眼，展开翅膀，张开爪子，奔着刚才吵得最欢的两个人抓了过去。米面油以及青菜水果和肉，我们自己留下一些，给马大人他们一些，剩下的交给母亲分配。是。这两家不分。是。凭什么？凭这些是我自己拿银子买的，我乐意给谁就给谁。吃了饭骂街，放下碗骂厨子，我颜如玉不惯这毛病。你自己的钱，你哪来的钱？我哪来的钱还需要向你交代？你也配？嫂子，您大人大量，别和他们一般见识，咱们呀都是一家人，哪能不分给我们呢？哼，你是谁啊？我是霍大的媳妇儿，咱们……你和谁攒的？我和你不熟。有什么冲我说？方才我家如玉说了，分配的权利归我，他忙里忙外够累的了，你们就别去烦他了。哎呀，大妹子，如果是你说呀，那就更好办了。这如玉嫁过来的时间短，咱们呀可是好多年的交情了，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么口吃的身份了呀。哼，我不是你的大妹子，二夫人才是你的大妹子呢。可惜呀，她不在了。刚才你俩儿子叫着骂我们如玉的时候，你不出来教训，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，怎么的？为了这么口吃的，脸都不要了？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那个长旭呀，你和他们兄弟俩可是如同亲兄弟一般呐。这一家人吵架哪有记仇的呢？你说是吧？我母亲这话说的一点不错，霍大、霍二和霍长青是好朋友，他们仨才是亲如兄弟，我高攀不起。二哥说的对。来来，我看有谁不服，冲我这小铲子说话。你笑什么？笑你铁铲鹦鹉。那当然。哎呦呦，专治装晕小铁铲，来晕一个嘿，哭一个嘿。大人，外面情况堪忧，究竟要滞留几天，谁也说不好。这些东西放在你们这里，比放在我们那里安全。再者，分开放也更好些。二公子所言有理，那就放下吧。哎，哪儿来的？我还想一会儿带银头出去买一些呢。我之前悄悄买的，放在那边藏了起来。之前就预感到近阵子没有好事，现在事发正好拿出来。少夫人聪慧，无人能及呀。这倒是。领过食物的，家里有女子或针线的，可再到我这里来领及时布，给家中老人或者孩子做身衣裳。我话说在前面，给家里谁做，量好尺寸来领，不许多报。另外都听清楚，是给老人和孩子，没有老人孩子的给女子做，男人放在最后。
为何？因为物资有限，因为老人孩子女子体弱，因为平时补给给物资时，女人们把家里的钱算着分成几半花，都先紧着男人。这个理由够吗？剩下的不，到时候根据表现再做分配。谁若是欺负自家女人，让我知道，那就和霍大霍尔家一样，直接被取消资格。我保证，发放物资不止这一次。以后路上我会带着大家吃饱穿暖，平安到达西北。我颜如玉说到做到。好大的口气！颜如玉，别的不说，单说眼下安泰镇瘟疫横行，你怎么保证？颜大人，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吗？我们可都是被你管束，由你押送，你现在不死怎么保住我们？我替你稳人心，你反而来质问我。颜大人，你究竟是想让我们活，还是想让我们死？哼，莫名其妙，是你自己在那大放厥词，与本官何干？那颜大人就说说你的计划，你打算如何保我们周全？是啊，颜大人，不止他们，我们也等着听您的英明号令。您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哼，本官如何知道？颜大人，您这话说得太轻松了吧？当初是您下令要进入安泰镇的，本来在镇外过夜即可，第二日填些补给即可动身，也不会波及到我们。您却执意进镇，进镇不算，还非要留下住2日。马大人，你胡说些什么？莫非是指责本官是故意的不成？是不是故意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颜大人最好想想法子，发挥你的作用，别不但不管，还说风凉话。哼，颜如玉，我看你能狂到几时？自然比你的命还要长。来，过来领步。哎呦，给我看看有没有受伤啊！出去那么久，可把我担心死了。母亲放心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别的还好说，就怕真的是瘟疫呀。我听从街上回来的人说，外面都乱了套了，官府还封锁了出入口。这阵势啊，他们说的对，以前老家的确闹过一次，相当惨烈呀。老家的村子后来往东迁移了几十里，我就怕……瞧我，净说这些有的没的。咱们吉人天相，定不会有事的。一家人在一起，什么坎儿都能迈得过去的。母亲放心，这根本就不是瘟疫。当真？当真。我从街上回来，岂能不知这是有人想故意制造恐慌，或者还有更大的阴谋，特意安排的。最初发病的人我见过，他就是那天晚上要抢咱们房间的书生，还合演的戏而已。简直是坏胚子，还读书人呢，怎可如此？真是丢圣人的脸。他们自己的脸都不要了，还顾什么圣人？母亲知道即可，不要告诉旁人。请你牢记我的话，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相信。再者，即便是瘟疫，我也有办法治，保护咱们一家。如玉啊，我们家遇见你，真是好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呀。这要不是你呀，我们母子早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。等长鹤回来，这些事我都要一一说给他听，让他牢记。不论如何，咱们的情分说什么也不能断。好。嫂嫂，母亲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恒儿，过来。仙女婶婶，我能进来吗？都来，那给你们留的，别人都没有。嫂嫂，你生气吗？我生什么气？恒儿和沁香这么乖巧可爱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为何要生气？因为有人说您的坏话，我好生气。你们维护我，我很开心，但不会因为那些人的几句话生气。对付他们，要么不出手，要么就一击制敌，让他们记住教训，永远都怕。如果只是逞口舌之争，只吵来吵去，累坏自己，太不值得。一击制敌？对，要让自己变得强大。读书非常有用，但也要有武力。读书是为了和别人好好说话，而强大的武力是为了让别人好好和你说话。嫂嫂，我记住了，我这就去。你去哪儿？我去找大哥哥，让他教我练武。我也回房间了，让爹爹教我认字。我要快点和婶婶学艺。母亲，这个您收着，吃上不用省着，我有办法弄的。这是我特意给您留的，还有些棉花和皮货，
趁着这段时间，你若是闲得无聊，就做做衣裳。这2日要下雨，这场雨过后，秋意就浓了。秋天一闪即过，我们越走会越冷，得早做准备。哎，好，我最喜欢做这些了。以前你公爹和长鹤的衣裳鞋子都是我做的，后来有了长旭，才慢慢的交给下人做。我先给你做。颜如玉正要说话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。看衣服军刀不是寻常的府衙官差，是安泰镇的护城军。来得好快，街上乱成那样，不说先管理秩序安稳民心，却要先来如此偏僻的小庙来管制我们这一堆流放犯。这里的护城使姓吴，有个妹妹是兵部尚书的妾室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翼王党正是。这安泰镇步步都是陷阱，坑坑都奔着王爷，连用的人都如此巧妙。文清浊，寺庙的那个假和尚，还有这位吴护城使，任何一个得到王爷的消息都不会手软。是急啊，所以还请少夫人多谨慎。多谢大当家提醒啊，大当家的，回头量量你的尺寸，我给你做一件外袍。多谢夫人。应该的，你这么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，我现在呀也就只能做顿饭，做件衣裳，别的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待着平安之后呀，若是去相看亲事，我再给你做套新衣新鞋。这谢早了。好，听夫人的。大哥哥，你看我用这个练怎么样？我给你做一把小木剑。真的？以前大哥也教过我，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有一把小木剑。没事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我给你做一把更好的。几名官兵撞了过来，伸手要推开霍长恒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说做什么？别挡老子的道！你是干什么的？他不是犯人，是……官爷，我们是归严大人和马大人管。你有什么事，不妨直接跟他们说。我等犯人哪敢劳驾您亲自下令？嘿嘿，小娘子，到了安泰镇就得听我们护城军的，别说你们，就是严嵩也得听。小娘子，我看这里不怎么安全，不如这样，你跟我们走，不但能保证你安全，还能让你吃喝不愁，如何？官爷，我们是流放犯，不是路边的乞丐流民，随便拉上就走的，都是在皇上朱笔之下有名有号的。不如你写个折子，看能不能让我们跟你走。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您倒是出来说句话呀，别装病也别装聋呀。别怂嘿，出来走两步，没病走两步，没聋走两步。官爷，话可不能乱说，小心风大闪了舌头。你说什么？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有没有你说了不算，他说了算。哈哈哈！哎呦，真他娘的邪门了！今天遇见不知死活的，行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拿你开刀，把他拿住。在这可不行，我胆子小，怕血，不如去后面的巷子，那安静。嘿嘿，好，这小娘子深得我心，我等着，等我处理完这家伙，定然把你带走，吃香喝辣。好啊，那我得亲眼看着。嘿，你不怕？怕也得看。好，走。别担心，我去就会。这些人就是来试探我们的，不给点颜色，以后麻烦还会来。大嫂，我也去。不用，你陪着母亲照顾恒儿。就这儿吧。好，就这儿。小子，你想要死得痛快，那就跪下磕几个响头，哥儿几个还能发发善心。否则的话，否则怎样啊？否则就把你胳膊腿儿都剁下来，再让你死，让你哭着求死。跪是不可能，你方才说的你倒是可以试试，没准儿我也能给你个痛快。要动手就快一些，母亲还等着我回去。哎，小娘子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就这，你们的绝命之地。放肆！你们身为流放犯，敢杀我们？我们可是姓吴的走狗。霍长鹤的话音落，手一挥，
刀光闪，血光溅。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习惯速战速决，没有把握住，应该像他刚才说的那样，先剁掉4只，让你们哭着求死才对呀。颜如玉二话不说，手起刀落，再杀一人。求别杀我们，我们也是听命行事，迫不得已呀。听谁的命？是程使叫我们来的，说是有几十个流放犯在此落脚，让我们过来查看。要把我带走，出言不逊，也是你们程使的意思？不，姑娘误会了，我们只是说而已，不敢对您有任何不敬。把身上的腰牌、身份文牒之类都拿出来，不能让血把这个染脏了。他和霍长鹤默契举刀。你先回去，我来处理。你又发什么疯？严嵩，我想和你谈个交易。你和我谈交易？我没有听错吧？当然没有。长话短说，这段时间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让这小庙平安，像今天这种被护城军或者衙门中人故意找茬的事不要再发生。严嵩，你想升官发财与我无关，但如果你想踩着我们上位，那不可能，这就是我的态度，听懂了吗？颜如玉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别以为你手上有点老子的把柄就能为所欲为。实话告诉你，这次的事与往事不同，你摆不平。我只是不和你一般见识，别以为你真的有多么了不起。镇南王又如何？现在还不是不敢露面？哎，你那点伎俩把柄我不在乎，等我高升手握重权，我倒要看看谁敢胡说八道。高升手握重权，哼，严嵩，你觉得如果我们有所差池，我会让你活着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死也要拉上你做垫背。你试试看，看看我们俩到底谁先死。颜如玉手握着刀柄，刀尖突然往前一滑，刀刃朝着严嵩。你就在他张嘴的刹那，颜如玉把一枚东西扔进他的嘴里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我的话说完了，至于做不做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颜如玉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保证，如果我们有什么差池，你必先死。什么高升，见他娘的鬼去吧。颜如玉，现在外面闹瘟疫，你觉得你能躲得过？严嵩，别自作聪明。我说的，今日那些护城军还有衙门中的人，我只是在告知你，不是在求你。你答应，你好过；如果你不答应，大不了我再杀几人，看到时候东窗事发，倒霉的是谁？你去说，人是我杀的，你看看有没有人相信？颜如玉，母亲，别把布用完了，我不要紧，给恒儿备下冬衣。放心吧，我这心里呀有数，这么一大批，你用不了多少的。母亲，大嫂，天好像快下雨了，我想趁着还没下出去一趟。你出去干什么？老实待着吧。我想去买些驱寒或者清热的药材，手里有点药材总比没有好。你又不懂医术，去买什么药材呀？现在街上那么乱，你就别添乱了，老实去待着，和坨坨一起，人家那么勤快，你也学着点儿。在您心目中，我连胖坨坨都不如了是吗？大嫂，你别叫你大嫂，你老实听话，老实待着，让你大嫂省心就行了。药材的事你不必担心，我备下了，到时候用得上自然就会拿出来。长旭，你和霍中卯一起做个册子，每家有几个人，年纪如何，每个人都擅长什么，一都记清楚，我日后有用。好，我即刻就去。淑玉啊，多谢你不计前嫌，肯原谅这孩子。母亲，那是因为他是夫君的亲弟弟，撞了南墙可回头，我愿意给个机会。如果是旁人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说得好，我就喜欢你坦诚。你可不知道呀，我之前在管着王府，
自家的事不必说，没事的时候呀，还要去参加这个宴那个会的，一张张虚假的脸，说句话呀，那弯绕的能把人肠子绕得打上结。现在好了，离开京城，我像重新又活了一回，活得呀有滋有味的。我现在倒觉得，流放这一趟呀，未必就一定是祸呀。母亲睿智。先生，镇子里已经闹起来了，护城军封锁了全镇，还斩杀了几个闹事的人。无所谓，反正那些人大部分也是要死的，早死晚死没什么区别。严嵩那边可有什么动静？回先生，暂时还没有，有一小队护城军去过，结果如何还没消息。几时了？回先生，刚过酉初一刻。时辰差不多了，吩咐下去放出第一批。杏林先生如何了？今日精神头还不错，小院子那边又闻到药味，又开始熬药了。哦，我去看看。这叶火候搅拌的时候再掀盖，不要太频繁。你也来了？昨日来过，听说您累着了，就没打扰。别提这事儿。东西找到了吗？还差一样。哦，这次出去找到了一样。您不是说这2样都很难找？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个就是美人胶。只许看不许摸，这可是炼制丹药的重要药材。只得此一枚吗？还有2颗，一枚已经实属不易。让我遇见那丫头，我非问出她从哪儿弄的美人胶不可。丫头？正是，那丫头诡计多端。对了，你帮我找找，看她现在走到哪儿了。好，她是什么人？她是个犯人，是被流放的。这个应该不难找吧？莫不是镇南王府的人？仙女婶婶，你生病了吗？没有，大概是要下雨了，天有点凉。仙女婶婶喝茶，暖暖。小静香真是个小棉袄，你的伤已经好了大半，不必担忧，安心休养便是。稍后吃饭叫你们。婆母，这瘟疫可非同小可，咱们还是想想办法吧。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们是犯人，不像你去哪儿都自由。魁娘，要不你带着孩子走吧，说不定啊还能保住命。婆母，我怎么能扔下您？现在这么乱，不如您跟我一起走。我自己走，不管旭儿和恒儿了。魁娘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是不是长鹤的主意？他是不是病得脑子都坏了？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了，难道就不顾这手足兄弟了？哼，外面这些人可都是他的族人宗亲，这就不管了。这他娘的说的是人话吗？你给我把他叫来，看我不大耳瓜子抽他！脑子坏了！哎呀呀，他娘的不会说人话了嘿！婆母，您别生气，夫君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担心您。他素来孝顺，这样不顾手足兄弟的孝顺，我可不敢要。婆母，若是瘟疫到此，可说不好谁死谁活。您死，我也要和我的孩子们死在一处。你也是做娘的，你会丢下瑞根走吗？哼，要不这样，你把瑞根给我，你去找长鹤，你俩逃命去吧，双宿双飞，永不分离。去吧，去吧，逃命去吧。婆母，我不会丢下瑞根的，这不就行了？仙女，仙女，皮肤好白，眼睛好亮。婆母，我先走了。哼，少夫人好手段，训只鸟替你偷听，为你说话。那当然，哼，可惜你没这手段，连只鸟都瞧不上你。你说你差不差劲儿？哎呀呀，要哭了嘿，晕一个嘿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他要让我跟着他走，这是想把我骗出去啊！没事，不用理他，我会让他后悔留下来的。回去。官爷，我出去买点吃的。不论干什么，不许出去。我们娘俩没吃没喝，您行行好，让我们出去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再说最后一次，回去。哟，这是谁呀？哈哈，哎呀，哦，
原来是与人私定终身、未婚先孕的那个啊！官爷，我想……你想？这是流放队伍，你想有什么用？可我不是你们的犯人。哦，对，我差点忘了。不是我们的犯人，还死乞白赖地跟着我们走，你说你是不是有毛病？现在外面闹得紧，我们就负责犯人的安全，即日起不许出门。你不是我们的犯人，但我们也没必要负责你的安全。行，出去吧，出去就别回来了。官爷，我可告诉你，别来这一套。我家里姐妹多，哭哭啼啼这招我见多了。你要再哭，我直接削你，让你哭个够。大当家，请留步。何事？奴家想请大当家帮个忙。帮不了。奴家还没说什么事儿呢，对于大当家来说就是小事一桩。小事大事我都帮不了，就是不想帮。大当家为何不敢看奴家？大当家，求你帮帮奴家，只要您能帮忙，奴家……别碰我！大当家！话音未落，一大黑影子扑了过来，迅雷不及掩耳之速，对着他的头发就是一抓。大鸡威武，大鸡威武！哦呦呦，奴家害怕，帮帮奴家，奴家饿，帮帮奴家。大当家，出去啊！好想死啊！我没有。你过来。少夫人，我……话音未了，颜如玉反手一个耳光抽在他脸上。你敢打我？忘了说，我有一点点强迫症，打别人耳光习惯打对称。回娘，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少夫人莫不是对大当家起了别的心思，不允许别人对她说一句话吧？婆母，哟，魁娘来了，这脸是怎么了？疼不疼呀？再说一个字，我就让你这个字变成遗言。来呀，打脸啊！反正有两边脸，左边完了打右边。来呀，打脸啊！你嘴怎么这么损？世上谁最可爱？坨坨坨，银坨银坨，干掉金坨。大当家要出去啊？少夫人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，是他。是他引诱你，你没上当，对吗？确实如此，我以后离他远点，连引诱的机会也不给。大当家去哪儿？我去查看一下镇上的情况。行，注意安全。那可解毒，可解媚术。你是说？还以为大当家经过大风大浪会很快识别，没想到差点在阴沟翻船。大当家在这方面还要加强警惕。我之前打交道的多是男子，女子极少，更没有这种啊。方才我意识到不对劲，但没想到他竟然会媚术。这种邪门歪道平时不多见，他这一次算是亮个底牌，我倒知道该如何防的。少夫人聪慧。那当然，再过1个时辰会下雨，大当家早去早回。媚术是什么？我以前只听京城那些夫人说狐妹子，这真有媚术这种东西？有的，有些人会专门挑一些女子练习媚术，我也是小时候听路过的江湖的人说的，练得好的的确很厉害，能魅惑人心。不过魁娘应该没有那种本事。这种还是对男人有用，对咱们女人没用。可见练习这些歪门邪道的人都知道，男人更容易上这种当。母亲说的极是，我看大当家是个正派的。淑月，不瞒你说我有时候看着他会恍惚，觉得他的身形动作和长鹤很像，但是这脸又是截然不同，声音也不一样，搞得我这脑子乱糟糟的。不过我知道了，他是个好人，也是没法子才做了山匪。上次说家里祖坟差点被人刨了，也是可怜呐。母亲啊。大嫂。你不去睡觉又来干什么？大嫂交办的事我办好了。这么快？多亏仲宝哥帮忙，他做这些事真是又快又好，我就是打个下手。好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大嫂，还有什么我能做的？孟
大人啊，严姐姐，有什么事儿？别叫我孟大人，叫我妖良。我姐姐们在家就是这么叫我。一会儿要下雨，你去告诉马大人，我之前备下了一些防雨的油布，一会儿让程旭陪你们去拿。这小庙破旧，还是早做准备，免得大家被淋。行，我这就去和马大人说。大嫂，东西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就在房子后面草垛下，你去叫上仲卯，你们两个一起去，再找几个听话有力气的，一起帮着进军干。雨很快就会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程旭，这是笼络人心的好时机。他们之前说或不说，心里难免有怨言。从进入这里起，就是转机，明白吗？我懂得，大嫂，你放心。好，去吧。外面风大，注意安全。干什么呢？大人，他们去补屋顶了，说话漏语。这些臭犯人都死到临头，还怕淋雨？让他们安静。大人，是马丽雨带人去的。这个姓马的，处处跟我作对。大人，那我们滚开！救命啊！他是不是有人发病了？都回去！谁如果不要命，尽管过来。凭什么不让我们走？难道要让我们在这里等死吗？没有什么凭什么，军令最大，都给我听好了！谁要是不听话，各杀无论。把人带走。要把他抬到哪里去啊？自然是去该去的地方。停，就是这儿。砸门。头儿，下雨了，前面还有2家，加快速度，否则就得淋雨了。要不咱兵分2路吧？也行，你们那队去前面第2条胡同，第3家，其他的跟我走。军官被迷晕，霍长鹤搜他的身，找到令牌和那张纸。这边加固一下，还有这里，小心些。二哥还是要多练练身体，要不让他和我一起跟大哥哥练吧。他哪是那块料？哎，那二哥是哪块料？你呀，就不必操心这些了，小心心眼太多，长不高。屋顶上，一道影子似是脚下一滑，身子翻滚，一直滚到边缘。哎呀，抓住！当家的！哎呀，是霍老三！上来！旭儿，二哥！正打算救霍长旭时，黑暗中跃起一道人影，把霍长旭拦腰抱住，落在地上。哎呀，大当家的，谢谢，多谢你了，救了我儿子呀！大夫人不必客气，二公子没事就好。大嫂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干好。没有，你做得很好，你牺牲自己保住霍老三，就是不想给我惹麻烦。你这个孩子。母亲，我没事，多谢。手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过来，抹点活血的药膏，别硬撑。景无说，我有一些发现。好，这么看来，他们是有目标的去找，而不是在街上胡乱抓人。你之前不是在文清卓的书房拿到地图和镇上的人口册子，大概就是用来做这个的。他们事先在目标人家放了东西，让人以为是瘟疫发作扩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。来，快喝点吧，暖暖身子。啊，谢夫人。正说着，有人敲门。大夫人，二公子，多亏了你救下我当家的，是否则我……是啊，二公子，要不是舍身救我，我说不定得摔断骨头，好不好命都没了。多谢你。都是自己人，又是常旭叫你去干活的，岂能不管呀？这没什么可谢的。这是哪里话？我知道二公子叫我去干活，那是给我机会，瞧得起我。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，还差点闯下祸。哎呀，三哥，再这么说下去，可就生分了。天色不早，又快要下雨了，赶紧回屋去吧。对对，赶紧喝碗热汤，别着了风寒。是，多谢多谢。哎，这霍老三也是个可怜人，自小没了娘，就由大房收养着。这说是收养，其实比个下人强不了多少。本来该是嫡出的公子，却，到说亲的时候呀，还给说了个娘家没人的。好在这媳妇儿周氏是个泼辣能干的，夫妻二人呀，倒也和睦。让霍老三去干活是钟卯哥提议的，他做得对。你平时跟着霍仲卯，多学学里面的门道。你书读的比他多，但人情世故他比你懂得多，这些是书上没有的。
是，谨遵大嫂教诲。好了，去睡吧。要一起走吗？在下告退。如玉，这世上真有妖魔吗？没有，我从不信鬼神妖魔。可好多人都怕鬼呀。人都怕鬼，可鬼却未伤过人分毫。倒是人心比鬼歹毒得多。好孩子，别再想以前的不开心了。往后呀，我会好好的疼你的。父皇，儿臣这几日抄经完毕，待敬奉给父皇和太后，祈求父皇太后福寿安康。哼，马屁精！商量国事的地方，偏他在这儿讨乖卖脚。翼王的孝心，朕领了。这些日子也思过了，还是该多操心事务，为朕分忧。是，儿臣遵旨。皇上，老臣想请旨去安泰镇走一趟。首府年事已高，一路上又要舟车劳顿，瘟疫凶险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皇上，安泰镇是老臣的老家，老臣责无旁贷。太子，你怎么说？回父皇，儿臣以为瘟疫之事不可轻视，当尽早准备大夫、药材等等，要迅速着手。儿臣愿意去安排。好，那就交由太子统一安排。首辅年长，朝中也事情繁多，就留在京城吧。皇上，臣愿请命去安泰镇走一趟。臣身为户部侍郎，理应配合。也好，既如此，你就协助太子主抓此事，把一应东西准备妥当，尽快出发。翼王，太子殿下，这些日子你没来上朝，本宫派人去瞧过你，说你在思过不见客。今日见你气色不错，本宫也就放心了。多谢太子记挂，我在思过抄经，实在不见客。不过那些下人也是没有规矩，也没有禀报过。若说是您的人，怎么着也要见的。哎，你我兄弟何必客气？这次瘟疫之事，你怎么看呢？这种事不可怠慢，全朝上下都瞧着。太子殿下若是有什么用得着臣弟的，只管知会。六弟，太子殿下，翼王殿下，你这身子总也不见好，回头本宫让人送几株人参给你。不敢劳烦殿下，臣弟帮不上殿下的忙，唯愿不给殿下添麻烦。六弟本来身子就不好，现在又有心病，太子殿下，您的身怕是治不了啊。六弟重情重义，本宫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臣弟告退。怎么身子还是不见好？吃下那么多药也不管用，那些太医们都是做什么用的？唉，不怪他们，是臣弟自己不争气。镇南王还是没有消息吗？还没有，臣弟也为长贺担忧。霍家人都流放这么多天，唉，也不知道情况如何。别太忧心，本宫自会派人去寻找，等找到他，问明情况，自要为他洗清冤屈。多谢殿下。别谢来谢去，你有什么需要就派人来告知本宫，不用客气。有消息了。京城来的。太子生病，无法管理瘟疫之事，翼王临阵请命，不但主管此事，还要亲自来一趟。太子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生病？还挑这么个时候，这么好的立功机会，怎么也舍得让？他不想，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京城的药店卖空了治疗疫症的药，单凭太医院那些根本不够，何况太医院还是以皇宫为主，太子无法买到药材，头件事就办不成，所以只好病了。这点事就难住了。太子志大才疏，自从去年东宫智囊遇刺之后，他更急功近利，若非有贵妃在，只怕会连连出错。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他，好好给翼王殿下准备一份大礼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走。两人刚跃上屋顶，见一道影子悄悄地摸出来，小心翼翼地进入官差们存放干粮的地方。打算怎么让他们喝药啊？放到汤饭中？不行，要有些味道，放入汤中很快就会被闻出来。给，带上这个，贾公子给过我一个鬼王的，也很漂亮，只可惜鬼王的用在这里不合适。给，把这个挂在我身后，看到没有？我衣服上有个小挂钩。这是？这香料能让人短暂陷入幻觉，
放心，之前给你的药可以解，这个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。老头子，这可怎么好啊？拿什么？拿刀杀了我！我宁可死在家里，死在你手里，也不能叫他们拉走烧掉。我也不活了。刚说到这里，屋门突然被风吹开，袅袅雾气里，有一位金甲武神飘然而来，递给老爷子一样东西。此乃天劫，本不该让百姓受苦。本武神奉天命而来，赐你解药，喝吧。多谢你救命之恩！多谢你救命之恩！我是金甲武神，在天庭镇守南天门，记住了？是，我一定铭记在心。老头子，快起来！你感觉怎么样啊？除了头有一点晕之外，别的没什么。老婆子，刚才不是做梦吧？不是做梦，这不是药头还在吗？再说，你不是不难受了吗？对，确实好了。哎呀，真是谢谢金甲武神。等明日你去买些贡品，我们要拜一拜。行，就是不知道现在外面这么乱，能不能买到？也对啊，那还是先不要出去，看家里有什么先用上。金甲武神既然来救我们，不会计较这些。为何要说是金甲武神镇守南天门呢？因为要让他们联想到王爷，镇南王，武神，百姓无辜，但王爷何尝不无辜？我可以救，但不能做无名英雄。既然做了，就要有回报。默默无闻，不求功与名，那不符合我，也不符合现在的镇南王府。是功是过，必须要说清楚。如玉，我相信我家王爷是无辜的，也知道好多人在等他现身，但不是现在。你觉得什么时候最合适？待到金光灿烂，王爷该挑一个高光时刻，闪耀登场。呵，说得对。走，去下一家。江研墨和他妹妹江小姐住在此处，据说江小姐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不知道会不会对她下手啊？也不一定，他们是投毒，不是真的要命。究竟是江研墨还是他妹妹，尚不好说。小庄园防守很严，不似寻常百姓家。要不我去，你在此处等我。哎，不去了，我们回去。啊？好，听你的。少夫人，明天还熬药吗？熬。药材有点不太够，明天我去买点。不用，今天太晚了，先休息。明天去后面原来放油布的地方，还有药材，我都备下了，足够。好，那我明天一早就准备。明天熬了汤药之后，先让霍仲马喝一碗，我让他去街上办事。好。干什么？主子，您有没有想过，少夫人可能是真的仙女？她什么都想得到，什么都能备好，什么都会。想要赏赐就直说。主子，这不是我晚上给您的吗？这也算赏赐？再说，我也不是想要赏赐，是真心赞叹，真心的。哼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因为身份不便，且让他们放肆几天。现在就开始给他们抖小脾气了。外面情况如何？回先生，先生妙算，和您预想的一模一样。收来的人都安置妥了？回先生，一切妥当。对外宣称是怕情况恶化，已经拉去烧了，不会再有人找。每一步都要谨慎，务必万无一失。是。明天一早送杏林先生过去，看看哪些人能用，能用的交给他，不能用的直接就地处置。少夫人，你有事吩咐我。一会儿吃过饭，你乔装一下，去小庄园的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动。好，注意安全，小心为上。颜如月和霍长鹤跟在一队人的后面查看情况。这家，你们找谁？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啊，就我们俩。俊业，你有什么事？没什么，就是来看看有没有发病的。既然没病，就老实待着。是，我们一定老实。怎么回事？
病号呢？没有，他们家就俩老的，没人生病。是这里，没错。里面的人没事？没事儿，好着呢，正干活呢还。行了，去下一家。一连好几家都是这种情况。走，回去，今天不搜了。他们回去报信，应该很快就会有所动作。莫先生歹毒，而且情势缜密，不能大意。我安排人手，像方才那2位老人家，就让人先暗中会火，以免被他们报复抓走。你有多少人手？先不说人手紧张，就是够，这样也太被动了。我以为在告诉他们有其他人插手此事，让他们更警惕。别急，白天他们不敢动，我们晚上再来，我有其他办法。哦，你有办法？在决定做汤药的时候，我还做了别的准备。少夫人受我一拜。应该的，为王爷，为王府，我自当尽力。大当家久在军中，不似我，在后宅阴谋中生存，对付他们这等阴险毒辣的伎俩，我更得心应手一些。大当家可知这镇上的官员府邸在哪？知道，镇上最高官员并非吴成史，而是4品知州。按说知州府不该设在一个镇子上，就因为此地特殊才设立。不过此地知州一是受吴成史打压，2本身也是个圆滑怕事之人，因此整日不管什么时事。身为一方父母官，不作为即是恶。时间还早，咱们去他家里走一趟。让开让开，看着路，撞上知州大人家的马车，赔得起吗你们？应该是知州府怕送菜的人不干净，担心染病，派人出来采买。正好，就从他们入手。你就把里面关押的人带过来，让他带上易容的东西，到一个僻静的路口处，霍长鹤出手，把他们3人打晕。不多时，银锭带着那个西贝火来了。我去看看那2个人，给他们灌点迷药。大哥，你这还没表明心迹呢，要抓紧呢。你如何知道？嗨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你这脸，给你做这个假脸的人也是高手啊。虽然不及我，但也算我见过中的头一位了。你继续。镇南王喜欢那个姑娘，这绝对不假。小人有一法子，可助你赢得姑娘欢心。那什么，小人觉得姑娘对这易容之术很感兴趣，小人愿意把所学所知事无巨细一一写录成书献给您，您可送与姑娘，保准她高兴。对了，小人对一些奇花异草也有研究，深知女子美容之道。小人对天起誓，从未做过半点伤天害理之事。早先父母双亡，流落在街头，被他们捡了回去。见小人略有些学识，这才免遭其他横祸。说实话，冒充您这是第1次执行任务啊。小人拿死去的全族起誓，若有半字虚言，叫我和我的族人死后不得超生。我不信什么鬼神，此生是此生了，不信来世转生。你既有此决心，不妨表现给我看。现在有事，稍后再说。是。他们中了迷药，1个时辰内不会醒，你们就守在此处，等我们回来。你吃的什么？我罪有应得，他们没弄死我，已经是宽大了。我替你吃。还是原来的那个味儿，挺好吃。就是太少了。哎呀，好兄弟！你在这瞧着，我去别处看看。放心，1刻钟我就回来。路过一座小花园的时候，听到有丝竹鼓乐声。小心点儿，别摔着。大人，舞得好，舞得好。待晚上翼王殿下到了，你就跳这支舞。这不行吧？奴家是大人的人，您待我恩重，我怎能侍奉他人呢？那可是翼王殿下，是皇子啊。别说皇子了，就是天子也不成啊。奴家只一心在大人身上呢。我知道你的心意，我岂能不知？只是此次关乎我的命运，平日里那个姓吴的就欺压我，现在又发生恶疾，若我不搭上翼王殿下这条大船，姓吴的一定会踩死我的。景儿啊，你就当为了我，成不成啊？竟是如此吗？若是能救大人，景儿纵然舍了这身子，又有何妨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出去说。
我拿了他的大印，既然不为您做主，那药印也没用。另外，翼王今天晚上就到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也是时候了。等他来。哎，二位回来了，容貌需要改吗？恢复原来的容貌就行。好嘞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驼哥在教我做人的道理。您这假脸，我给您重弄一个吧，不伤皮肤也不闷。若是想去，用热毛巾抹一把就得。如玉啊，你回来了。马大人刚才让孟孟良过来找你，说是有重要的事。好，我去看看，还有什么别的事发生吗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银驼不是出去了吗？他熬的第2锅药，临行时交给了孟孟良。我知道，那药已经熬成，量量分发就行。还没有发啊？还没有？我去问问孟大人。严姐姐，你回来了，马大哥有急事找你，带我去。严姑娘，药出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，但我觉得味道不对，说不上来。的确有问题，加了东西，怎么发现的？有人喝过了吗？严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有照看好，银驼出去的时候交给我了。人多事杂，一时照看不到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出了问题，先解决问题。道歉的话，最后再说。马大人，你刚才说已经有人喝过药，是谁？还有我一个朋友，我们打算喝完去分给大家，还没分呢，马大哥就来了。是我闻着味儿不对，就暂时压下，说等你回来再看看。严姐姐，这药里到底加了什么？我会死吗？不会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死。这样，马大人，这药照分。照分？不错，这一次按家按人头来分，来一个就记上一个，最后看谁没来。好，我明白。我也要去。行，平时怎么分还怎么分，就当此事没有发生过。等这药分完，我会再煮一锅，可解这一锅的药效。严姐姐，你买药需要用钱，这次是我办事不力，再买药材的钱我来出。这个足够了。这怎么能行？你再多拿些。不必，去吧。马大人鼻子很灵。也不是，我只是对药敏感，家中老人身体不好，一直是我在床前伺候汤药，因此对这些气味感触更敏锐些。严姑娘，这药是……大人，有的病是瘟疫，有的不是。或许有人不想我们躲在这里偏安，想引点混乱。可恶！能在药中加入东西，门口又一直有人守着，定是自己人，所以我们要不动声色，引蛇出洞。好，多谢严姑娘。这是沉不住气了，发生何事了？俊吾说，我呀，回来的时候遇见一个人，老熟人。先生，这次拿到美人胶，药人的效果会不会更好些？应该会，但美人胶太小，只得一枚，得省着用。先生不必担忧，莫先生不是说了，那个女子就在镇中，到时候拿住她，问出美人胶的来处，以后就尽归您所有。这样的好东西也只有您配用。哎呀，是急，这就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我就耐心等着吧。银钉在后面不远不近的跟着，没过2个路口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马车突然掉下了一个轮子来。做得好，这2个给你。看看人家，哪像您2个肉包子就打发了。那些被他们投毒的人肯定有死的，比如年纪大的，或者身体不好的，条件身体好的，用去做什么所谓的药人。这些歪门邪道，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的人已经找到他们被关押的地方，在这边移动，就找时机救他们出来。听银驼带回来的消息，那个老头应该是做药人的关键，只要他不去，药人也做不成。现在那老家伙伤得不轻，一时做不了，要不要我干脆去结果了他？先不用，翼王今天晚上到，我们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既然老头伤了，让人盯着他就是，暂时翻不了了。不过这老头身为医者，却有一副歹毒的心肠，不走正道，得让他受到教训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来安排。我得为他定制一份东西。
小人有急事回禀。找人来给先生好好治伤接骨。是。车夫呢？先生，车夫跑了。找到，五马分尸，那匹马也杀了，分肉吃。是。先生，今天晚上翼王就到了，知州府那边已经做好了安排。您看，那就去知州府，本该就是由他来操办，我还懒得弄那些。是。大哥哥，怎么？嫂嫂在屋里不让人打扰，我陪你玩。等过完这2天，我就给你做把小魔剑。好。忙完了，银驼呢？回来了。听说你忙着，就先去准备晚膳了。要叫他来吗？不用，先吃饭再说。翼王距离此地还有30里，知州已经带人去迎接。今天晚上应该会宿在知州府。知州府？莫先生没做安排吗？暂时看来是没有，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我们一直觉得莫先生是翼王的客卿谋士一类，按说他应该尽心准备迎接主子才对。此人城府极深，或许另有深意。银驼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正想和您说，我偷回来了不少药材，一会儿您过目。对了，还救了一匹马，我还发现一个可疑之处。对，最后我要走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小院子，那院子里有好几个瑞格尔那样的孩子，不声不响的，特别吓人。你和西贝霍没聊过这个？没有，光聊他自己了。回头找个机会问问。没问题，他现在拿我当亲兄弟，特别崇拜我。这个，按照这样埋下去，把线拉好，横在门口，用的时候务必小心，不要伤到自己。就按照地址埋好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和你一组，完事还能去知州府看看。头，我去叫门。哼，还叫什么门？直接把门给我拆了！慢，我亲自去。一脚踩上去，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，只听砰的一声响。查，给本官好好的查！这么多东西不见了，本官就不信，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抓住这个小偷，本官要亲自把他的骨头打折。去查。知州大人来得好快啊！莫先生来得早啊，本官有点事儿给耽搁了。知州大人好啊，吴城使真威风啊！那当然，见翼王殿下岂能不精神？我这马都挑的最好的，以免没精打采的让王爷瞧见了晦气。远处就传来车轮声，翼王到了。王爷，先生辛苦了，一切可妥当？王爷只管放心，一切妥当。那就好，先生办事，本王素来放心。下官拜见王爷。都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非常时期，一切从简。王爷，下官已经安排妥当，请您移驾去知州府，下官向您禀报镇中情况。也好，走吧。原本以为镇中会大乱，现在看来，倒也有些秩序。二位大人辛苦了。王爷过奖，这都是下官应该做的。王爷，护城军之责就是护卫城中安定，别的不敢说。有末将在此，城中安定。下官，这种事都是吴城使负责的，下官。王爷稍后，末将去看看。你们也去瞧瞧，看看怎么回事。王爷，先进去再说。门没了，空气中弥漫着烧东西的味道，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味儿，以及血腥气。几团散落的火苗是被炸开的门在烧。那是什么？火药。等以后到了西北，我们可以招一批人马，每人配备这样的武器。姓吴的不是什么好人，手下死得惨，还有可能会把怨气撒在百姓头上。没事，他不管。我既决定用这种方法，就想到后招。别担心，你看，霍长鹤顺着颜玉指的方向望去，但见远处另一个路口，火光中树影里，像是缓缓走来一个参天巨神。啊，看那是什么？是巨人。一个巨人，身高数丈，身穿金甲，手举裁决杖，威风凛凛，正漫步走来。是金甲武神，保护我们的金甲武神呐！是替我们治好瘟疫的金甲武神。
镇守天庭南天门的金甲武神。天爷呀，还能亲眼看到武神，不是做梦吧？你的病好了，难道是做梦吗？快参拜呀！快参拜！一声呼，百人议，满街的百姓都跪下去。大胆！身为武将，却如同强盗，残害百姓，该死！抬头，但见金甲武神一挥权杖，身边的颜如玉举起一个手臂粗的桶，在金甲武神挥权杖的同时，把桶对准无尘使，紧接着在无尘使身上炸开，无尘使死尸倒地。金甲武神威武！金甲武神威武！金甲武神威武！在一片喊声中，金甲武神止步，慢慢后退，最后光影渐渐消散。走，带你去看金甲武神。这是？我是金甲武神。哎，这就是金甲武神，用这个投出光影，就能把影子放大数十上百倍。还有这个能把声音放大。少夫人，这个能送我吗？以后用得上。行啊，你先去打探情况，接下来定不太平，咱们去知州府看看。你去前面路口等我，我把这里收拾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楚玉，你真的是仙女吧？不是，我只是长得美，像仙女。仙女会法术，我不会。可是那不是法术，是技术，以后我会教你的。王爷，在下已经派人去重新打探，稍后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还有没有点规矩？翼王殿下在此，岂容你们如此？知州大人，我等求见翼王殿下。谁能把话说清楚，就由谁来说。若是说不清，就不要扰殿下清静。怎么？翼王身边有个高手，这次必定跟了来。他带来的亲兵也是他的府军，经过多次调换，现在都已经是上过战场的兵士，非寻常可。我会小心的。我有点后悔了。什么？后悔不该让你来，太危险。没事，你不是说了我是仙女？再说了，我连金甲武神都能造得出来。这倒是，但我还是想护着你。好了，大当家，你的好意我心里，但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我好不容易等到翼王来，此事必要亲为。为了王爷，值得吧？为了王爷，值得。先生，现在该当如何？本王快马加鞭提前一些，要是和户部的安慈州一起来，简直无法收场。神鬼之说，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散播，动摇人心而已。王爷放心，我自会料理。如此最好。先生打算怎么做？大人，此事还得您出马。下官如何能？你是父母官，不行也得行。让衙役们去带几个百姓回来，我要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报王爷，报大人，外面来了好多百姓，说要请大人做主。正想找他们，他们倒来了。莫先生，本官抓几个进来，听凭您审问。不可。为何不可？这知州真是够蠢。百姓们怎么会来？我让营定办的，人多聚在一处，还在府门口。翼王就算顾及脸面，也不能如何。何况小庄园那边霍中卯也放了消息，这边一出现金甲武神，江秋两家也会知道。金甲武神他们或许不在意，但他们一定在意百姓是怎么康复的。有了他们插手，翼王和莫先生就更不能随意灭谁的口。正是这个道理。大当家所言极是。那个人看到了吗？那个该说的老头，他的存在感很低。速城的前任护城使吴希猛，跟在严嵩身边那个贾丁就是他的人，善用潜龙手。看来他当初以丁忧为名辞去官职，回到安泰镇，果然是大伤翼王，别有所图。无妨，既然来了，就让他们都落空。走，去看看翼王带来的东西。夜黑风高，颜瑞和霍长鹤摸到车马附近，与此同时，一道恶风扑向他们方才所在的地方。别管我，我能应对。你想干什么，只管去。好，拿着小炮筒，对准不远处的院子，轰，就是一声炸。让开！颜如月手一抡，把那个小炮筒就抡了出去，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再抬头，已经没有颜如玉和霍长鹤的影子。去搜，务必把这两个人找出来。那个东西，放心，
他们用不了，只是一个铁桶。我把别的部分都拆除了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扎的。发生何事？下官这就去查看。还不快去！回大人，后边起火了，快救火呀！王爷，马车不见了。什么马车？就是您带来的马车，车上拉的钱粮被偷了。回王爷，不是车上的粮食被偷了，是什么？快说！哎呦，是连马车都不见了！混账！你们这么多人，好几辆马车，说没就没了。你在说什么混账话？刚才发生何事？刚才有2个刺客突然出现，还和不动大人动手了。紧接着就是后院起火，然后就不动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何物？这是刺客留下的。那2个人身手都不错，身材高大的强悍，身材娇小的招式非常特别，我从未见过。这东西就是他留下的。这不就是那个桶桶吗？这个不重要，马车呢？本王拉来的东西呢？属下失职，马车不见了。你们这么多人，马车要赶出去也费义士，是怎么不见的？大人，王爷的东西在你的府里丢失，你是不是该负起责任来？王爷，下官知罪，下官无能。知州，现在本王要的不是请罪，不是听你说自己无能，是解决问题。东西在你府里丢的，自然也要你来负责，钱粮就由你来出。王爷，下官身为这里的父母官，出也是应该的，只是什么？只是王爷来之前，下官的府上也被盗了。哼，也丢了，丢的真是时候啊！你的粮食在哪儿？贼人是怎么偷走的？赶着车偷的，本王不管。就算你这府里炸了，你也得给本王想办法。话音刚落，就听到砰的一声，砰砰，一连4、5声。大人不好了！府里的阁楼、库房还有厨房都炸了！砰，又是一声，知州府遍地开花，火光冲天，映亮了黑夜。知州一言未发，直接倒地上晕了。哎呀，这又是金甲武神下的天雷吧？没错，看着像。除了金甲武神，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这金甲武神呀，可是咱们百姓的守护神，炸咱们门口那是炸坏人，给咱提醒。这炸知州府嘛，这知州府被炸呀，就是报应。可不是，天天什么都不干，连件最简单的案子都断不清。枉为父母官。他不是断不清，他是不敢断，怂包一个。哼，他手下可不怂，那些衙役比起护城军，不成多让。主子吃蜂蜜吗？什么蜂蜜？蜂蜜拉丝。西贝货教你的吧？对呀。我朝贺正要说话，远处来了一辆马车。江家来人了。银驼，想要马车吗？想。那辆怎么样？好得很。等着，这辆马车得来，让你用。多谢少夫人，小人一定为少夫人马首是瞻。少夫人说让我干什么，我一准干，还干好。福儿过来。好，我明白，这就去。去吧。他干什么去了？保密啊，大当家。怎么了？你耳朵怎么红了？是不舒服？耳朵他比较独立，不听话。叫严木的人，我去和他谈几句。不必，会有其他的人和他谈。我们闹过知州府，静观其变就行。万一被他记住，到时候还得换脸不说，那个高手对我们也会怀疑。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护城军想偷偷进我们家，被金甲武神给劈了。我们家的门坏了不要紧，但这种事就必须讨个说法。听说你们得过病又好了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就是金甲武神赐给我们的神药。那怎么才能见到武神？你这人，神明是随意能见的吗？得是神明来见我们。
那怎么才能让神明降临并赐药呢？那要不你拜拜，烧烧香？就是心诚一些，说不定神明没走远，听到就来了。对，今天晚上呀还现身来着，肯定没走远。就算神明不便总下来，派使者也是可以的。对呀，这个可能，神明都有使者的。王爷大人，在下听说有些百姓的病已经治好，不知道是怎么治好的。舍妹自小体弱，这几日都不敢出步，在下前来想求一张方子。江公子，此事尽是谣言，药方。江公子只管放心，待明日王爷会在府门前的小广场施药。王爷此番前来，带着足够的药材，定会让江小姐康复。哎呦，那就多谢王爷。江公子不必客气，本王奉父皇之命而来，就是为了解救安泰镇百姓于水火。江公子和江小姐既也在此，这就是注定的缘分。待来日江公子和江小姐安全返回，还请替本王向江老太爷问个好啊！一定，王爷，那在下就不打搅了，明日再来也好。一抬眼，忽然看到远处暗影中走来一道影子，高高大大胖胖，十分的魁梧。是武神？哎呀，不是，武神呀，要比这位高大得多，好几丈呢。我们呀都亲眼看见了。那这是武神使者？没错了，就是武神使者。走，过去看看。金甲武神，金甲武神，武神，镇守南天门，雷劈护城军，财仗定乾坤。武神使者，高大威猛，有战意。哎呀呀，谁最厉害？使者，武神维护者。拜见使者。明日4时到西市小市场。神鸟说完，武神使者慢慢的退走，后背的光芒也消失，很快融入黑暗中。神鸟说让我们去小市场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不论做什么都得去呀，那可是救过我们命的神明啊！哎呦，那我得赶紧回去准备一下，给神明呀准备一些贡品。咱们那些东西还是算了吧，我听说神明不吃凡间的东西。我看大家还是聚在一起，先别回家。那些护城军可没安好心，万一再次偷摸去找麻烦，大家分散了，怕是不妥。对，这后生说的对。哎呀，要不我看咱们现在就去小市场吧，干脆呀就等着。我散播了消息，现在护城军群龙无首，客栈里的书生们早就想逃出客栈，现在没人看管，正是好时机。他们也听说了武神的事，正赶去小市场。方才我瞧着江家的马车回庄园去了，倒是派了2个人也去了小市场。如此甚好，正常。这种出身嘛，更愿意相信义王，无妨，会让他看清楚。时辰不早，你也忙了许久，我们也回去。莫先生和义王都在这儿，这可是个好时机，我们得去个地方，去他们的住处瞧瞧。我看此人不像是真的只为简洁干净，他似乎是在刻意掩饰。掩饰什么？他的痕迹、习惯，或者是身份，具体是什么，我一时也说不好。但总感觉他是有意而为，而且我总感觉他和义王之间的关系很微妙。他不似一个属下，虽然表面是个属下。你的意思是，义王反倒是他的棋子？无论他要干什么，我们就依计行事。明日你要多注意安全，我也会安排人手混在人群中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怎么出去这么久啊？嫂子，母亲和我都担心坏了。还有我，让大家担心是我的不是。去屋里玩，我和母亲说几句话。哎呀，你们刚出去不久，孟孟良就发病了，大家都怕得很，说什么的都有啊。哼，那个魁娘也不安分，鼓动大家出去。严嵩呀，什么也不管，就只会看热闹。要不是马大人力挽狂澜，还真是乱套了。除了魁娘，谁闹得最厉害？霍大、霍二，就他们2家。霍老三呀，一直没有说过话。
果然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母亲，您这样，一会儿您叫几个和您关系好的一起做过针线的进来，稳住他们，其他的我来处理。好，交给我。让我们出去，连官差都病了，下一个就是我们不想死在这里。就是，我们大家都不想客死异乡，放我们出去。官爷，我们已经够可怜了，就不能抬抬手吗？让我们出去吧，或许这还有一线生机呀。你们是犯人，我们负责看押，让你们在哪儿就在哪儿。废话少说，都回去休息。官爷，您负责看押，那怎么他颜如玉就能不在呀？难不成他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严姐姐懂医术，给我买药去了。怎么着？放你出去？你懂个屁！哼，他能买什么？谁知道他？说，继续说。哼，大点声。少夫人，大娘她也是担心大家的安危，也没有恶意，你还是别凶她了。你算老几？哼，一个偷馒头的贼，也好意思开口？